苏姑娘，夫人小姐们的尺寸这是都量完了？是啊，都量好了。三爷，您别急，慢点。前面不远处走来一行人，江南王，大禹朝唯一的异姓王爷，整个江南都归他管，手握重兵，是实打实的实权派。苏角角赶紧和身边的下人们一起低头行礼。猛然一阵风吹来，他戴着的帷帽骤然刮走了。苏角角心里骂一声卧槽，赶紧去找。抬头的瞬间，和宋池那双幽深的眸子对上，苏角角吓得浑身一抖，赶紧低眉垂眼。宋池脚步一顿，接着便带着人匆匆走过，任谁都没注意，男人的瞳孔有一丝紧缩。张妈妈捡起来帷帽，递给苏角角：“苏姑娘，你为啥一直戴个帷帽？”后面的话骤然消失，张妈妈呆呆看着苏角角的脸，整个人都傻了。苏角角赶紧戴上帷帽，她就知道这张脸太惹事。她一个普通商户女，长成这么祸国殃民，在古代可不算什么好事。谢谢张妈妈，我先告辞了。我的亲娘哎，都是鼻子眼，怎么人家能长成那样？苏角角从角门出了王府，她的丫鬟可乐赶紧扶着她上了马车。小姐累不累？还行，就是中途帷帽掉了，脸被江南王看到了。啊，江南王没表示什么吧？那倒没有，连停都没停。人家是坐拥江南的大官，什么美人没见过，应该不会对我有什么想法。那就好，那就好。太太昨天还念叨着要尽快把小姐嫁出去呢。我听说啊，江南王不近女色，杀人如麻，都26岁了，后院连个侍妾通房都没有。他不会喜欢男人吧？听说早年间打仗时伤了根骨，会不会不能人道了？所以说啊，人无完人，可惜了。小姐，明天还去济世堂吗？去，为什么不去？明天继续调戏我家小林大夫。你真喜欢小林大夫？成婚何时？小林大夫本人性格温柔细致，还答应过他此生不纳妾。在古代能找个这种专一的男人也算很不错了。以后他做生意挣钱，他家小林大夫从医救人，不缺钱花，不挺好的吗？苏角角刚回家没一会儿，门房就来找他，说是江南王府有人找。可乐陪着苏角角走到二门外。张妈妈可是有事？大夫人请姑娘明日再去一趟王府。苏角角一头雾水，为何？今儿个有落下没量尺寸的。苏角角想着明天去见小林大夫，迟疑了一下。那这样，明天我让店长亲自过去。那不好的，大夫人吩咐了，须得姑娘亲自过去。苏角角觉得有点奇怪，可也不好得罪江南王府。那成，明天我一定去。次日，苏角角就坐着马车去了江南王府。张妈妈早就等候在那里，带着苏角角向里面走。张妈妈，今天是谁量啊？姑娘去了就知道了。来到望云阁，张妈妈不能再进去了，由里面的小厮领着苏角角往深处走。苏角角看着周边精致的景观，有点惴惴不安。昨天好似没来过这里啊。苏角角走进了屋子，厅里静悄悄的。苏角角慢慢走进里面，当看清里面时，惊得顿时站住。大大的书桌前，一个男人正伏案写着什么。我去，怎么有个男人啊？肯定是走错地方了。苏角角连忙转身向外走。站住！苏角角揪着心，缓缓转过身，尽量让语气显得很无辜。对不住，我走错地方了。他沉沉地问来者何人，像是在审问犯人。我是金旅阁的老板苏角角，大夫人让我过来给府上测量秋装尺寸，大概是小厮带错了路吧，误入了这里。三两句话就将他自己摘得一干二净。你可知我是谁？您是王爷？既然知道我是王爷，为何还敢戴着面巾？苏角角一愣，这才想到见到贵人，他戴着面巾视为不敬，赶紧摘下去面巾。请王爷恕罪，民女忘了。宋池定定地看着苏角角的那张脸，难怪昨天戴帷帽，今天戴面巾，长成这样。苏角角半晌没听到动静，诧异地抬头看去，发现宋池一直在盯着自己，只能硬着头皮说：王爷，民女还要去给人测量尺寸，先告退了。你过来啊！需要测量尺寸的人就是本王。什么？可是我只给妇孺测量尺寸啊！给男人测量的人另外有男裁缝。宋池站起来，走过书桌，慢慢走到苏角角近前。量。苏角角也不敢多说，赶紧打开工具袋，取出来软尺，开始给宋池测量尺寸。量胸围时，两臂几乎抱住他，因为距离太近，他的呼吸，他的木檀香都扑在他的脸上。屋里很静，却有一股热乎乎的暧昧缠绕在两人身上。量腰围时，宋池突然向前半步，苏角角没防备，重心向后歪，宋池豁然伸出一只手臂搂住他的腰，苏角角的脸撞在了男人坚硬的胸膛上。哇靠，古代社死。
苏角角赶紧向后撤了几步。民女无状，请王爷恕罪。宋池没吭声，苏角角撑不住，悄悄抬眼对上男人沉沉的黑眸。还不继续量？接着量。苏角角赶紧测量，唯恐被这个清冷的男人给治了罪，手忙脚乱测量完，小鼻子上都攒了一层汗。王爷，测量完了，民女告退。苏角角拎着工具袋就走，突然手腕被人扯住，他吓得转头去看，宋池悠悠地看着他，将什么东西放在了苏角角的小手里。量得不错。苏角角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里面赫然是一个金元宝。谢王爷。拿着宋池的赏赐，苏角角走出书房，狠狠喘了口气，像是放出笼的小鸟。妈呀，刚才在屋里面对着那个阴沉冷酷的男人，他几乎要吓尿了，浑浑噩噩出了王府。哇，王爷这么大方啊，金元宝哎，这有几两啊？看着苏角角皱着一张脸，小姐，你怎么了？不开心吗？这第6感觉得不太妙。那你用第7感吧。苏角角懒得搭理可乐，掏出小铜镜照了照自己的那张脸。你说说，非长成这么好看干什么呀？就不能普通点吗？小姐，你有点凡尔赛好不？虽然他一直不太懂凡尔赛到底是啥，反正小姐经常说主仆2人硬拉强拽，好容易将爱工作的小林大夫带去了醉霄楼2楼单间。可乐，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小姐当初给了3个名字让我选。哪3个？可乐、薯条、汉堡，我只能选可乐。林清源被他的回答一噎，苏角角摘下面巾。林清源抬起头来看着我。林清源抬脸看着女孩，面对着那张勾魂摄魄的脸，他的心跳加快。林清源，你喜欢我吗？林清源缓缓点点头。你跟你家里说了吗？咱俩成婚的事。说了，家里都同意。那行，明天你就来提亲，我们尽快成亲。啊？为什么这么着急？不是说好了半年后再提亲吗？你要是不同意，我就嫁给别人去。林清源吓了一跳，明明知道他是在唬人，还是急得冒了汗。行，都听你的，明天就去你家提亲。早点娶了我，早点给你亲亲抱抱。林清源被他勾得胸膛发热，耳朵都羞红了。你又逗我。而苏角角淡淡的笑容里沉淀着一丝丝忧虑。其实对于林清源，他也说不上有多么喜欢，只能说是当前结合各方面的条件，作为夫婿，林清源最为合适。回到家里，苏角角关上门，将今天在王府的事情简单说给了爹娘。虽然王爷没说几句话，可我心里总是不踏实。苏角角的娘陈氏一直没什么主见，凡事都听闺女的。海儿，你做得对，你这张脸太过招摇，还是尽快和小林大夫成婚才安生。苏角角的爹叫苏东阳，长相英俊，就是性格比较弱势，胆子很小，动不动就掉眼泪。此刻听了母女2人的谈话，眼泪啪嗒啪嗒掉了下来。王爷要是真有歹心，那可怎么办呀？我可怜的角角啊！爹娘，事情没到那一步，王爷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我只不过是防患未然。明天林清源提了亲，事情也就定下来了。屋门被人一脚踹开。娘，有吃的吗？滚出去！苏角角默默挠了挠头，这家人是妥妥的重女轻男呢。1日，苏角角照例先去金缕阁，将手头的买卖都先处理一遍。可乐呼哧大喘的跑了进来。香姐，有人找。苏角角以为是林清源，觉得那个呆子不去他家里提亲，怎么先跑来找他？不是都说好了吗？嘀咕的话还没说完，笑容先僵住。进来的不是林清源，而是衣着华丽的2个管事妈妈。史妈妈看到苏角角那张浅笑的面容时，乖乖，竟有如此绝美的女子，难怪主子会。是张妈妈，您怎么有空造访？可乐，给2位贵客上茶。苏姑娘，这位是我们王府大夫人跟前伺候的史妈妈。大夫人是江南王宋池的大嫂，现在总管王府的钟会，在后院那算是大权在握。苏角角一愣，心底有股莫名的不祥闪过。见过史妈妈，快请坐。苏姑娘，我奉大夫人的吩咐前来给姑娘道喜了。苏角角维持笑容，没吭声。大夫人看上姑娘兰心蕙质，想让姑娘进府伺候3爷，聘姑娘为王爷的贵妾。哎呀，我就说姑娘是个有福之人呐！恭喜姑娘要进府成为主子了。苏角角嘴角又抽了抽，听听人家2个家奴的语气，感情她成了宋池的小妾，还是他攀了高枝占了大便宜，还是他的荣幸了？哎呀，
要说起来，咱们王爷那可真是人中龙凤，身居高位这些年呐，一直洁身自爱，身边连个伺候的丫头通房都没有。姑娘进了府，那就是王爷跟前的独一个儿。要么说姑娘是有大福气的人呢。我们小姐已经……可乐的话被苏角角及时拦住了。两位妈妈，这确实是小女子的荣幸，请回禀大夫人，请府里明日去我家商议此事。两位妈妈得到了想要的答案，都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小姐，你怎么答应了他们呀？我在打时间差。什么是时间差呀？你不用懂，现在你赶紧去找林清源，盯着他，尽快去家里提亲，马上把婚事给我定下来。我这就去。苏角角深吸口气，暂时稳住王府。等到明天，他已经和林清源定下了婚事，看王府那边还能怎么办？江南王府不远处的总督府里，宋池正在看着折子，他的近身随从江回在门口探头探脑的，一时间不敢进。宋池耳聪目明，已经第一时间察觉到了外面的情况。江回躬身进来。王爷，怎么样了？大夫人跟前的史妈妈已经复命了，说是苏姑娘十分乐意进府，让明天府里派人去她家里商议。宋池眸光一闪，一贯冷漠沉静的脸上闪过一丝很浅的笑意。倒是识时务啊！他在做什么？应该还在金缕阁。宋池缓缓站了起来，走，出去逛逛。王爷该不会一逛就逛到金缕阁去吧？苏角角本来急着返回家里，赶紧把亲事定下来，可不巧店里来了大客户，还是素来不睦的姑嫂两人，都看中了同一匹布料，有钱不赚，苏角角能难受死。他赶紧走到姑嫂两人中间，二位夫人可真是有眼光啊，看上的是本店最畅销的新款呢。我先看上的。依着二位的气质，这款料子和款式虽然不错，却还是有点配不上二位了。不等姑嫂两人说话，苏角角拉着一个往里面走。夫人您的绒字艳里配着鸦青色更显高贵，再配上世上独一无二的款式，保准让世人都羡慕死。独一份儿的款式花样，谁都没有见过，穿上身啊，绝对是让人眼前一亮，错过了可就再也没有了。就定这个吧，夫人。那语气那用语就相当于某佳琪买它一样的具有蛊惑性。撺掇的那个夫人立马定下了这个新款，价钱更高。另一位又被苏角角带去另一块布匹那里，用同样的方法卖出去另外一款花样。姑嫂二人最终交了钱，都满意而归。门外站着的宋池眼眸越发幽深，薄唇微勾，而他身边的江回简直可以说是目瞪口呆了。他们爷桥上的这位苏姑娘巧舌如簧，骗死人不偿命啊！苏角角一转身，赫然对上了宋池那双漆黑的眼眸。王爷，您怎么会来这儿？随意走走。江回听着主子瞎扯，禁不住浑身抖了抖。这样啊，那您就随意再走走吧。宋池心道，这女人难道不知道请她进去坐坐吗？江回接收到主子一抹凌厉的视线，主子出来这会子了，您渴不渴？接着不等苏角角表态，苏姑娘，楼上有没有雅间？快给王爷备茶。江南王府的人都这么自以为是吗？无奈之下，只能带着宋池去了2楼雅间。宋池清冷着一张俊脸，定定地看着苏角角烹茶，粗陋茶水，请王爷包涵。喜欢绿茶、白茶？绿茶。去把刚刚进贡的2罐雨前龙井送过来。江回连忙跑了出去。苏角角脸皮抖了抖，有钱人呐，出手真是大方。苏角角心里计算着，林清源那边提亲差不多搞定了，视线飘忽，根本没注意对面的男人。会尽快接你进府，莫急。他哪只眼看出来他急了？不会亏待你的家人。苏角角干巴巴的敷衍。嫁进王府可开心？这问题如果如实回答，估计没得活路。况且苏角角唯恐宋池发现林清源那一桩，今天务必要稳住他，稳住王府。他只能装出来一副女儿家的娇羞模样。王爷仪表堂堂，身份金贵，能伺候王爷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分。殊不知他本就艳绝的五官，再配上这副春心萌动的表情，谁看了都几乎要疯狂。宋池手指捻了捻，喉结动了动。有我在，不会有人欺负你。目前最欺负我的人就是王爷你好吧，还好意思说这话。江回跑得飞快，将2罐龙井送了过来，那装茶叶的罐子上都镶嵌着红宝石，可见茶叶多么值钱。苏角角心底盘算着，回头要不要偷偷把罐子上的红宝石抠下来卖钱，却不防备宋池何时站在了他的身侧，有力的臂膀一把将他捞起来，拥进他坚实的怀里。苏角角被唬得不轻，用力去推挡在他的胸前。哎呀，
王爷。宋池白皙的手指捏起苏角角的下巴，他那双深不可测的双眸直直的和他对视，俊脸一点点迫近，凉凉的薄唇轻轻贴在了女孩的唇上。苏角角那才从震惊之中醒过来，被电得一个哆嗦，刚要用力挣扎，男人却先放开了他，用手安抚性的摸了摸他的脑袋。安心等着迎你入府。苏角角想骂人的话堪堪忍住，宋池翩翩而去，徒留苏角角站在原地跺脚，用手背狠狠擦拭着嘴唇。谁说宋池不近女色洁身自爱的？简直胡扯嘛！这搂搂抱抱又亲亲的小动作，他玩的挺顺手啊。苏角角收拾了一下头发，赶紧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家里宅子。进门比平时的步速都快上几分。小林大夫来了吗？来了，现在还在家里。苏角快速进了正屋，看到林清源正和他爹娘喝茶聊天呢。看到他回来了，林清源马上站起来，怎么样了？放心吧，媒人刚走，换了更贴，也下了聘书。苏角角要求一切从简，婚事越快越好。你去西厢房看看，小林大夫送了很多礼品。只是苏角角现在根本没有心思考虑这些细节，脑子里映出宋池那双强势的眸子，就觉得七上八下的。他搓着手，似乎瞬间下了决心。林清源，今晚咱俩就洞房。啥？洞房？今晚？你疯了？可是还没……哎呀，别管那些劳师子的流程了，咱俩一步到位，今晚就滚床单圆房。他就不信了，等他和别的男人生米煮成熟饭，宋池还能再要他这个残花败柳？林清源从震惊中缓过来，看着面前美得惊人的女孩，联想到他所说的洞房，顿时脸颊通红。不行，我不同意，哪有你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家恨嫁急成这样，还要不要脸皮了？我的娇娇啊，你是想气死爹娘啊？小林大夫再好，晚几天洞房能死人吗？几个人正为动不洞房争吵的不可开交时，林清源被一个急病号给叫走了。苏东阳用手抹着泪珠子，刚要哭诉，江南王今天找过我。王爷找你干什么呀？让我做他的妾，明天来下聘。明天？乔丹那副阵势对我是势在必得。哎呦，可怎么办呢？江南王想要个人，谁还能挡得住啊？我的娇娇啊，这可怎么办呢？所以我刚才说今晚就和林清源圆房。宋池那么骄傲的一个人，绝对不会惦记一个被破了身子的女人。陈氏素来听闺女的话，立刻从角落里提了一卷绳子。娘，你干嘛去啊？我给你把小林大夫绑回来，今晚必须洞房。王府望云阁寝殿里，穿着中衣的宋池手拿一本书，拧着眉头看着，看了好半晌，一页都没翻，心有点浮躁，脑子里总是跳出来那个女孩活泼伶俐的眉眼。他修身养性这么些年，自认为自制力很强，可自从见了苏角角之后，就有点刹不住的意思。江回，外面的江回吓了一跳，赶紧进来。王爷，西院收拾好了吗？基本上收拾好了。那姑娘年纪小，喜欢奇巧的玩意儿，从司库里找些名贵珍玩摆到西院里。好嘞，明天就去办。楼兰的羊毛地毯，西海的夜明珠，还有几套公皂头面，那珊瑚手串也都送过去。江回退出去，抬头望了望天上的弯月，觉得有点诡异。他家王爷竟然突然懂得疼女人了。这晚的苏家也是鸡飞狗跳，听说姐姐要和小林大夫圆房，苏全兴奋不已，一边啃着黄瓜，一边躲在姐姐的厢房窗户下面偷听。陈氏和苏东阳发现了这小子，陈氏一把揪住苏全的耳朵，扯着他往旁边走。臭小子，你不安生去睡觉，鬼鬼祟祟干什么呢？哎呦，娘哎，松手，我不听了还不行吗？终于将苏全赶回他的房间。闺女这么急匆匆的圆房，真是可怜，也不知道她今晚好不好过。哎呀，林清源是个大夫，应该知道照顾女子第一次。哎，我们好容易养大的闺女，就这么轻松让人给拱了。孩的娘，要不咱也听听里面动静，万一……混账东西，哪有老子偷听自己闺女墙角的？滚回屋去！东厢房里，林清源坐在椅子上，如坐针毡，看着忙着铺床的女孩，他的心砰砰乱跳，不断的给自己鼓劲儿。他今晚一定要好好表现，让角角满意。苏角角将被褥放在暖榻上，今晚你睡床，我睡榻。啊，不是圆房吗？怪我没跟你说清楚，所谓的圆房是做戏给别人看，王府逼迫之前，我怕横出意外才出此下策。这场戏你如果不愿意陪我演，我也不怪你。如果我能够顺利的嫁给你，我想圆房还是留在成亲的那一天。你做事情素来比我周到，我一切都听你的安排。其实我也没准备好圆房。
谢谢你肯帮我，天色不早了，早点休息吧。在苏角角的坚持下，他睡在了窗边的暖榻上。林清源躺在床上，嗅着周边女儿家的清香，有点辗转难眠。看了看月光下女孩完美的侧脸，一想到将来她将是陪伴他一生的爱侣，瞬间甜蜜盈满心田。天刚亮，宋池就起来了，或者说他昨夜一晚都没怎么睡好。一想到很快就能将那个女孩子迎进府里，很快就能尝到她的滋味，他就觉得满身都是火在乱窜。在院子里打了一套拳，沐浴过后就忍不住吩咐：江回，你尽早去苏家送礼。属下这就去。这么早，想不到主子如此急色。慢着，准备了多少台聘礼？24台。江回不确定地回道：王府抬个小妾其实非常简单，24台聘礼已经算是很多了，有些人家都是一顶小轿子就把人弄进府来了。他年纪小，再加12台。江回眼珠子差点瞪出来，他就不懂了，苏角角年纪小和增加聘礼有个毛的关系啊？主子的意思没人敢智慧。是。江回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的带着36台聘礼，浩浩荡荡的一早来到了苏家院门口。苏家门房纳闷的看着江回，满脑袋毛线圈，怎么又来个下聘的呀？江回一听这话不对劲儿，心里咯噔一声，推开门房，强横的迈进了苏家。苏全抡着一根棍子正胡乱挥打，瞧见英气勃发的江回，那个谁，你是干啥的？我是江南王府的。苏角角姑娘呢？你找我姐干嘛？给苏家下聘，迎苏姑娘进王府为妾。那不能够了，让你父母出来。我姐已经嫁人了。什么？不可能。怎么不可能？我姐想干啥，那肯定能办成。什么时候的事？就昨晚。让你姐出来，我亲自问她。那不行，我姐还在洞房呢。洞房？犹如五雷轰顶，江回瞬间腿就软了，脸色煞白。我姐昨晚非急着和小林大夫洞房，要不是我爹娘不许，怎么着我也能偷听一下他俩的动静。小林大夫身子看着那么单薄，也不知道昨晚能不能够让我姐满意呢。这小子后面嘀嘀咕咕什么话，江回已经一个字儿也听不到了。他此刻魂飞魄散，全身都在打颤。完了，咋办啊？东厢房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一身水红衣裳的苏角角，江回僵硬地看过去，张张嘴，还没发出一个字儿，下一秒就瞧见屋里冒出来一道轻逸的身影。怎么不再睡会儿了？苏姑娘，这是怎么回事？哎呀，大人是来喝喜酒的，我和林大夫两情相悦，昨天成婚并且洞房，昨晚实在是折腾得太累了，喜酒还没准备呢。江回的牙齿几乎咬碎，狠狠一跺脚，飞奔而去。应该是没事了吧？江回大汗淋漓跑进望云阁，将事情战战兢兢汇报完，就听到书房里噼里啪啦轰隆隆一阵恐怖的碎裂声，紧接着宋池就快步走了出来，一行人快马加鞭来到了苏家。宋池挺拔的身姿走进堂屋，极有气势的坐在主位。陈氏也傻了眼，慌忙扯了丈夫一下，两人慌不迭的跪下。拜见王爷。苏角角呢？外面传来娇滴滴的声音，我在这儿呢。女孩袅袅挪挪的走了过来，手里还牵着一个男人。宋池的呼吸瞬间凝滞。王爷，您怎么有空莅临寒舍了？他是谁？我相公林清源大夫。相公？是的，昨晚我们洞的房。不是答应入王府，不是说很开心入府？王爷记错了吧？我何曾说过那话？我喜欢林大夫，昨晚我们俩成了好事，我已嫁作林家妇，今生都是林家人。说着还抬脸对着林清源撒了个娇。林清源即便是万分紧张，仍旧被他撩得红了脸。咔嚓一声，茶杯被宋池直接捏碎，他噌的一下站起来。好，苏角角，你好得很。说罢拂袖而去，江回赶紧跟上。好半晌，屋里都寂静如鸡。行了，那人走了，这事儿已经算是接过去了。太吓人了，他太吓人了。孩儿，你做的对，绝不能跟着那个阎王，命重要啊！江南王府里，宋池靠在椅子上，闭着眼，太阳穴突突跳得疼，胸中有一团怒火在乱撞，想杀人。一想到那个女人躺在别的男人身下辗转银额，他心中的暴力因子就腾腾的上涨，狭长的凤眸豁然睁开，眸底翻涌着满满的戾气和不甘。他宋池看上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的。苏角角在金缕阁正欢快地盘查着账本，可乐一头汗地跑进来，小姐，不好了，姑爷被抓了。姑爷！一时间苏角角没明白姑爷是个什么。哎呀，就是小林大夫呀，他被抓了。什么？怎么回事啊？说是医馆的药吃死了人，小林大夫全家都被抓进牢里，医馆也都封了。
医馆这么些年都没有出过问题，怎么偏偏今天就出了人命了？可乐用手擦了一把汗，而且已经定了罪，明天小林大夫全家都要斩首示众。什么？这罪定的也太快了，判的也太重了吧？就算真的是医死了人，也不至于全家问斩呢。一切都不符合常规，处处透着阴谋的气息，猜都不用猜，都知道是谁在捣鬼。宋池这是来报复了。小姐，您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刚刚和姑爷……小姐，您要不要去大理寺探望一下姑爷？现在有用吗？我还是低估了古代皇权专制的能量。小姐，你又说我听不懂的话了。打听一下，江南王此刻在何处？可乐陪着苏角角来到总督府。什么人？求见王爷。苏角角站得笔直，今天也没戴面巾。我是苏角角，来见江南王，我就等一炷香，过时不候。反正要死的是别人，又不是我家人，爱死就死。可乐，给我计时。大门里面早就候着的江回听得几乎吐血，哪敢耽误，飞一般的往里面跑。门外面那位天仙如果真的等不及走了，他脑袋保管掉地，别人不知道，他可是心知肚明。王爷等候这位佳人等得多么的焦躁。一炷香过时不候，还真是嚣张啊。他说了，反正死的不是他家人，爱死就死。哦，那就让他进来吧。江回立刻飞奔而出，今天遭了大罪，跑来跑去的几乎跑断腿。美艳惊人的女人坐在总督府外的小马扎上，举着一把太阳伞，旁边还有个丫鬟尽职尽责的给她扇扇子。这画面怎么看怎么怪异。王爷跟前的大红人江回亲自迎出来。苏姑娘，王爷有请。苏角角毫不意外，带着可乐走进了总督府，来到书房外。江回示意女人一个人进去，苏角角也不扭捏，大大方方迈进书房。宋池正坐在书桌前看闲书，他面容俊逸，姿态风流，猛一看像是个温文尔雅的翩翩公子。可谁能想到，如此光风霁月的一个人，竟然为了得到一个女人耍手段，玩阴谋，搞陷害，将公平王法踩在脚下。女人进来后，宋池故意不看她，本想给那女人一点下马威，没想到苏角角根本不在乎，连个礼也不行，直接坐在了旁边的暖榻上。男人的余光在打量她。苏角角给自己倒了杯清火茶，悠哉地喝下去一杯，才算是解了暑气。万料不到，这女人今天一来，不仅连点起码的规矩都没有，还这么放肆。不是你求见本王的吗？不是你逼着我来见你的吗？见了本王没有规矩，还口出无状，跪下！任谁在宋池的威压下都能吓得魂飞魄散。苏角角也被唬得心头一跳，可他想到今天来此的目的，为了这场心理的博弈，他不能够露怯，只能硬着头皮撑住了。王爷对女孩子这么凶，是会把她吓跑的，容易助孤生哦。我既然赶来见王爷，就没想跟您绕弯子，明人不说暗话。王爷，只要你能够放了林清源一家，条件您提。林清源罪有应得，本王从不徇私枉法。5万两白银，把苏家和林家的家底凑一凑，大概就这些钱了。本王不缺这点塞牙缝的碎银子。苏角角一头黑线，宋池不会真的为了圆房这事儿恼羞成怒，非要弄死林清源吧？王爷，您到底想要怎样？请明示。不想怎样，秉公执法而已。我信你个鬼！哦，这样啊，看来林清源必死无疑了。那行，等他死了，明后天我就嫁给小陈老板好了。天底下可以成婚的男人多的是。茶杯被宋池摔在地面上，他狭长深邃的凤眸狠狠地盯着苏角角，女孩噙着一抹冷笑，无畏地与他对视着。你尽可以去试试，你嫁给谁，谁就得死。这还有王法吗？在江南，我宋池就是王法。苏角角怔了一下，心底却暗暗松了口气，总算是摸清了眼前这个深不可测的男人最想要的。他一步一步缓缓走向他，停在桌子对面，和他近距离对视。王爷，就算我已经是残花败柳，您也要我？要。苏角角心底暗暗叹息，没想到宋池竟然是个如此偏执的人，事情确实是有点难办了。他本以为宋池是为了钱，为了泄愤，他宁可散尽家财也要救出无辜的林清源，却没想到这男人想要的竟然还是他。那这事儿简单了，我答应入府给您做妾，您放了林清源一家吧。他死了，你照样也要从了我。我如果说我根本不喜欢林清源，你信吗？男人置若罔闻，拿起书挡在脸前，不急不缓地看，一副懒得听他瞎掰扯的架势。我和他根本就没有洞房。宋池的一道目光嗖地看向了他。我昨天来小日子了，根本没法做那事儿，不信你可以找嬷嬷验身。我急着和林清源订婚，假装圆房，其实就是为了气跑你，不想进王府。我发誓，我和林清源真的是清清白白，我也真的不喜欢他，他就是个被我临时拉来的挡箭牌。为何不想嫁给我？苏角角眼珠子转了转，此刻是拼演技的关键时刻，能不能够获取宋池
池的信任，打个翻身仗就在此一举了。王爷有权有势，英俊潇洒，文韬武略，举世无双，哪个女人不爱呢？说实话，这就是实话呀。我也崇拜王爷，钟情王爷，可我胆子小，怕进了王府被人欺负。我出身小门小户的，家里不能够给我当靠山，我怕王妃、侧妃欺负我，到时候就没好日子过了。所以我就临时找到林清源陪我演戏。宋池面无表情，手指轻轻捻着，明显对这番说辞持有怀疑。苏角角一狠心，绕过桌子走到他身边，王爷，您就信我吧，我心里真的有你。真有我。苏角角连连点头，他似乎浅笑了一丝，下一秒秀起白皙的手，有力地箍住了他的腰，将他扯进怀里，摁坐在他的腿上。我不信，证明给我看。他狠狠地吻住了他的嘴唇，再不复之前的蜻蜓点水，似乎是带着怒气，带着惩罚，攻城略地。那么清冷文雅的一个人，没想到这么凶。苏角角几乎要窒息了，他才放开了他。真该死啊！宋池学习能力太强了，之前还是个接吻小白，现在已经是青出于蓝了。宋池眯着眼睛，低头观赏着他，似乎还有些意犹未尽。苏角角半晌才缓过来那口气，愤恨地捶打了他一下。坏蛋，怎么能这样？宋池眼角一跳，没克制住，低头再次擒住了他的唇。苏角角勾着男人的肩膀，看上去像是意乱情迷一般，实际上他心里头门清，亲都亲了，抱也抱了，他下血本付出这么多，应该暂时捋顺了宋池的毛。好容易推开了男人，进了王府，万一我被欺负怎么办？只要你乖，我会护着你，没人能欺负你。以后不管你有多少女人，都保证不让我受气。保证。王爷要是真疼我，还要答应我几个条件。宋池素来霸道惯了，非常讨厌别人在他面前讨价还价，正要拒绝，低头瞟见他被他亲得红肿的嘴唇，心头一软，算了，他跟个小姑娘计较什么？只要不是太过分的，哄哄她高兴得了。你说今天下聘多少台礼啊？36台。不行，我要48台。好，果然是商户之女，特别贪财，贪财就贪财吧，反正她不缺钱。虽然是当妾，你也不能委屈了我。你挑个吉日亲自来接我，让他堂堂王爷迎一个妾，这就有点王爷好不好嘛？温香软玉在怀，宋池喉咙有点干，突然就明白了英雄难过美人关那句话，他这样真心是扛不住啊。好，都允你。还有吗？我还要8台大轿，正房妻子的牌面呢。刚要皱眉，低头看到女孩期待的水眸。行，允了。江回在书房外面等候了许久，一直听不到里面的动静。王爷，军机急件。进来。江回走近，看清里面的状况，惊得差点栽倒，将急件恭敬地放在桌子上。江回低着头，没敢出去。就5天之后吧。这么着急啊？要不3天后？3天后，小日子还没干净呢，不行的呀。江回的冷汗刷刷地往下淌，他怎么就这么没眼力劲儿呢？要处在这里听着两人的虎狼之词，别忘了林清源啊。放了林清源一家，顺便还他清白。是。你给我点银两，我要买首饰买衣裳。宋池从匣子里取出来500两银票，够不够？苏角角径直扒拉开匣子，又自动拿出500两，凑够了1000两。我家王爷可真好。江回惊的头压得更低了。我走啦，你别忘了按照我的要求迎亲啊，不能含糊。宋池点头应下。女人离开之后，江回半晌没敢吭声，他实在是想象不出来，短短的时间，苏角角是如何能和王爷的关系变得那么黏黏糊糊的，而且王爷的心情瞬间就变得很好了。然后江回就听到了惊破天的一桩桩条件。王爷，这完全不符合规制，今后有了王妃肯定会有意见的。江南是我说了算，谁敢智慧？主仆2人坐上马车，可乐虽然不聪明，却对小姐的情绪把控得很准。小姐，小林大夫的事不顺利。顺利，马上就放了他，还他清白。那你不高兴？你小姐我今天美人计都用了，还是难逃当妾的命运啊？那怎么办啊？5天后王府来迎亲，我计划3天后逃离临安城。逃离临安城？小姐，你没说笑吧？我堂堂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高知白领，怎么能甘当高墙里的笼中雀？就算我想佛系躺平，那前提也是我能看遍天下美景，有个自由身啊！真嫁进王府，还有什么自由可言？最可气的是，还要我一个研究生去和一群女人争宠，我呸！这是我跟宋池要来的钱，你藏好了。去了外地生活，多带些钱不犯愁。可乐嘴角抽了抽，王爷估计怎么也想不到，他给小姐的1000两还没焐热乎呢，就成了小姐的逃资了。
回到苏家，开始给父母洗脑开会。今天的主题是逃离临安城。万一逃不了，被王爷抓到，咱们会不会都掉脑袋呀？那我就乖乖当王爷的小妾，关在王府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将来王爷的王妃、侧妃进了府，任由他们作践我，不是罚跪就是抽脸针扎。万一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一包毒药毒死我，爹娘连我的尸首都见不着。你们想这样？我家宝贝的角角不能进王府受罪啊！女儿，爹娘都听你的安排。你弟那个小畜生敢造反，咱就不要他了。当天下午，一则劲爆的消息传遍临安城，商户苏家的女儿将要嫁给江南王为贵妾，还是超规制的迎亲标准。一个商户女能给江南王当贵妾，哎呦，这是烧了8辈子的高香了吧？哎，听说呀，苏家那丫头生来就是个狐妹子，要不能把江南王迷得昏了头。为了一个妾破了这么多规矩，未来的王妃还不恨死了她？小姐，这些人怎么能这样乱说？您别生气啊。哼，我才没生气呢，不愧是江南王，一点亏都不吃。这关江南王什么事啊？猜得不错的话，这应该是宋池故意让人传出来的。王爷，他为什么这样做？还能为什么？逼我呗，逼我没有退路，将来只能依靠着他。他不信他转变会这么快。今早林清源一家被放了出来，苏角角和可乐来到了林家，看到床上躺着的气息奄奄的人，眼圈禁不住红了。林清源听到声音，闭目养神的男人缓缓睁开眼睛。角角，是我连累了你，对不起。我没事，你不用太担心，我是大夫，知道自己的身体。角角，等我好起来，我们就成亲。清源，我们斗不过宋池，他是江南王啊，整个江南都是他的。我不怕，他再有权，总不能强抢人妻。角角，我喜欢你，这辈子就认定了你。我们说好了的，一生一世一双人。苏角角有些感动，可现在的情况，林清源那么单纯傻气，只能遭到大祸。苏角角狠狠心，林清源，今天我来就是和你做一个了断的。角角，过去的事你就忘了吧。林清源，我们没有缘分，好女子多的是，我祝你幸福。苏角角转身就走。角角别走，角角。林清源吐出来一口血，昏厥过去。码头重兵把守，宋池正在检查河运工事。一名侍卫凑到江回身边，江回听了他的汇报，轻轻点头，然后走到了宋池身边。宋池洞察力极强，从江回的神色中判断出定是重要的事儿，走到一边。刚才苏姑娘去了林家看望林清源，一句话没说完，宋池英气的眉毛就微微皱起来，显然是不悦了。苏姑娘把林家送去的聘礼都退回去了，还和林清源断绝了关系。宋池俊脸阴沉沉的，没动声色。苏姑娘很冷漠，统共在她屋里说了3、5句话，出来是一脸平静。暂且留他一条命吧。在宋池的眼里，林清源那样的货色还不配成为他的情敌。傍晚，不远处的码头，一辆不起眼的马车停在码头边，一个瘦弱的小厮率先下来马车。小公子，小心点，地滑。可乐心虚的四下张望。小姐，这夜黑风高的，我有点害怕。怕什么？正经买卖。苏角角靠着砸钱，终于用100两银子雇了明天的一艘船。小姐，我觉着那船家看你的眼光不太正经。本公子都能把男人迷住，说明魅力无限。小姐，那男人和男人可怎么耍呀？能快活吗？哟，这男人和男人呢，玩起来一样神魂颠倒的。舌头差点咬断。操！岸边无数侍卫簇拥着一道银白色的身影，负手而立。是王爷！我没瞎。聊得挺野呀。连男人和男人的乐趣都知道，他到底看了多少野书啊？王爷，女孩浅笑着来到宋池跟前。好巧啊，王爷，您怎么来了呀？宋池冷着一张脸，俯瞰着男装的小女子。半夜男装码头还聊断袖，桩桩都让他气恼。你倒说说，男人和男人怎么快活？哎呀，人家就是过过嘴瘾，其实都是道听途说的。大晚上的，你跑到码头做什么？我就是吹风散步，瞎鸡逛逛。不说实话。一摆手，江回立刻跑到船只那边，男人白皙的手指挑起他的下巴。苏角角，让我知道你搞鬼，饶不了你。江回很快就回来了。王爷，苏姑娘订了一艘船，明天出港。宋池的脸瞬间变了颜色。
苏娇娇，你是想逃？可乐心理素质差，已经吓得双腿发抖，几乎站不住。王爷，您听我说，谁给你的自信，敢挑衅本王的底线？既然不听话，那就受点教训。苏娇娇的家人和所有仆人贪顾不力，全都杖责20。为了保全众人的屁股，苏娇娇哪敢迟疑，猛然上前一扑，整个人都扑进了男人的怀里，两手勾住了人家的脖子。王爷，哎呀，别发嘛，您误会了。女孩的投怀送抱令男人呼吸一滞，身子一僵，却仍旧冷着一张俊脸，毫不退让。苏娇娇勾着人家的脖子，踮起脚来，将自己的嘴唇贴在他的薄唇上，带声音的巴巴亲了2口。我就是想成亲之前坐一坐船嘛，以前都没有坐过，我没想逃啊，我都和你那样了，都已经是王爷的人了，还逃什么呀？那样是哪样啊？士兵们全都八卦的满头问号。宋池在外人面前素来重规矩，推开他，站好，没点礼仪。哎呀，我不，你冤枉人，你不听人解释，你还要罚我身边的人，你武断，你不讲理。宋池气的绝佳的风度都维持不住了，他何曾遇到过这种又娇气又无赖又黏糊又妩媚的女人呢？宋池一直背在身后的手微微捻了捻，怀里乱蹭的女人又是他一眼看上的，此刻说不心动是假的。在一堆属下跟前和一个女人如此腻歪，脸上还是很挂不住的。他应该一把将女人冷漠的推出1丈远，可嘴里说出来的话却是所有人退后10丈，背过身去。训练有素的侍卫们立刻退出去很远，背转过身去，一边颤抖一边傻眼的可乐被江回提溜着衣领子拽跑了。苏娇娇心里一凉，我去，不会吧，这男人不会趁着夜黑风高在这里来个野战什么的吧？那他可不就玩完了吗？宋池感觉怀里的女人一僵，低头去看，怎么现在知道怕了？苏娇娇苦着脸点点头，那还逃不逃了？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逃啊，我刚才说了，我真的就只是想坐一下船嘛。从小到大，我爹娘怕我淹了水，一直不让我接近河边，更别提让我坐船了。我真的仅仅想试试坐船啊。两人在岸边紧紧挨着，像是情意绵绵的爱侣，旁边杨柳依依，夜空明月弯弯。苏娇娇，你逃不掉，我宋池想要的就没有得不到的，即便你逃到天涯海角，我一样能把你抓回来，所以不要白费力气。我又不傻，全天下都找不到王爷这么完美的男人，我为什么要逃啊？再说了，您不是答应我了要宠着我，不让我受欺负，我才不逃呢，我恨不得明天就成了您的人，天天都要和您腻在一起。不说了，再说下去他怕他先吐出来。夜里凉了，回去吧。宋池搂着他的腰身往岸上走。苏娇娇扯住他的袖子，不会解除了，我家人和仆人是不是不用罚了呀？看你表现。表现你个大头鬼，渣男！王爷啊！江回和可乐等候在马车旁，一起眼睁睁地看着王爷搂着小女人走过来。不知道何时调拨来了王府的华贵马车，宋池扶着苏角角爬上马车，可乐习惯了，也想跟着上去，被江回一爪子拽回去。您干嘛？坐另一辆马车，没点眼力劲儿。可乐扁扁嘴，很怂的没敢再吭声，气嘟嘟去自己带来的那辆马车上去了。王府的马车果然气派，不仅宽敞舒适。苏角角好奇的翻翻这儿，瞧瞧那里，将身边的宋池都忽略了。宋池有点烦，干咳了一声，提醒了女人一下。王爷，您可不可我给您倒杯茶？宋池点点头。苏角角倒了一杯茶，递给宋池。宋池鹰眸闪了闪，却没接。苏角角顿时恍然，臭男人，这是等着他过去献殷勤呢？赶紧端着茶杯送到宋池唇边，男人这才就着他的手喝了一口。他刚把杯子放下，身子就被一把扯到了他的腿上。想他们不被罚。苏角角心底骂了一句妈卖批，抬眼满满的小女儿家的羞涩和深情。王爷，你长得真好看。宋池眯了眯眸子，王爷，我喜欢你，我想要你的眼里只有我。苏角角贴过去亲了他的衣领处，只听到上方的呼吸骤然加重，似乎骂了句妖精，接着就重重地吻住了他的唇。苏角角被他吻得迷迷糊糊，神志飘飞。王爷，苏府到了。宋池好容易放开他的唇，狠狠吸了口气，又闭了闭眼。苏角角暗暗惊讶于他的自制力，同时又觉得这个人太过于恐怖，一个能随时克制欲望的人绝非一般人。去吧，乖乖在家等着入府。我表现的还行吗？一般。一般？你刚才在干啥？想不到男人也是口是心非的。王爷要求也忒高了吧？罚都免了，回去早点睡觉。谢王爷开恩。苏
苏角角回到家里，苏东阳和陈氏早就等候在堂屋。巧巧怎么样？我们果然被监视了。今晚的码头一行，他就是一次试探，看看宋池有没有派人盯着他们。结果显而易见。我就说嘛，王爷能是一般人吗？他肯定防着咱们呢。如此一来，咱们想逃走难上加难呐。水路是不用想了，只能放弃。哎呀，巧巧，那还逃吗？逃，必须逃！我绝不能给人当小妾。看，都满脸惊慌。爹娘放心吧，我已经有了计划，保证万无一失，一定能顺利逃走。既然你如此坚持，就顺了你的意吧。儿他娘也不知道脖子上的脑袋还能保几天，赶紧的吃点喝点吧，酱鸭、猪肘、烧鹅、烤鸡都上来吧。苏角角嘴角抽了抽，不过他也有点担忧。宋池的为人城府极深，临安城外一辆牛车上坐着一个大爷和老奶奶，牛车来到城外10里处，拿了车钱就返回了。老奶奶环顾四周，发现没人。小全子，你咋知道小爷的乳名？快点汇合，我是你姐。苏全愣愣的看着那位老奶奶，眼珠子都要瞪出来。她亲姐呀，她竟然都没认出来。苏家4口加上可乐，终于聚在了一起。为了不露馅儿，少爷还是乖乖叫我伯伯最好。姐，这就是你所说的什么化妆术？我也要当长辈。你当长辈，还想让老子叫你爷？为了不引起注意，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兵分2路，在扬州码头会合。我爹、小全子、可乐，你们仨走一路，我和我娘一路。等到晚饭过后，城里都宵禁了，宋池才算是忙完。王爷是回王府歇息吗？算了，就在总督府歇了吧。那边怎么样？苏姑娘一整天都没出府，估计是在闺房里忙嫁衣。一想到那个古灵精怪的丫头，宋池的心里就一团热。那阵风吹掉了她的帷帽，她那张绝色倾城的容颜入了他的眼时，当下他就冒上来了一个强烈的欲念，他要她必须睡。他所有的克制力面对他时全都土崩瓦解。他不得不承认，他也是个普通男人，见了喜欢的女子还是克制不住的。还有2天他就要将她迎进王府，他就要成为他的女人。现在心情有些浮躁热切。走，去苏家看看。可是都宵禁了呀。静能静得住本王？寂静的夜里，临安城的街上响起踢踢踏踏的马蹄声。宋池在苏府门前下马，早有人打开了大门。宋池昂首阔步走进去，苏角角居住的东厢房里亮着烛火。苏角角，是我。里面没有动静，不开门我可进去了。里面还是没有回应。宋池微微拧眉，想了一下，一脚踹开了房门。屋里内外2间都燃着烛火，却没有一个人影。苏角角人呢？江回也吓傻了，连忙下令去全府里找人，把苏姑娘找过来。宋池的目光缓缓掠过女孩子闺房里的一个个角落，似乎在回味她的气息。不一会儿，江回惊惧的汇报：王爷，苏姑娘全家都不见了，还有那个丫鬟一起消失了。还真是他！哦，你个死小脚！江回瑟瑟发抖，他已经很久没见到王爷如此暴怒的表情了。宋池气得脑浆子一抽一抽的疼，心里翻江倒海，心焦意乱，手有点微微发颤。他的笑，他的娇，他的媚，一针针的在脑海里头闪过。呵呵，他一直在骗他，什么爱他、喜欢他，都是他的谎言。心突然很疼很疼，像是被刀子刮一样。他站在院子里，望着夜空的弯月，深吸了好几口气，才算压下去那股子阴戾之气。封锁码头，调派南湖军3万人向周边州郡搜寻，周边18个州郡的码头全都封锁，严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连3日，宋池都蹲守在总督府，日夜不息，时刻查验各地的飞鸽传书，一点细节都不错过，只怕漏掉了那个女人的蛛丝马迹。舒先生，您可回来了。总督大人呢？在议政殿。门扇被推开，一道月白色长服的男子款款而入。君兰，许久未见了。哟，你的眼。舒云川看着宋池那双熬红了的眼，再不复以往的清雅潇洒。还有我的君兰兄，这才2月未见，你就如此狼狈，让我对你那个陶妾越发好奇。不会说话就闭嘴。宋君兰，想不到你也有今日。哎呦，我真心忍不住，太好笑了，让我先笑够了。江回，将这只乱吠的书狗插出去。我说君兰啊，你至于吗？不就是个女人，3条腿的找不到，2条腿的女人满大街都是，你何苦这么费劲呢？我看上的从未失手过。可是君兰，你此番大动干戈，数万人的兵马出动，已经引起了朝廷的注意，上头本就对你忌惮。朝廷再不满，能奈我何？不是你说的要低调行事吗？为了个女人，难不成你还要坏了大局？此事你别管，无论如何，那女人我必须要抓回来。舒云川没有多说什么，暗暗
叹息着走了出去。江回在院子里和舒云川碰头。先生，你也不劝劝王爷，魔怔了不成？要失控吗？苏角角和母亲坐在马车上，已经接受了第5次查验。角角，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官兵啊？总不能是为了抓咱们吧？又一队黑甲骑兵轰隆隆驰过去，不会要打仗了吧？多少年没见过这种阵势了。上次打仗那都是5年前，当时江南各地造反，还是宋池带兵剿了各地的叛军。从此，江南在宋池的统治管理下欣欣向荣，再无纷乱。今天就能到扬州了，等着和爹爹会合，咱们坐船北上，离开宋池的管辖范围，就可以展开新生活了。哎呀，佛祖保佑，但愿一切顺利。进了扬州城，住进了客栈，又被统计了外来人员。还好苏角角来之前做了工作，弄得路引都是假的。怎么你爹爹他们还没到啊？不会出状况了吧？应该不会吧，他们3个应该是最安全的才对。不急，今明天他们就能够赶到。苏东阳那边还真的是出了点状况，他们途经祁县，被士兵查验问话时，苏东阳个没出息的吓得结结巴巴，引起了士兵的注意。按照上头吩咐，有一丝可疑也必须留下画像。总督府的议政殿里堆着一堆快马送回的画像，分别都标注着地名人名。王爷，到饭点了，您还是吃点吧。宋池置若罔闻，伏在案前继续翻阅着每张画像。看到苏东阳那3个人的画像时，宋池停下了动作。王爷，您已经2顿饭没用了，再不吃饭身体就扛不住了。就算有了苏姑娘的消息，只怕您也没精力赶过去了。这话说到了宋池的心里，他叹了口气，开始默默用餐。晚上，苏东阳3人已经是解除了怀疑。多谢多谢。苏东阳上马车时因为太过惊慌，一脚踩空，直接摔倒在了地上。爹，你没事吧？这男人胆小如鼠，跟个娘们似的。咦，地上那是什么？一个人走过去，从地上捡起来毛茸茸的东西。这是假胡子。2个士兵对视一眼，察觉不对劲儿，撒腿往里面跑，找人汇报去了。哎呀，老爷，你的络腮胡子怎么没了？哎呀，完了，刚才我爹摔倒时肯定是掉了。可乐一惊，和苏东阳大眼瞪小眼，都傻了。苏全还算是机灵，对着车夫大叫道：跑快点，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宋池吃着饭，突然一停，返回一堆画像里面各种翻找，终于翻找出来之前看过的3个男性的画像。他用手遮住鼻子下面。你来看看，这样像谁？像苏老爷。速速传令，让祁县拦截那3人。苏角角，你真够狡猾的，这是分开行动了。立刻展开舆图，顺着祁县的路线向周边思考，然后手指重重的点了点扬州。1刻钟之后，宋池带着无数侍卫登上大船，连夜向扬州驶去。等到他们来到扬州最大的客栈，见到苏角角时，可乐抱着苏角角欲哭无泪。香姐，不，老伴儿，我们差点留在祁县，太悬了。午饭后，苏角角和可乐这一对老头老太太颤颤巍巍来到了扬州码头，那里已经是堆积了不少的人。哎呀，怎么突然就封了码头呢？哎呀，这么多船都不让出港，这日子可咋过呀？我家中老母病重，我急等着坐船回家呢。哎，火都之前能租到船吗？根本不是钱的事儿，是下了军令，周边18个州郡的码头全都封了，也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儿。现在这种情况让他想到一个词儿：插翅难飞。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说所有码头都封的事儿，这到底为啥吗？苏角角瞬间手脚冰凉，有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突然多出来的士兵，各地突然的严查，所有码头的封锁，都是从他逃离临安城才开始的。如果这一切都是为了抓到他，他禁不住狠狠地打了个寒战。宋池对他的执念有多么深呐！奶奶的，我走了什么狗屎运啊！碰见个男人还是个脑子这么轴的，真他妈要人命啊！小姐，不，老伴儿，你又说的什么？我又听不懂了。没事儿，你小姐头铁，不怕死的惨。这时候就听到人群中爆发惊叫：快看，战船，好大好气派的战船啊！一身深紫色警服的宋池，气势阴沉，从容不迫地从船上下来。完了，香姐，王爷追来了，我们死定了。我真是小瞧了古人，想不到这小子的追捕能力这么强。宋池似乎有所察觉，眯着眸子敏锐地向这边扫视过来，吓得苏角角连忙低头。等到宋池带着官兵离开后，苏角角已经是一身冷汗，手软脚软，又不能被可乐发现，免得他更慌。赶
赶紧回客栈，让他们仨赶紧到码头来。来码头有什么用？又没有船可以出港。宋池既然已经精准的来到了扬州，肯定断定我们就在这里，扬州城肯定会封城，留在客栈，难道等着他挨个的查到头上来吗？那可就真成了砧板上待宰的鱼肉了。那我这就回客栈。可乐一着急，直接忘记自己现在的人设是个老头，跑得飞快。苏角角按压下心头的慌乱，在码头周边胡乱溜达，不看大船，专看那些小船。他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他看到了一个穿着简陋的年轻人，他正躺在一艘不大的小旧船上晒太阳。有笔外财，想不想挣啊？你老别拿我开涮了，码头都封了，哪还有什么外财？500两。你想做什么？趁夜出港。开玩笑啊，偷偷出港，抓住重罚。再大的网也有漏网之鱼，封得再严，照样有法子出港。钱好挣，就看你有没有胆子挣啦。年轻人陷入了纠结之中，半晌，你要去哪儿啊？过了大江就可，只要过江，我再付500两。成，我就舍命拼一把。果然不出苏角角所料，宋池一到扬州城，立刻封闭城门，派人将所有客栈人员都集中在一起，要挨个的严查。还好可乐回去的早，叫着苏东阳3人离开了客栈，直奔码头而来。5个人汇合，缩在船夫的小破屋里。这辈子没过过这么苦的日子，这都吃的啥呀？就不能在酒楼里吃完饭再来吗？快噎死我了！不想吃啊？那就等着被宋池抓住，一人吃一把砍刀。什么意思啊？我们又没犯法。哼，堂堂的江南王被我们小商户放了鸽子，啪啪打脸，面子里子都丢光了。瞧他抓捕我们的阵势，说明将我们恨透了。一旦被他抓住，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啊？那肯定是要将咱们抽筋剥皮，这真是老虎头上拉屎，作死啊！陈氏吓得一边颤抖，一边用力地啃着干粮，总觉得这是今生最后的一顿饭了。扬州城里草木皆兵，形势格外紧张，所有本地居民一律禁在家中，凡是收留外人不报者，一律按照军法处置。江回拿着名册，王爷，所有客栈都查完了。宋池眯起眸子，一簇簇焦躁的火焰在眼底翻涌。错不了，苏角角他们肯定就在扬州。可为什么找不到呢？苏角角到底去了哪里？搜寻所有流民的场所，不放过城里任何角落。扬州城所有居民家里都要进行严密的搜查，全城居民都要查，人那么多，必须查，加派人手。是。知府大人颤巍巍的献言：王爷，要不您先用晚饭。宋池一句话没说，拔腿走了出去。他不是不累，但是他不能坐下歇着，他唯恐他稍有疏漏，那个女人就消失无踪了。一想到再也找不到他，心底就翻江倒海的刺疼。天黑了，看着扬州城亮起盏盏烛火，宋池阴冷的磨牙：这么能跑，抓到之后定要打断你的双腿。夜晚的江面上，独独只有这么一艘小小的破船。这船这么单薄，不会一个浪头就打翻了吧？你就不能说点吉利的？要是不出逃，此刻我正躺在我那红花梨的雕花大床上，睡得正香呢。唉，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孩儿他娘，日子咋就过得这么落魄了呢？我后悔了，不该听女儿的话，就算嫁给王爷当了妾，也不一定就过得不行。现在可好，弄不好咱们全家都要葬身鱼腹。你个没出息的，就这么点胆子呀？落子不悔，懂不懂？既然听了女儿的话，就别满肚子埋怨。我心疼角角，她想要什么，我都会尽力成全她。我也心疼女儿，还不行让人过过嘴瘾吗？哎呀，别哭了，一个大男人成天泪汪汪的，成什么样子？你嫌弃我了？当初你刚认识我那会儿我就这样，你那时候怎么不嫌弃我？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年纪大了，不能满足你了，就开始挑拣我了？闭嘴，还要不要脸了？什么话都敢说。扬州府衙依旧灯火通明，总督不睡觉，知府大人哪儿敢睡呀？只能在府衙里头硬生生的熬着，终于熬不住，在椅子上歪七扭八的睡着了。江回跑了进来：王爷，所有流民都查完了，没找到。挨个查的吗？我把所有人的脸皮和胡子都扯了一遍，就怕有装扮的。居民家中有结果了吗？基本都查了一遍，没有发现。
不对，肯定有疏漏。人不能凭空消失，肯定有疏漏。一个不敢置信的念头快速闪过他的脑子。水路，他们从水路跑了。那怎么可能？码头早就封了。百密终有一疏，扬州码头沿线那么广，总有封不住的地方。立刻出船啊！现在？那丫头极其狡猾，晚一点，我怕她就真的消失了。不容置疑的迈出门，突然眼前一黑。王爷，快来人，叫大夫！知府的府医很快就跑了过来，跪在榻前给脸色苍白的宋池把脉。总督没事吧？大人只是积劳成疾，肝火郁结，又没有好好饮食休息，没大事。快给总督大人开药，开最好的药。这4日来，我们王爷都没有休息过，饭也时常落下，整个人都干熬着，就是铁打的也受不了啊！总督大人拼死拼活要找的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啊？江回一语不发，心底却已经将苏角角恨得透透的。宋池在梦里回到了他总督府的书房，他坐在案前看书，苏角角媚笑着款款向他走来，他眼瞅着他主动坐在他的腿上。王爷，苏角角，他低哑地唤了一声，伸手用力地抱住了他。苏角角，宋池猛然惊醒，迷蒙了几瞬，立刻清醒过来。我怎么了？王爷晕倒了，大夫说您是太累导致的。王爷，找人固然重要，可也要爱惜身子呀。来，把参汤先喝了。宋池将参汤一口气喝光，接着下榻。王爷，大夫让您好好休息。少废话，传令，即刻船上集合。天色微明，战船先后驶离了扬州码头，北上向大江而去。越过大江就是朝廷管辖的地界，超出了江南王的范畴。那女人肯定想要过江逃离他的五指山。宋池迎着风站在船头，他手拿外帆进贡的千里眼，向远处探看，终于在视线极限处发现似乎有一个很小的点。西南方，全速前进。王爷，是发现他们了吗？你说等我抓到了他，该怎么罚他？江回被那恐怖的声调瘆得抖了抖，没敢吭声。打断他的腿，或者挑了他手筋脚筋，让他成个废人，是不是今后就不能再跑了？苏角角，你自求多福吧。苏角角醒来时，发现其余人都在酣睡，只有那个摇船的船夫一直在划船。苏角角伸长了脖子向前方望去，江北的景物越来越清晰。马上要过江了，江北不远了。哎呦，我一夜都没歇着，总算要到岸了。你辛苦了，放心，一到江北岸上，我马上给你剩下的500两。挣完你们这笔卖命钱，我后半辈子就只剩下享福了。姑娘，你这么着急忙慌的，非要去江北，到底是为什么呀？有个狗官想把我卖去窑子，我是好人家的女儿，怎么能甘心被他迫害？所以才冒险过江。船夫露出同情的神色，用力摇桨，战船的速度特别快，很快就距离那艘小船不远了。苏角角听到动静，向后一看，该死的宋池，这都能被他追来！船家划快点，狗官追上来了！船夫回头望了一眼，那3艘恐怖的战船直接吓得他一身冷汗。姑娘，你到底惹着什么人了呀？这哪是追人，这是要打仗的阵势啊！船上的几个人全都惊醒了。哎呦，完了完了完了！我命休矣，明年此时就是我的忌日啊！哇塞，这船太气派了吧！我要是能够坐一坐这船，那该多好啊！姐，不如你跟姐夫服个软，咱们一起坐这大船回去吧。扯淡，哪里有什么姐夫？狗东西啊！建个大船就把你亲姐给卖了？再多话，我把你踹进江里喂鱼！苏全吐吐舌头，没敢顶嘴。战船上伫立的男人已经清晰地看到了小船上的情景，他目力极佳，尤其辨认苏角角，是一眼就锁定了，心跳骤然加快。他看上的女人终于要抓到了。苏角角呀，苏角角，苏角角！3艘战船很快就包围了小船。姑娘，咱们没招了，走不了了，你估计要被卖去窑子了。苏角角恨得紧抿着红唇，满脸的不甘心。距离江北不足1000米了呀，就差这么一点点的距离。如果再给他10分钟，他也成功逃到江北了。苏角角，男人缓缓向他伸出一只白皙的手，过来。宋池，我只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小妾，你干嘛非要对我紧追不放？放过我好吗？过来。我既然敢逃，就没想过要回去。你难道还不明白吗？之前我一直在骗你，我根本不喜欢你，也不想嫁给你。你堂堂一个江南王，干嘛非要一个心不在你身上的女人呢？我求你放了我！宋池的脸色白得吓人，腿边上的手在微微发抖。他深吸一口气，竭力用平缓的语气说：马上过来。
你当我傻？我逃婚打了你江南王的脸，我回去只有死路一条，我才不会自投罗网。只要你现在迷途知返，我饶你不死。我不稀罕。苏角角，你只顾着你痛快，你想过你的家人吗？再不过来，我让你亲眼看着你的家人万箭穿心。所有士兵整齐划一地举起了弓箭。江南王英明神武，曾说过罪不及家人，希望您能够说到做到。我得罪了您，我自己以死谢罪。别做傻事！苏角角一头跳进了江水里。角角！陈氏哀痛大叫，眼白一翻，昏厥了过去。小姐，小姐，姐姐，姐姐！我的角角啊，她不会游水啊，我的女儿啊！宋池目眦欲裂，心头剧痛，这就要跳水。王爷，您不能跳下去啊！放开！我不放，就算您打死我，我也不能任由您跳江。这时候，对面驶过来2艘大船。什么人胆加战船破击，退后，否则就放箭了！江北巡逻船的士兵纷纷向这边举起弓箭，3艘战船的士兵也将弓箭对准了对方。一时间，战事一触即发。滚开！宋池一把推开了江回，毫不犹豫地跃入江水中。王爷，还好是夏天，苏角角跃入江水中时，虽然先被凉的一个激灵，很快就舒展开四肢。在现代，他8岁就学会了游泳，想装老子回去没门儿。现在距离江北只有1000米，对于他来说，游过去简直不要太简单。宋池在江里焦急地四下寻找着。身为曾经上过战场的人，一个3军统帅，第一条就是不能够意气用事，轻易不能亲身涉险。现在他的行为确实是不太明智。我才不是在乎他，我只是不甘心他逃走，就算死，他也只能死在我手里。对，就是这样的。突然，宋池眯起眸子，眼底划过一抹震惊。前面的女人像是一尾灵活的鱼儿，正恣意地在水里游弋。这个小骗子说什么不会游水，他竟然骗了所有人。一股难以遏制的怒气升上来，宋池屏住呼吸，用力划水，一点点接近了那条美人鱼。距离江北越来越近，苏角角的心情越来越好，似乎自由正在向他招手。突然，有人抓住了他的小腿。我靠！姓宋的你他妈！苏角角想也没想，对着男人的胸口就是一记窝心脚，挣开他的手，然后迅速向前面游去。宋池几乎气晕，这女人竟敢踹他，他是有多么讨厌他，多么想逃。他舍命来救他，想不到他却如此没良心。宋池咬紧牙关，奋力游水，一把扯住了苏角角的纤腰。女人恨恨地瞪着他，那束目光充满了憎恨，双脚朝着他乱踢乱蹬，2只爪子更是毫不客气地往他的脸上招呼。宋池心头一凛，一掌劈在女人的后脊，苏角角晕了过去。宋池将娇小的女人搂在怀里，单手划水，冒出江面。看到江南王浮出水面，江回松了口气，双腿一软，宋池抱着苏角角回到战船上，接着就往客舱里头走。苏东阳扑了过去，抱着宋池的靴子哭：角角还活着吗？我女儿没事吧？角角如果死了，我也活不下去了呀。他没事。说完，毫不停留，抱着女人走向了里面。行了，别哭了。王爷说角角没事儿，人活着就行啊。咱们被王爷抓住了，肯定没活路了呀。砍头太疼了，不知道王爷能不能给咱们个全尸？吊死也挺痛苦的，能不能吞进我这刺毒酒啊？陈氏满脸无语：爹，啥是凌迟处死啊？我刚才听那个小兵说要给咱们凌迟处死。那个更痛苦啊，太可怕了呀！不如我们先一头撞死得了。很多士兵都轰然大笑起来，江回也想笑，可他死死地憋住了。苏角角醒来时躺在一张床上，可乐趴在桌子上打瞌睡。可乐，小姐，你醒了，口渴吗？苏角角点点头，可乐递过来，苏角角喝下去那杯温水。这是什么地方啊？小姐，这是船上。船？什么船啊？就是王爷追咱们的大船，少爷特别眼馋的战船嘛。
我竟然被他抓回来了，这是他最不想要的结果呀。你跳江后，王爷紧跟着也跳下去了。当时江北的船和咱们这船发生了冲突，互相乱射箭，特别吓人。我们都以为小姐没命了，想不到王爷把你救回来了。嘿，小姐，说真的，王爷对你可真好，救命之恩呢。求他鬼的命啊！要不是他阻拦我早就到了江北了。小姐，你又不会游水。谁说我不会？算了，现在说这些也没意义了。我爹娘他们呢？他们都被关起来了，王爷只让我来伺候你。小姐，老爷都吓哭了。他哪天不哭啊？老爷害怕砍头，凌迟处死。他说让您求求王爷，给咱们来个舒服点的死法。死都死了，还管舒不舒服？小姐，我觉着一箭穿心的死法挺适合我的，就疼一下，我想选这个死法。这时候房门打开了，宋池走了进来，可乐吓得赶紧站直了，低头看着脚尖。现在他特别惧怕宋池。宋池冷冷地看着苏角角，刚要张口，就听到苏角角来了一句：“我饿了。”去船上。我这就去。宋池坐在凳子上，一只白皙的手支着额头，微微偏脸，悠悠地看着床上坐着的女人，雪肤红唇，一双湖水一般的眸子，湿润含情，真是又妩媚又妖艳。对着这么一张脸，想要发脾气大吼，有点不容易。宋池保持着沉默，苏角角也懒得和他周旋，一个好脸色也没有，也不说话。很快，可乐就将晚膳送了过来。苏角角从不亏待自己，就算是明天要砍头，今天也要做个饱死鬼。他直接坐在桌子前，也不搭理宋池，拿起筷子就吃起来。可乐，你吃饭了吗？可乐先瞟了一眼宋池，才点点头。一直被忽略的男人脸色沉了沉。你下去。可乐缩缩脖子，赶紧溜了出去。宋池嗅着女孩身上的女儿香，看着她吃得香甜，不自觉的也有了食欲，默默吃着饭，比平常都吃得多。饭后，苏角角靠在床上，一句话不说。宋池坐在凳子上，手指无声地敲着桌面。你准备想我怎么处置？要杀要剐，来个痛快。害我江南王名誉扫地，抓捕又动用军力，因为你还和江北军发生冲突，这笔账要细算起来，你还得清吗？你不抓我不就好了吗？你苏家满门鞭刑200，曝尸3日，回到临安即刻行刑。苏角角吓得瞪大眼睛，咬紧嘴唇。至于你，会留你一命。我将挑断你手筋脚筋，日夜锁在床榻。苏角角，让你亲眼看着你所有亲人一鞭鞭的抽死，你会不会后悔曾经的逃离？兄台，这也太残忍了吧！面临生死，尊严算个屁！苏角角连忙走到男人身边。王爷，您不就看上我这张脸了吗？如果挑了手筋脚筋，各处都是伤疤，那还算什么美人啊？看来你也想行鞭刑。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哥，不是谦虚，我这张脸也算是百年一遇了吧？你留我个全乎的美人在身边，不比留个残废的强多了？我这脚踝又细又白的，夏天戴个金链子，走起路来步步生莲，多好看呐！至于我这双手嘛，留着还能给你捏捏肩，脱个衣服什么的。再说了，您是一个残废有啥意思呀？太没有挑战性了。王爷您是人中龙凤，应该去做更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比如驯服我们这种不安分的小野猫，是不是更有成就感？本王很忙，没闲情把时间浪费在收服一个女人身上。非要弄残我呀？苏角角突然朝着颈动脉就扎去，那我不如死个痛快的。角角，你能阻我一次自杀，你还能阻得了我100次1000次？手指是真他妈疼啊！接着他将他一把抱起，按坐在床上。来人，传大夫。大夫很快来了，宋池却不让他插手，接过去药粉和纱布，他亲自小心地给女人包扎伤口。苏角角垂眸看着他，至于吗？就食指上半厘米的划伤，包慢点儿，伤口都自动愈合了。大夫离开后，宋池仍旧保持着那个姿势，单膝跪在床边，半晌才调整好呼吸。你若再敢寻死，我就……怎样？宋池紧抿着唇，定定地看着他，一时间没有说话。苏角角心底暗暗松了一口气，对，他刚才就是故意在试探他，看他对他到底是何真实心态。看来他舍不得他死，他连他手指这么个小伤口都这么的大惊小怪，更别提其他的了。既然如此，他也就可以有恃无恐了。雪白的脚丫子踢了踢男人的侧腰，这动作既放肆又有点撒娇的意味。我不是吓唬你哦，如果你非要弄残废我就不活了。宋池的目光扫了扫他娇小
小的狱卒，喉结动了动。你这么不安分，只怕你还会逃。你堂堂的江南王，富有四海，还怕我一个女人跑了？宋池还真怕。宋池，我向你透一句实话吧，只要你给了我想要的生活，我就不会再跑。男人眯了眯眼，他不喜欢这种被人掌控的感觉。你想啊，同样是房事，你是想睡个木头疙瘩，还是想睡个主动热情的？男人瞳孔猛然一缩，就看到女人一点点的贴过来，呼吸迫近。你给了我想要的生活，我开心了，自然会心甘情愿的服侍你。告诉你哦，我动真格的媚起来，连我自己都害怕。是吗？当然了，请不要对一个看过无数 A 片的美女持有专业性的怀疑。那就试试吧。他顺势压过去，将女人推倒，压制在身下。是什么？试试你服侍本王的时候有多么主动热情，多么媚。等一下，先别急，我还有话说。宋池抓住他的两只手，摁到他的头顶上。如何能不急？要知道，男人起了兴致，哪有不急的？有话待会儿再说。不行啊，咱们还没谈判妥呢。先给了我，你要什么我都依你，还不成吗？那语气要多宠溺有多宠溺。不等苏角角反对，低头捕捉住他的红唇，细细的闻起来。苏角角又气又急，像是跳蚤一样，左扭右扭的，恨不得翻腾起来，盼着最好能够一脚将男人踹下床。不料适得其反。男人好看的眸子眯了眯，似恼火似叹息。角角呀，你可真要人命。那声线说不尽的旖旎荡漾，听得苏角角愣了一下，还没明白他的话，就被男人狠狠吻住。苏角角迷迷糊糊的，脑子里竟然还能恼火的冒出来几个念头：一，呀的不讲武德，谈判还没谈好就先占上便宜了；二，狗男人长得文质彬彬的，力气为毛这么大；三，要来就来，能不能轻点？他现在嘴疼胸也疼。砰的一声，房门被人猛然撞开了。宋池身形一顿，谁？抱歉，打扰二位雅兴了。不过舒云川的扇子也不摇了，挡住满脸的惊愕。船上来了一大批刺客，还放火烧了船舱，就不知道敲门。太急了，这样不打扰了，你们继续。哦，提醒一句，这船撑不久了，快沉了。舒云川恶趣味的挑眉笑了声，转身走了。苏角角推了他一下，船都要沉了，你还不起来？恶鬼投胎啊！宋池磨磨牙，不舍得看了看女人，有点烦躁。别看她身姿杨柳扶风，袅袅娜娜的，身材很有料。宋池狠狠亲了下她的唇，咬牙站起来。没说错。什么？就是恶鬼，很饿，下次一定吃个饱，让你好好补偿。他一边整理衣服，一边悠悠地瞟了他一眼。苏角角被那一眼看得心头一颤，红着脸麻利地坐起来，赶紧穿好衣服。宋池，我们俩没谈好条件，你不能再对我这样。男人蹲下身子，亲自给他穿上鞋子。好，谈好条件再碰你。苏角角摸了摸自己的胸口，又麻又疼，禁不住皱着脸。你下回能不能温柔点？这是我身上的一块肉，揉狠了容易乳腺增生的。虽然没太懂什么增生，猜着应该是个病。宋池愣了一下，实在没撑住，浅浅笑了。笑什么？跟你说话呢，记住没有？苏角角，你呀你可真是个活宝。别的女子此时应该含羞待妾，你为什么不懂矜持？哼，矜持能当饭吃吗？自己身体自己爱，指望男人自觉，都死800回了。宋池搂着他的腰，带着他走了出去。外面夜色浓郁，他们的大船火焰滔天，还有乒乒乓乓的打斗声。南虎军正和刺客混乱的打斗着。宋池将女人搂紧，护在怀里。我爹娘他们呢？不能丢下他们不管。宋池用手盖住他的眼。放心，他们已经先一步转移到另一艘船上了。唯恐残忍的血腥场面吓着了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都没料到自己会如此的体贴。等候在甲板上的舒云川，君兰，你终于舍得出来了，美色误国呀，还不快点接过来苏姑娘，抱去另一艘船上。我抱她过去就行。舒云川猛然眯起眼睛，压低声音：王爷，你是不会武功的。话里埋着难言的深意。宋池冷哼一声，抢过暗卫腰间的银蛇鞭，性手一甩，啪的一声，鞭子卷住了旁边大船的木杆。抱紧我。下一秒，搂着女人纵身一跃，飞跃了过去，稳稳落在旁边的大船上。舒云川看着宋池，微微叹了口气，将回跑了过来，看了看舒云川讳莫如深的脸色。舒先生，你怎么了？看着貌似不太高兴的样子啊。没事，我们也过去吧。江回点头，背起舒云川，运用轻功飞跃到对面船上。苏角角终于在这艘船的甲板上看到了家人。娘，你们还好吧？好，都好。你呢？王爷他没为难你吧？
没有，我机灵着呢。角角，王爷准备怎么处置咱们？死法确定了吗？好好的干嘛要死啊？放心吧，王爷不会让咱们死的。他刚才试探过了，宋池虽然气恼，却并没有想伤害他。待会儿好好哄哄他，应该也不会伤害他的家人。真的太好了。江回走了过来，苏姑娘，王爷让你去房间伺候他，快点走。伺候？不会是接着刚才没完的继续来吧？你愣着干什么？快点走啊，别让王爷等急了。爹娘，你们放心，一切都有我呢，我会好好哄着王爷，应该不会追究咱们。哼，想得到没？开罪了我们王爷，以为还能善终啊？什么意思啊？王爷说了，要将苏家满门鞭刑抽死，还要曝尸3天，一个个的都等着吧。啊！哎呦！爹娘，事情还没有确定呢，你们别害怕。少废话，赶紧走。江回，本姑娘可是非常记仇的。是吗？我等着，等你被王爷挑断手筋脚筋，看你还怎么熬。前面宋池正和舒云川站在一起，低声说着什么。苏角角眼睛一亮，小碎步跑了过去。王爷！宋池抬眼，下意识地张开手，抱住了他扑过来的软身子。急什么？万一摔着怎么办？你是不是准备弄死我呀？乱说什么？我肯定是快死了，否则你的手下不会那样欺负我的。谁欺负你了？江回啊，他对我很不客气，还踢我屁股呢，好疼啊！江回一惊，王爷，我没有。你就有，你推我就推我吧，干嘛还踢人啊？你个大男人，力气那么大，就算踢我屁股也是很疼的，特别疼。他越是强调疼，宋池听到耳朵里的偏偏就是碰了他屁股，阴谋缓缓眯起来。王爷明鉴，属下真的只是推了他一下，并没有踢他。哼，不信我就算了，就知道我在你心里没地位。说着就要往里面走，手臂却被宋池一把抓住。江回，跪下。江回愣了一下，无奈的跪下。你可知错？属下。杖责20，下去领罚。是。江回垂着脑袋走了。苏角角挑了挑眉毛，眼底划过得意。满意了？我去房间里等你哈。舒云川一直静观着这一切，摇扇子的速度都慢了下来。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苏角角的容貌，果然是沉鱼落雁，千娇百媚，偏偏眼神灵动，机灵又活泼，透着股聪明劲儿，还有股天然的仙气，难怪能入得了宋君兰的眼。客舱里，舒云川、宋池两人默默地下着棋。宋池淡淡问：查清楚了吗？如你所料，刺客是江北军的人，不枉我大费周章前来抓个女人。宋君兰可真有你的，现在朝廷那边都知道了，睿智冷静的江南王竟然迷恋上一个女子，并且为了她不惜一切代价带兵勇战船来搜寻。我有软肋，朝廷才能更放心。是啊，并且趁机还摸清楚了江北军的实战实力，你这一招真是一箭3雕。你说朝廷是不是已经相信了我确实沉迷女色了？应该是，毕竟你刚才为了一个女人将自己的亲信江回都给打了。做戏要做足，是真的为了做戏吗？宋池不置可否，抛下一颗棋子。舒郎君，你输了。舒云川心道，论狡诈，他怎么觉着不如宋池呢？苏角角本来是等着宋池的，想要和他谈谈今后两人的关系，连谈判的条条框框都想仔细了。可他等着等着，实在撑不住了，就睡着了。等到宋池回到房间里时，就瞧见女孩蜷着身子，睡得小脸绯红。苏角角，烦死了，别吵。宋池自嘲地笑了一下，他从未和别人共寝过，竟然头一次就被人嫌弃了。摸了摸他滑溜溜的小脸，看着他一副小睡猫的可爱模样，实在没忍住，低头亲了亲他的嘴唇，然后将小小软软的一团搂在自己怀里，馨香扑鼻。宋池觉着他今夜应该难眠了，可意外的他竟然很快就睡了过去，且睡得很香。第二天一早，苏角角一睁眼就对上了一双幽深的阴谋。刚要爬起来，却被男人搂着腰扯回去。醒了，睡得好吗？昨晚咱俩一个床睡的。不然呢？你压着我胳膊压了一晚上。听着这语气，怎么有点讨功，还有点幽怨呢？你不会推开我呀？小东西得了便宜还卖乖。宋池握住他的小手，顺着他的中衣往下，苏角角一僵，刚要抽回来，被他死死地按住。打扰本王睡眠都是你的错。我没有。你睡觉太不老实了，像个虫子拱来拱去的。你说这是不是该你负责？负责？你想怎么负责？你说呢？女孩愣了一下，没有她预想中的胆怯，反而落落大方。行，我对你负责。宋池一怔，瞳孔微颤，他坏笑着，像是小
小猴子爬到男人的身上，跨坐在他的腰间。宋池很抽了一口气，呼吸瞬间都凝滞了。拥有个胆大的女人，还真是处处有惊喜。男人眼底难掩的急色，苏角角尽收眼底。既然他逃不出宋池的手心，逃不开他的占有欲，干脆趁着他还没有得到他，对他还有些新鲜感，把有利于自己的条件都先谈妥。王爷，还记得我说的话吗？只要你给了我想要的生活，我定当尽心服侍你。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呀？你雄霸江南的江南王，正妃侧妃能给我一个商户女？不能。他的权位摆在那里，朝廷又对他虎视眈眈，王妃侧妃的人选直接涉及到朝政的制衡，4品以下的官眷小姐都不配给他当侧妃。对啊，这显而易见的答案我也知道啊，所以我压根儿就没有往这些设想过。那你想要的？我呀，我想做王爷的女朋友。女朋友？那是什么？我做你的女朋友，和你是恋爱关系，我们俩可以亲亲抱抱睡觉觉。你想要的那些都能给你，只不过我不要名分，咱俩互不干扰。那不就是外室？你如果想这样定义的话也可以啊。不行，本王的女人如何能没个名分？而且本王还不至于那般无能，都不能给自己女人一个保障。唉，你还是不懂我。我虽然身份低微，可我立志不给人做妾。本王的贵妾委屈你了？论起来当然没有委屈啊，给王爷做贵妾那也是无数人抢破头都想要的。可是我这个人性子有点和别人不一样，我做了妾就会自卑，一自卑呢就会不开心，一不开心就会茶饭不思，一茶饭不思就会病殃殃，一病殃殃估计也就活不长了。听着他这套歪理，宋池嘴角抽了抽。王爷，你说你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才把我给抓回来，总不想我伺候你没几天就成短命鬼了吧？你可知做了外室，将来你的子嗣都没有名分，都是私生子。哎呀，那是以后的事嘛。再说了，指不定哪天我做外室做腻歪了，会求着你再把我抬进府里呢。其实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要给他生孩子，男人都是大猪蹄子，等他过了新鲜劲儿，再多睡上几个女人，估计也就不稀罕他了。宋池似乎在思考，哎呀，王爷，好不好嘛？随你吧。外面有人敲门，苏角角快速抢着叫道：“进来！”江回推门而入，映入眼帘的景象令他大惊失色，一面暗骂着苏角角不要脸，一面慌张地低下头。什么事啊？舒先生请您过去用早膳，船马上就到临安城了。王爷在这里和我一起用早膳，你那个什么舒先生，一个大男人和女人抢什么王爷呀？对了，你去把笔墨纸砚送过来。江回才不会听这个女人的吩咐，站在原地没动弹。苏角角挠了挠宋池的腰，按他的吩咐去办。江回气鼓鼓地出去了。王爷竟然真的听了女人的话，就好气啊！门府一关上，宋池反手压住了女孩的腰。不是说要在上面伺候我？外事协议还没写好呢，王爷未免也太着急了吧？外事协议？他怎么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花招啊？你让拿来笔墨纸砚，就是为了写老婶子协议啊？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免得王爷以后不认账。宋池未置可否，暗暗笑了笑。就算签了什么协议，只要他想要反悔，一张纸又能奈他如何呢？很快，江回送进来笔墨纸砚，苏角角坐在桌前，一本正经地写起了外事协议。宋池站在他身后，一边嗅着他身上的清香，一边看着他写的内容，越看眉毛挑得越高。这女人还真的是满脑子的算计。整体内容大致有：一，宋池要给苏角角买一套他满意的宅子，房契写他的名，今后分手不得索回。二，男女朋友关系平等，平摊生活费用，宋池每月给生活费2000两。三，两人谈恋爱期间，宋池一旦睡了其他女人，两人关系即可结束，宋池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辖制苏角角自由。四，谈恋爱期间两人互不干扰，宋池不得限制苏角角自由。苏角角念了一遍，觉得想要的都写上了，很快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还找出来他的印章盖上了章。王爷，没问题的话，你就签字盖章吧。苏角角，你认为本王会签这种协议？完全不公平。关键是有一点，他一旦睡了其他女人，两人关系马上结束。他什么意思啊？难不成他这边迎娶王妃，他那边就可以离开他了？整整一个协议，满屏的自由，他是多么想要远离他呀？王爷，您认为哪里不合理？你可以提啊。是不是觉得买个宅子送给我不高兴啊？不是，那是觉得每个月生活费2000
2000两太多了？也不是。那是觉得我交友的自由过分了啊？你放心，我肯定不结交异性，和你谈恋爱期间，我保证专一忠贞。不是，那就都没问题了呀。这条我不同意，就算本王睡了其他女人，关系也不能结束。你他妈渣男渣的还挺理直气壮。王爷，我这脸，我这身材，你觉得这世间还有女人能胜过我吗？不是一码事。怎么不是一码事啊？有我在你身边，你还能看上哪个女人啊？本王早晚要成亲。苏角角暗乐，他就盼着他早点成亲，他好获得自由。不过眼下还要给他洗洗脑。哎呀，王爷成亲是成亲，不一定非要去睡王妃啊。王爷，我对自己还是很有自信的，有我这么一个磨人的小妖精缠着你，我觉得王爷应该不会再睡别的女人了。宋池却顺着他的话想得挺远，他的话却有几分道理。就算他迎娶了王妃侧妃，一样可以空置，不需要违背自己的心意，做自己恶心的事儿。苏角角小脸上满是蛊惑和兴奋，将毛笔硬塞到他的手里。王爷签字吧。宋池没再说什么，拿着毛笔龙飞凤舞的写下名字，在苏角角的强烈要求下，还盖了他总督的官印。苏角角心满意足的收了起来。从现在开始，他就有个有钱有势的男朋友。哦耶！放在现代简直就是人生赢家了嘛。再看宋池，眉眼里就多了几分欢喜。亲爱的，回去我就去看房子，看好了告诉你哦。这一幕恰好被进来的舒云川看到，饶是他那么波澜不惊的人，都被闪得脸部扭曲了。这女人娇媚起来，是个男人都扛不住啊，有点怀疑苏角角是不是狐狸精变的。君兰下船了。宋池无声微微点头。王爷，我忘了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啦。什么？我家人啊，我们俩已经是恋爱关系了，你不能再对我家人那么不客气了，这次不能惩罚他们。好。那我这就去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说完蹦蹦哒哒就跑了出去。看着他真诚明媚的笑容，宋池的心头也跟着轻快几分。哎，你的小妾怎么了？她刚才说恋爱关系，那是什么？不关你事。我已经不是你最信任的伙伴了吗？苏角角将不惩罚家人的消息告诉爹娘后，哎呀，还是家里好啊，出门太受罪了。爹娘，我已经和王爷谈判好了，今后我就是他的外室了。什么外室？外室啊，宋池将给我买套房子，每个月再给我2000两。哎呦呦，我的角角啊，你晕头了吗？怎么可以给人当外室？还不如当妾呢！哎呦呦呦，我要气死了哟！孩儿他娘，我要不行了，我心口疼，我活不成了。孩儿，你究竟怎么盘算的？爹娘，外室就是我目前想到的最好的选择。我不想困于高墙大院里，不想做妾，只剩下外室这一条路可走了。等到宋池腻了我，和我断绝了关系，我还是苏家的小姐，今后我想怎样就怎样，嫁人也好，单身也罢，总归是我自己说了算的。听上去也不错呀。什么男欢女爱，什么贞洁名分，我都不在乎。宋池又不差，委身于他，还不定谁挑谁，谁沾光呢。就怕有了孩子。娘，你糊涂了。我既然想要未来的自由身，又如何能够让自己怀孕呢？趁着和江南王谈恋爱的这段时间，我要借势发展壮大咱们的买卖，多挣钱。有了钱，将来我多养几个面手也行啊。我家角角这么漂亮，挑就要挑英俊健壮本分的面首。刚刚走进院子的宋池恰好听到了苏东阳的这句话。面首？本王倒是不知道自己的外室胆子这般大，想要偷偷养面首。陈氏、苏东阳、可乐全都吓得跪了下来。苏角角心里也是咯噔一下，他和家里人密谋的这些话，如果都让宋池听到，那就完蛋了。不过看他的脸色，应该没有听到全部。王爷，你怎么突然来了？苏角角迎过去，主动牵住了宋池的手，却被宋池冷冷地甩开了。苏东阳，你要给你闺女养面首？说。哎呀，我爹就是说的赌气话吗？我倒不知你苏家如此胆大，给本王的女人养面首，真不想活了。苏东阳几乎吓尿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苏角角也急得团团转，硬着头皮瞎编。
我爹担心将来您不要我了，我就成了可怜的老姑娘，才赌气说将来真不行就养面首。即便本王不要你了，也不许别人碰。是，就是随口讲讲嘛，没当真。王爷，我爹其实是盼着您这辈子都能够养着我，他是好心，您就别生气了，原谅他这一回吧。以后再敢胡言乱语，定当重罚。这次罚苏东阳吃糠咽菜3日，将会派人盯着他。苏东阳刚刚松口气，想想自己将要吃糠咽菜3天，又哭上了。王爷，你不来找我，我都要去找你呢。我着急去看咱们的房子，想尽快把咱们的小家收拾好了。宋池心头软了软，就算知道他的话没有几分真意，还是被哄得挺舒坦。加上他的软身子贴着他，刚才酸溜溜的怒气渐渐消散。我来就是带你去看宅子的，挑了3处，你都去看看。真的？太好了，走，现在我们就去看宅子。宋池被女孩牵着手拉着向外走，3套房子都是在宋池名下的，面积都不小。苏角角看中了距离督府不远的豪宅。小姐，这宅子够土豪的呀，得值不少银子吧？哼，粗略估计要2万两银子。哇，这么贵啊，赚了！宋池办事很有效率，马上从王府调拨过来20几个大丫鬟，还有一堆的管事妈妈。曾经联络过苏角角的张妈妈，也就成了这内宅的主管妈妈。罗管家也是从王府调过来的老人，之前一直在望云阁伺候的。苏角角对罗管家一字一句的交代着，家具要最好的，暖阁里要弄一个精致的贵妃榻，浴房最好和卧房连着，卧房旁边的房间呢，专门给我做衣帽间，我4季的衣裳都要分开放，常年要不断热水，院子里头要建个秋千。暂时就这些，先去办吧。罗管家一头细汗，悄悄地看了眼王爷，都按苏姑娘的要求去办，一切用品都要置办最好的，去我司库直接支银子就行。罗管家心头一跳，已然明白这位苏姑娘地位不一般，再也不敢怠慢，恭敬地应下，立刻去办了。宋池搂住女孩的腰身，可满意了？满意，不过我还没有华丽的首饰呢。给你的48台聘礼都搬过来了，里面有1箱子都是首饰，你去挑。可乐，你快点把那箱子首饰都倒腾出来，回头我挨个的过眼。王爷，女孩子嘛，都喜欢亮晶晶的首饰，以后你要经常送我礼物，我才会更加开心。小东西，你这敛财的本领可不小啊。哪里，这叫恋人间的情趣。他当然是在敛财了，为了以后自由之后加点厚实，但是他肯定不能承认呢。宋池想到刚才苏东阳的话，你爹刚才说的面首是怎么回事？真的就只是过嘴瘾，说着玩的。我爹那个人你也知道，他胆子最小了，一天不哭都难受，这种惊世骇俗的事情他哪里敢想啊？那就是你敢想啊？我也不敢。苏角角晃着男人的袖子哄道，哎呀，我这个人最讲诚信了，王爷按照协定满足了我的条件，我自然也要遵守协定，保证对您忠贞不渝。心里补了一句，暂时的。宋池才不信他的话呢，这个小骗子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从来都不一样。即便知道他是在敷衍自己，可宋池还是觉得心里舒服一些。说到协议，他心里一动，一把抱起女孩，走，按照协议履行你外使的义务。说着就大步流星向正屋走去。苏角角直接呆了，他虽然有心理准备，还是有点慌，毕竟一直只有理论还没有实践。我说王爷，先别急啊，是不是该有个什么仪式感，喝个酒啊什么的？你还没洗澡呢。他抱着他直直走进后宅卧房，竟然脸不红气不喘，体力相当好，将苏角角一把放在床上。宋池接着就急不可耐地扯衣服，慢着，不洗澡绝对不行，关键的部位更是要洗干净，否则容易让女人生病。宋池心道，不愧是苏角角，总是语出惊人。我要偏不呢？要硬来啊？那我可以不配合。女人如果不叫不动，男人的趣味就会丧失多半。你可真是。正要无奈的去洗洗，苏角角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宋池心头一颤，以为这个女人心软了，满怀期待的看着他。王爷，是不是该把这个月的零花钱先支付一下？宋池额角狠狠地跳了跳，从怀里抓出来几张银票，看也不看，随手丢给他。还能少了你的钱吗？苏角角连忙把银票数了数，哇塞，3500两，赚了！王爷真好，爱你哦，快去洗，洗完了佳佳好好伺候伺候你。明知道这个女人的甜言蜜语都没有过心，可他还是沉迷其中，想着别管他有没有真心，人属于他就行了。外面传来江回焦急的声
声音。王爷，老夫人心急犯了，让你马上回府。宋池眉心微皱，一边整理衣服。这宅子怎么收拾？你盯着吧，晚上我再过来。好的，这里交给我吧，你快点回去吧。身为他的外室，他很有炮友的觉悟，人家家里头有事儿，他绝对不会多管闲事。房子给了，钱也给了，他来不来的都无所谓了。宋池前脚刚走，苏角角就乐颠颠的跑出去。嘿，可乐，走，咱们出去玩。小姐，你不戴围帽了，要不戴面巾？从今往后，本姑娘都不用这些破玩意儿了。为什么呀？我现在是名花有主了，那位爷还是江南一霸，没人再敢打我的主意了，所以我以后不仅安全了，也自由了。主仆俩来到了香粉店，把最贵的香脂拿出来。这位姑娘，这可是西域的秘制香脂，涂抹之后肌肤会又细又白，还不油腻。可惜啊，就只有这一盒，除了贵，没有别的缺点。她素来爱美，又极其爱惜自己这一身雪白的皮子，赚钱不就是为了享受吗？她对自己很舍得，吃穿用度都是要最好的。现在傍上了宋池这么一个大财主，她更不会消停了。买了，你们多给我进点货，我以后身上也要涂这个，不怕贵，就怕不够好。好嘞，进了货，给您送去哪儿啊？金玉巷的明月院。这一盒归我了。我当是谁呢？原来是金旅阁的老板苏角角啊！怎么你也用得起这么好的东西了？以前苏角角从来不和他正面冲突，没办法，人家的父亲是大官，他惹不起。可现在他凭什么还忍让他呢？牛芳菲，先来后到，懂不懂？这盒香脂我都付钱买下了，你还抢什么？我就抢你的东西了，你能怎么着？苏角角长得再好看，没头好他也白搭，你配合我争抢吗？姓牛的，你长得那么丑，涂再好的香脂也没用。你大胆！牛芳菲伸手就来打苏角角的脸，被苏角角灵活的躲了过去。哎，算了，送给你了，谁让我长得美呢？不过你用了也是浪费。你等着！牛芳菲跑了出去。完了，小姐，你怎么得罪了这位呀？她可是临安城有名的女霸王啊，她爹特别的护犊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哼，我现在也是有靠山的人了，他爹再牛逼，敢惹宋池吗？其实他想借此试探一下宋池容忍他的底线。傍晚，两人回到新宅子明月院，里面已经整理得很是像样，足见这位罗管家的能力。传膳吧，小姐，不等王爷了。我又不是望夫石，啥等什么呢？以后到了饭点，别管王爷来不来，都照常给我上饭。晚饭特别丰盛，都是苏角角点的菜，苏角角让可乐陪着一起吃，就连可乐都喝了一碗燕窝粥呢。吃完饭就去泡澡去了。可乐给他搓着背。小姐，今晚你和王爷，你紧张吗？说不紧张那都是骗人的，可也没有特别紧张。看小说里头写的，我有点怕第一次疼。小说是啥？画本子。哦，哎，没事，不用担心，这一点事我能应付，毕竟看了那么多的片儿，也不是白看的。这时候就听到一阵脚步声，接着男人颀长的身姿出现在旁边。小角，你怎么进来了？你先出去啊！女孩子难得露出羞窘的神态，看得宋池心情飞扬，偏偏不走，还恶趣味的向前面凑了凑。我的角角，难不成你害羞了？要不这样，我陪你一起洗，可好啊？谁要和你一起洗了？你快点出去！看他真的是有点恼怒了，才不舍得转过身去。我去旁边的浴房去洗。苏角角刚刚松口气，男人突然转过脸，洗完就不要穿衣服了，反正都要脱，多余。要你管！等到宋池离开，苏角角抚着心口，突然发现心跳很快。该死的，本来他一点都不紧张的，被宋池这么一闹，竟然开始慌乱起来了。要不小姐就别穿中衣了，裹着浴巾直接去床上吧。胡扯！可是姑爷说的对呀，反正睡觉的时候也要脱，又穿又脱的好麻烦呀。斯可乐，你想挨打是不是？臭男人说的话你也信？他又不是他后院里争宠的女人，才不要那么丢人呢。慢着，你刚才说谁？姑爷？哪来的姑爷？我是人家的外室，他算哪门子的姑爷？哦，王爷。可乐，你要搞清楚，你小姐我走到这一步都是逼不得已，但凡我有一点办法，也不会以色示人。我知道了，我就是看着小姐不像是多么难过，哼，苦中作乐罢了。难不成我还非得天天哭死，或者郁郁寡欢？人嘛，总是要活下去的。等到苏角角绞干了头发，穿上中衣，披散着瀑布一般的长发，走进卧室，宋池已经洗好了，等在屋里。看到他进去，他眸色一深，坐在桌前向他招招手。角角，来。苏角角下意识地咬了咬唇，深呼吸一口，竭力让自己显得很淡定，走过去坐下。可乐，你退下吧。
了。可乐有点担忧的看了一眼自家小姐，无奈的低头退了出去。卧房里只有他们2个人。娇娇，之前看着你挺大胆的，怎么临上阵了，你竟然也知道怕了？谁怕了？输人不输阵，他怎么说也是一个见多识广的现代人，男女之间的那点子花样，他早就看了很多遍了，就差实战而已。王爷，您还是先关心一下自己吧。有些人外表看着不错，一到了床上就成了蜡枪头。行不行？待会儿你就见分晓了。苏角角说完这硬气的话，接着就后悔了，他干嘛要激将这个男人呢？王爷，你以前有过女人吗？有没有过都能让你满意。苏角角愣了一下，恍然明白了宋池的话。原来他也是个厨，以前都没有过女人，他心里突然一下就平衡了。大家都是小白，半斤八两，他还有什么好紧张的？啊，原来王爷从来都没有过女人啊，那你刚才的话就有几分吹牛的嫌疑了。你都没试过，怎知你就行？宋池淡淡一笑，没有和他争辩，只不过眼底划过一抹霸道，他会用行动证明一切的。桌子上备好了酒，宋池倒了2杯，递给苏角角1杯。没有八抬大轿，没有十里红妆，那就喝一个交杯酒吧。他白天说的话，他听进了心里。苏角角也不扭捏，端起酒杯，和宋池的胳膊缠绕在一起。好，崭新生活的第1页，他做外事的第1天。苏角角一口喝干了杯子里的酒，他唯恐他今晚会抗拒他，特地准备了这酒。况且他第一次喝点酒，落元红石能够减轻一点疼痛。1杯酒下肚，脑袋很快就有点发晕。好事成双，不如再喝1杯。男人搂着她的腰，将她抱在自己的腿上坐着。好，角角，不能再喝了，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苏角角有点醉了，觉得眼前的人都在来回的晃。姐姐我见多识广，岛国片子也看过无数，虽然没有实践，可是理论知识妥妥的很足，不要小瞧我了。角角，你醉了。你才醉了，你是谁啊？长得还怪好看呢，小哥哥，加个微信2字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就被男人抱上了榻。苏角角脸蛋绯红，往宋池的颈弯里头一靠，小爪子往他的腰腹探去。哎呀，小哥哥有没有腹肌呀？来，别害羞，给姐姐摸摸。宋池的脑袋嗡的一声响，仿佛被点燃了大火，压着女孩倒在了床上，衣裳零碎的抛在地毯上。眼前娇媚的景象令男人呼吸尽失，热血翻涌。偏偏女人半眯着醉眼，墨发铺陈，小手还不老实的对着他各种戳戳点点。宋池觉得自己瞬间就失控了，红烛摇曳，暖帐轻颤。可乐候在外面，依稀听到里面断断续续的声音，又是惊又是羞。1个时辰后，可乐几乎都要睡着了，里面宋池终于叫了水。宋池抱着昏昏沉沉的女人去浴房清洗干净，返回床上抱紧了她。苏角角的酒劲儿过去了，可能是刚才醉了酒的缘故，落红倒是没太疼，只是浑身都发酸。想不到宋池平时冷傲金贵，在这事儿上却是个非常放浪狂肆的。疼不疼啊？肯定不得劲儿。我准备了御药，涂上就不疼了。说着，他从里面翻出一盒药膏，涂上药之后，果然清清凉凉，酥酥麻麻，不适感很快就消失了。苏角角打了个哈欠，刚要睡觉，旁边的人又不老实了，他推推搡搡了半天，仍没敌过他的力气。宋池，你混蛋！女人反对的声音被淹没在他的吻中。寂静的夜里，卧房的烛火仍旧亮着，已经打瞌睡的可乐惊醒了，江回也一直伺候在外面。他狠狠地瞪了可乐一眼，对着卧房的方向，勾人魂的妖精。里面又叫了2次水，彻底消停时，天色都快明了。一夜叫了3次水，这直接震惊了张妈妈。他们王爷多年来身边连个通房丫鬟都没有。总督府里，舒云川和几个官员干巴巴地等着。舒先生，总督大人是不是有事啊？对啊，以往大人从未迟到过。再等等吧，总督兴许有什么事耽搁了。看了看沙漏，天爷爷，都快午膳时间了，这宋君兰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来好歹也吱一声啊！总督大人到，见过总督大人。大家不必客气，都坐吧。哟。
不对劲儿哦，宋君兰今天的状态和语气都透着古怪。商议完政务，所有人都散去后，议政殿里只剩下了宋池和舒云川。午膳摆上来，两人都吃得很有仪态。宋池貌似想到了什么，低声嗤笑了一声：“宋君兰，你今天不太对劲儿了，你别吓我。说实话，你来晚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私事？什么私事能让你变得奇奇怪怪的？没什么，就是被女人缠得厉害，耽误了些时辰。”女人？你那个小妾啊！宋君兰，你不要沉迷进去，不要为了一个女人误了大事。放心，我心里有数，不过一个伺候的玩意儿罢了。舒云川似信非信的缓缓点头。苏角角一口气睡到了晌午头，懒洋洋起来，筋骨酥麻。狗男人，没轻没重的，没个够吗？可乐端着银耳汤进来，小姐，你嗓子肯定不舒服吧？先润润嗓子。苏角角喝了几口汤，这才意识到可乐的话是什么意思，无奈的叹了口气。这古代的房子隔音本来就不好，偏偏大户人家干个啥，外面还要有下人等候着。张妈妈含笑走了进来，苏姑娘，这是大夫人赐给您的滋补汤。苏角角眉头微微皱起来，她知道这哪是什么滋补汤啊，分明就是避子汤。大夫人考虑周全啊，接过去避子汤一饮而尽。虽然她也不想怀孕，可她讨厌被人掌控的这种感觉，不行，她要想个办法。身体是自己的，她要好好爱护，而她信任的医生也只有那一个。可乐，待会儿咱俩悄悄的去找小林大夫。啊？谁？小姐，万万不可呀！给王爷戴绿帽是要死人的。哎呀，可乐，你想什么呢？我脑子又没进水，怎么会给王爷戴绿帽子呢？那小姐去找小林大夫干什么呀？有些事儿只有他去做，我才放心。小姐，王爷知道了会扒了奴婢的皮的。小姐深得王爷宠爱，就算犯了错，也只会在卧房里罚您。王爷又不舍得对您伤筋动骨，可是奴婢就惨了，王爷肯定会把怒火都发泄到我们下人身上的。小姐，可乐还想多活几年呢，您就别折腾了。晚上我让厨房给你炖个猪肘子。小姐，不行的，挑个肥瘦相间的肘子，把底料放足，用砂锅慢慢的炖它2个时辰，到时候皮香肉烂，浇上汁，再配上一碗米饭。可乐用手背擦了一下嘴巴。可乐是小姐的忠仆，为了小姐万死不辞。苏角角心道，果然对付馋猫必须上硬菜。等到穿戴好，苏角角和可乐走出屋子时，门外的几个大丫鬟全都惊呆了。苏姑娘太美了，恍如天仙下凡。可乐对着张妈妈吩咐，我们小姐要去金缕阁，麻烦张妈妈安排马车。好的，老奴这就去安排。主仆2人上了马车。小姐，你发现没？那些丫鬟看到你全都惊呆了，嘴巴都张那么老大。他们的化妆术简直不忍直视，一个个都把脸涂得惨白，也不看自己的脸型怎样，一律把眉毛画得细细的，腮红涂的位置不对，都像是猴屁股。化妆的最高境界是突出优点，妆面干净通透，眼睛妩媚，唇形性感。没看见有人跟着呀？切，让你看见那还叫什么高手？马车停在金缕阁，两人进了店铺。苏角角有条不紊的快速处理完积压的事情，故意大声说：“可乐，我乏了，要歇个晌，别让人来吵我。”知道了，小姐，我让人守着，不让任何人打扰您休息。苏角角快速披了件单层的披风，和可乐从隐蔽的后门悄悄出去了。很快就到了济世堂的后门，两人快速闪了进去。林清源的妹妹林夏荷正弯着腰晾晒着草药。夏荷，你哥哥人呢？苏姑娘，您怎么来了？我找你哥哥有急事，你能不能把他叫过来？拜托了。林夏荷立刻去了前院。很快，一阵焦急的脚步声传来，苏角角转身，恰好和林清源火热的视线交汇。角角走到近前，林清源一把握住了苏角角的手。角角，你能来，我太开心了。我抽出来自己的手，往后退了一步。我有钥匙。那我们屋里说。两人走进屋里，可乐在外面守着。小林大夫，你身子恢复的怎么样了？为什么叫我小林大夫？叫我清源，我是角角的清源。看样子你恢复的不错。对，我身体没事了，可以带着角角离开这里了。林清源，咱俩不可能了。我现在是宋池的外室。林清源眸底涌着难过，用力的吸着气。为了让他死心，苏角角接着补充了一句：我已经委身于他，成了他的女人。角角，我不在乎，我心里只有你，我想要和你朝夕相处，相伴到老。
我们斗不过宋池，你如果再和我有瓜葛，他会要了你的命。林清源用力地抱着苏角角，像是拥抱着心爱的珍宝一般，声音温柔有坚定。角角，我不怕死，我也不怕宋池。找了机会，我带着你离开这里，我们北上去宋池找不到的地方。可是林清源深情地看着他，眼如水，脸通红。角角，没有你，我过得如同行尸走肉，我白天晚上都在想念你，这辈子我非你不可。苏角角被他说的脑子都乱了，再和他掰扯下去，天黑了也掰扯不清楚。清源，你先帮我个忙，你尽管说。你帮我配置避孕的药丸，成分要没有副作用，不伤身子的那种。好，我会用最好的药材护好你的身子。角角，你相信我，不会太久，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宋池和2个下属探讨着加固战船的设计图以及扩大战船容积的方案。立在窗前看景的舒云川，咦，俊兰，我好似看到个熟人。宋池不予理会，继续和人讨论着，像是你那个小妾啊。话音刚落，宋池已经来到了窗前，从楼上向下凝视，只见对面的巷口一道旖旎清丽的身影带着个小丫鬟快速闪进了巷子里。宋池眯起鹰眸，真是苏角角。江一，房间里猛然闪出来一个暗卫，主子，速速去查跟着苏角角的暗卫，确定他的位置。是。江一瞬间消失。女孩子嘛，贪玩一些是有的，也没必要看得那么紧。哼。宋池冷冷地哼了一声，难辨喜怒，可他背后的手指却用力捻了捻。江一很快回来了。主子，江8、江9一直误以为苏姑娘在金缕阁，现在才发现跟丢了。宋池的脸色瞬间黑了下来。哎呀，这条巷子能去哪儿呢？能绕去济世堂。济世堂怎么了？他可不知道这个苏角角过去和济世堂有什么关联，可瞧着好友一副被人掘了祖坟的恼怒表情，应该有点猫腻。备马给本王围了济世堂。舒云川哪能放过看热闹的机会啊？更何况是宋君兰百年不遇的热闹，连忙跟着出去。君兰，等等我。屋里徒留下2个惊呆了的属下，街道上小贩林立，热闹非凡。让开！只见一队侍卫纵马疾驰而过，打头的是英姿勃发的宋池。舒先生，你别抓那么紧，那是我的痒痒肉。舒云川反而抓得更紧了。江回无奈，刚刚消停没几天的济世堂突然被重兵围住，还不去开门？话音未落，宋池已经几步抢上前，一脚踹开了大门，快速迈步走了进去。好吧，我们也进去吧。宋池气势汹汹地杀进了济世堂后院。你们为何强闯民宅？宋池看都不看他一眼，眯着眼睛狠辣地盯着紧闭的房门，垂着的手指一根根攥紧。林清源，出来！官爷找我兄长作和，他在养病。宋池眼底晕着怒火，几步上前，正要抬脚踢开房门，门却先开了。林清源缓缓走了出来，直直看着宋池，毫无畏惧。王爷到我济世堂有何贵干？苏角角呢？王爷跟我要人。哦，对了，她是我的未婚妻。宋池一把抓住林清源的衣襟。林清源，你给我记住了，苏角角是我的女人，是本王的。狠狠地丢开他，给我搜！侍卫们像是虎狼一样的冲进了后院各个房间。宋池看着林清源的那张脸，越看越恨。苏角角喜欢这号的，文文雅雅，唇红齿白，如云朵，如修竹。一瞬间，宋池想将林清源的脸给毁掉，或者将他碎尸万段。王爷，没有。苏角角人呢？他可来过？我说未曾见过，你信吗？王爷对自己也没有自信吧？得到他的人又如何？你得不到他的心。混娘的！林清源猛烈地咳嗽着，呕出来一大口鲜血，满满的不服气和挑衅。敢觊觎我的女人，本王就送你这碍眼的东西去阎王殿报道吧。林清源眸底一闪，眼前一晃，凌夏河将他整个人挡住。王爷要杀便杀我，我替哥哥抵命。那便都杀了。君兰，算了，杀一个平民传出去，对你生命也不好。怎么？我宋池的声名留着，是为了让他惦念我的女神吗？那这声名不要也罢。舒云川给江回使了个眼色。王爷，这小子手无缚鸡之力，什么时候杀他都简单。可苏姑娘得知他死在了您手里，只怕……宋池眸子眯了眯，心头有几分刺痛。一个陪睡的玩意儿，他知道了又怎样？苏姑娘又没来这里，许是你误会了她。明知这话就是个心理安慰，宋池却宁可是真。江回瞄了眼主子爷，硬着头皮说：要折磨一个人，没必要非杀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王爷，不如狠狠罚林清源，贴近了密语，等他成了个半残废，想什么都没用了。林清源对本王不敬，江回，你对他酌情处罚，
江回领悟，遵命。宋池丢下大刀，转身就走。君兰，何苦这么生气？俗话说捉奸捉双，你那小妾又没在这儿。宋池阴狠地瞪了他一眼，吓得舒云川立刻闭紧了嘴巴。林清源对王爷大不敬，罚跪3天。啊，跪3天，那哥哥的腿就废了，指不定命都保不住啊！官爷，求官爷开恩啊！我哥哥伤病未愈，这般惩罚下去，他会没命的。一下满脸关我何事的冷漠表情，两个侍卫摁着林清源跪在了院子里。求官爷开恩啊，请从轻处罚。夏荷，别求他们，我受罚便是。哥哥，你这身子真的承受不住啊！舒云川去而复返，看了看跪着的病娇男人，想救你兄长，不如去求苏角角。江回震惊地看着舒云川，他为何要帮林家兄妹啊？林夏荷撒腿就向外跑。夏荷，回来，你别去。他不想苏角角为了自己在宋池的跟前低三下四，委曲求全。侍卫将林清源摁回去，不让他乱动。林清源看着妹妹消失的背影，无奈地叹了口气。江回跟着舒云川走出记事堂。舒先生，你刚才为什么提醒林家？我只是不想看着某人太失控，以免影响大局。江回没听懂，可他不想承认自己笨。他俩早日一拍两散不更好？舒先生，您不骑马了？在下还想多活几日。刚才颠的他肚子里的心肝肺都错了位置，他宁可腿着走回总督府。苏角角带着可乐从后门离开记事堂。只要离小林大夫远一点，我这心跳就能正常点儿。哎，小姐，您来这里干什么呀？我想再买个铺面。这么大牌面的铺子可贵着呢。这铺面多少钱转？小孩子勿要取闹，出门左转就是你们小姑娘家喜欢的脂粉铺子。嗨，别瞧不起人呐，我们小姐可是金旅阁的老板。就算是金旅阁的老板，也不一定能买得起这楼面，这可不是小数目。这么大的铺面，要价肯定不能低。想买这楼又拿得出钱的人一样也不多。我既然敢问，就说明拿得起钱。你确定要错过一个罕见的买家？既然姑娘诚心问，我便透个底价，1万两白银，这是主家要的底价，不能还价。小姐，走走走，太宰人。既然是买卖，肯定不能是一口价。你这楼确实不错，我看中了，那我也诚心的给你个价，你觉得合适就卖。请讲。3000两。你说给多少？3000两白银，全款，立刻付。你拿我寻开心玩呢？3000两，你就是把钱砸我脸上，我也不能卖。你再考虑考虑。考虑个屁！再啰嗦一句，我就打你出去。没见过这样还价的，简直就是侮辱人嘛！你有那个胆子吗？有何不敢？你天王老子吗？不好意思，我恰好是你惹不起的那一种。我男人是江南王宋池。宋池由暗卫带着寻到此处时，恰好听到了这句话。我男人是这几个字，怎么就他娘的那么动听呢？宋池停在门外，扬手让所有人都不要出声。小娘子，你吹牛皮也看看天。你要是江南王的女人，那我还是江南王的老子呢。谁不知道咱们江南王不近女色，至今还未娶妻，身边连个母的都没有。你这楼虽然盖了3层，可年数已久，想要继续用必须要翻新。你这楼的位置有点偏僻，并不在商业繁华地段。你要1万两白银，分明就是狮子大开口。3000两白银虽然不算多，可也算是公道的价格。你如此恶劣态度，分明是想从中牟利。即便你说的都对，我偏要卖1万两，你能拿我如何？对付你这种贪得无厌的人，也只能以恶制恶。我让江南王给我主持公道。你这是以权压人，江南王会为了你做这种事？本王还就以权压人了。苏角角转脸看去，只见宋池阔步迈入。草民叩见王爷。宋池也不理他。不是在金旅阁，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想买这家楼面，说着走过去。是人漫天要价，人家好不开心啊！王爷，你给我撑腰。宋池垂着眼睫，沉沉地审视着女孩，面上神色未变，毫无所动，心里却翻江倒海。他是否跟姓林的也这样撒过娇啊？他喜欢林清源，为何还能对自己如此自然的虚与委蛇？自己在他心里可有一分地位。王爷，要这铺子做什么？想着开个娱乐城。娱乐城那是什么？哎呀，你放心，一定是正经的买卖。王爷，我就舍得出3000两，不管你必须要帮我盘下来这里。一直跪着的管事听着王爷和那个小美人你来我往的亲密对话，惊得冷汗涔涔。给你3000两，立刻把地契房契都签了。草民领命。这个小娘子可真是厉害，怎么就估算的这么准？卖家就要3000两，他这一趟算是白玩了，一文没赚。此人冒犯本王尊严，拖出去杖责30。
苏角角满意了，一把抱住宋池的腰。嘿，王爷你真好。宋池心头一热，却仍旧绷着脸没笑，也没有回搂他。这点反常，苏角角敏锐地察觉到了，料想和自己偷溜出金缕阁有关。既然他没问，他就不说。他想冷着他，殊不知他心里头正盼着呢。王爷，我还要去金缕阁，就不打扰你了。说着，女孩干脆利索地向外走。宋池快步跟上去，一把扯住了她的手腕，将她拽进自己的怀里。以后不许再去见林清源。我一直没见他呀。有一种无法掌控的焦虑感袭上心头。宋池低头，狠狠地吻住他，用力碾磨了许久。心里不许有他，否则我会杀了他。伙计成了你的人，心里就只有你。明知道他的话有多么敷衍，他还是被电得脊柱发麻，将女人紧紧地锁在怀里，低头狂热地吻住了她的唇，吻她的颈。可乐羞红了脸，背过身子去。许久，宋池亲自抱着苏角角送上马背，他再跃上马，抱她在怀里，两人共骑一马，慢悠悠地溜达着。赶过来的江回眼珠子几乎掉出来。王爷难道不追究这个私会野男人的女人了吗？怎么两人又黏糊在一起了？王爷，宋池冷冷地瞪了江回一眼，明显不想让他提有关于林清源的话。江回撅着嘴推到一边，高头大马溜达到金缕阁时，门口聚集了很多人。咦，好像有人找茬哎，快放我下去，我去看看怎么回事。宋池抱他下马，女人提着裙子冲进了人群里。金缕阁的衣服洗了一次就变形了，更过分的是，衣服里竟然藏着针，本小姐差点破相。狗屁金缕阁，你料差做工粗，以后再也不来买了。我可算是明白什么叫做丑人多作怪了。苏角角，你金缕阁做买卖不成器，我这就把你告到府衙去。有我在，你今后别想再开店。看着牛芳菲又跳又叫的跳蚤样，苏角角暗暗挂上了黑线。苏角角，你笑什么呀？你家衣服出了问题，你长得就算比天仙都漂亮，去了府衙一样受罚。牛小姐，你说衣服里头藏着针，那针呢？这不是，大家伙儿都看看，这么长这么粗的针藏在衣服里，这不是要取人性命吗？本小姐差点被扎得死过去。周围一片哗然。苏角角，你还有什么话说？走吧，去府衙等着吃官司吧。人群外的宋池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小丫头遇到了难题，她等着他来求她，帮她的条件她也想好了，就让她晚上主动些伺候她，按照图册上羞人的姿势，非让她来上一遍。胡乱这么一想，心头就火气大涨。牛小姐，虽然你身为知府大人的千金，可你诬陷好人也是一样要吃官司的。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抵赖啊？店长，把做工名册拿来。店长应了声，很快抱着几本账册送来。牛小姐，你这件衣裳是哪天找哪位女师傅给你裁剪的？牛芳菲愣了一下，对着她的丫鬟用力的挤眼睛。半年前赵静裁剪的。苏角角翻看名册，按照时间找到赵静。那一天，牛府果然来定制了一条秋裙。牛芳菲露出得意的笑容，是藏青色雪花缎。嗨呀，牛小姐，你这衣裳颜色对不上啊！我们店给你做的是藏青色，你却拿来了一件鹅黄色。苏角角，做个破衣裳，你至于还要系上颜色吗？不好意思啊，这是本店的工作规范。我不管，这针就是从你家衣服里面藏着的，我去府衙告你，你别想脱罪。宋池脸色冷峻，不满地哼了哼。牛胜那个家伙，平时精明强干的，怎么生出来的闺女那么不顶用啊？可乐，把牛芳菲留下来的衣裳和针头收起来，送去知府衙门。为什么呀？他不告我，我却要告他。可是小姐，他爹是知府大人啊，你要去知府大人跟前告他的亲闺女。哦，怎么不行啊？行是行，就是有那个必要吗？苏角角眸光闪了闪，当然很有必要了。他要抓住这次机会，努力给宋池增添麻烦，说不定宋池一个不耐烦就将他给甩了呢。一门心思在赚钱上的苏角角立刻跑去金缕阁的楼上，麻利地写下来很多装修事项。他刚买下来的3层楼要好好开发。姐，小全子，你怎么来了？咱娘让你回家一趟。咱娘家里出事了？你快去，让你姐姐回家一趟，就说有大事儿。姐，当时咱娘就是这样说的。你就没听见是什么事儿？没有。哎，他这个弟弟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玩，一点心眼子都没有。走吧，回家一趟，看看有什么事儿。对了，咱爹哭了吗？肯定哭了呀，可为什么哭我就不晓得了。苏角角也无法判断家里的事情严重不严重。几个人坐上马车，很快就回到了苏家。爹娘到底怎么了？角
家里来客人了。客人谁啊？还没看清屋里的人是谁呢。快关门，别让人瞧见了。可乐赶紧关上门。苏角角一头黑线，就他爹刚才那一嗓门，宋池派来的暗卫肯定都听见了。真是此地无银300两。待看清了屋里坐着的人，夏荷，你怎么来了？是不是你哥哥出事了？你们瞧，我生的闺女就是聪慧，一猜就猜到了。苏姑娘，求你救救我哥哥！哎，你这丫头，我们之间你用得着这样吗？有什么话坐下来说。你哥哥到底怎么了？你刚走，王爷就堵上门来了，是问你有没有去过。我哥哥惹怒了王爷，王爷罚我哥在院子里跪3天。可怜我哥哥，上次的伤还没痊愈，要真连着跪3天，不说腿废了，那条命都不定能保住。你别急，你哥哥我就定了，你哥哥都是因为我才遭了罪，就算是拼上我这条命，也一定要保住他。你先回去，我自会去想办法。林夏荷感激的点头，也不停留，走了出去。唉，说起来，小林大夫真是个不错的孩子，要不是王爷，哎呀，你和小林大夫已经成了好事了。世事无常呀。娘，我走了，有事就去金玉巷的明月院找我。你这去哪里？还能去哪儿？总督府找宋池。哎呀，你个傻孩子，这时候你怎么敢去找王爷呢？林清源是他罚的，不找他怎么救林清源啊？你为了个别的男人去找王爷，不是等着王爷恼恨你吗？王爷那么凶，一气之下打杀了你，可怎么办？我不让你去，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闺女去送死。爹，林清源本来就是我招惹来的，如果不是我，他也不会遭受这些灾祸，我不能坐视不理。你这孩子怎么就不能顺着王爷呢？咱一家老小的命可都攥在人家手里呢。苏角角懒得多说，径直走了出去。苏角角再次被侍卫拦住，舒云川正好走过来。哟，这不是咱们王爷的爱妾吗？舒先生是吧？你好像弄错了一件事，我不是宋池的妾，我是他的外室。舒云川眉头一跳，这女人不一般，敢把外室说得如此理直气壮的人很少见呢。行了，还不给苏姑娘放行，以后记住了，这位可要恭敬着点，那可是咱们王爷的心肝肉。苏角角懒得搭理舒云川的冷嘲热讽，急匆匆踏进了总督府。他早点见到宋池，林清源就能少跪一会儿。闹几场是不是就能掰了？苏角角记性很好，按照上次来总督府的路线，他很快就找到了议政殿。江回正守在门口，王爷是不是在里面？在。哎，你不能进。苏角角走进议政殿里间时，临安知府牛胜正在和宋池议事。宋池抬眸看到是苏角角，心头一热，他这是来叫他一起回去夫妻双双把家还吗？方才还严肃冷硬的面容禁不住就柔和了几分。角角来了。苏角角懒得伪装了，冷着脸说：王爷，我找你有事说。牛胜震惊不已，能堂而皇之走进总督府，还能和王爷如此语气说话的人，绝对不是一般人。你先去里面吃点点心，我和牛大人还有点事没说完。我的事有点急。苏角角，什么事也要有个先来后到。王爷，明日我再向您继续汇报也成。我衙里还有事儿，就先告退了。说着赶紧溜了。苏角角和宋池冷冷对视着，气氛越发紧张。宋池烦躁地捏了捏眉心，他极少对他冷着脸，他妈的擅长识时务，趋利避害。你的急事到底是什么？平白无故的，你为什么要罚林清源？怪不得急成这样，原来是为了他。林清源不像你习武，他身子底子本来就薄，上次在牢里挨了打，至今还没有痊愈。你今天再罚他，能要了他的命。就算本王砍了他的头，谁又能说个不字？你这叫不讲理，你仗势欺人，为官不仁。他一把捏住了苏角角的脖子。苏角角，是不是我太给你脸了？纵容的你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敢对着本朝的江南王大呼小叫。苏角角瞬间有点呼吸困难，明知道他不会真杀了自己，可还是有点惴惴不安，脑子里瞬间划过无数个对策。活着被你这样欺负，倒不如死了痛快。你杀了我好了。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没人能威胁得了本王。现在你就弄死我！苏角角不退反进，闭上眼睛，几颗晶莹的泪珠滑落下来。男人的手缓缓用力，还带着几分微不可察的颤抖。活到26岁以来，还没有谁能够经常气得他心疼肝疼到处疼。他真想狠狠心，就此将他弄死得了，省得自己成天被气。苏角角干脆开始闭息，很快身子像是面条一样的软了下去。宋池下意识的拖抱住了他，赶紧去试探他的鼻息。他没怎么用力气啊。苏角角，喘气，给我喘气，敢给我死你试试。抚着他的胸口给他顺气。苏角角为了逼真，憋气憋的差点真的死过去，悠悠吸了口气，缓缓睁开眼。别急，慢慢喘气，我根本就没使劲，你气性怎就这么大？你要掐死我！那还不是你气的，我也就是吓唬吓唬你，别哭了，哭的嗓子不舒服。我慢慢说，怎么
我脖子疼。宋池心头一颤，看到他脖子上赫然一圈紫痕，顿时有些心疼自责。他真心没用什么力气啊，怎么就这么的严重啊？他哪里知道，苏角角这身皮子格外的娇嫩，本就雪白，稍微一用力就能够留下痕迹，想道歉又拉不下脸来，主要是也没有那个习惯。他少年成名，官运亨通，年纪轻轻就独揽大权，何曾对人低头道歉过？以后你别再拿狠话气我了。怪我吗？还不是怪你小心眼子。宋池咬着牙根，竟然无言以对。林清源又没有犯错，好好的，你罚他做什么？哼，还真是关心他，怎么心里还惦记他呀？为了他，你对我不是鼻子不是眼的。我都是你的人了，我还惦记他做什么？原来我也不喜欢他，现在有你这么优秀的男人在身边，我哪还会多看他一眼啊？你就是多疑啊！宋池垂下眼睫，没有吭声。他才不信他的话呢。他一个普通的大夫，因为我被抓去了牢里，打了个半死，我本来就对他愧疚不已，现在可好，你又接着罚他，这让我对他的愧疚更增几分。唉，本来我都已经把他那个人忘了，经你这么一出，反而总是让我想起他了。不许你再想他。他要是因为我遭受了无妄之灾，被罚成了个残废，或者丢了性命，那我真的就要想他一辈子了。毕竟愧疚也算是想嘛。苏角角，你又气我是吧？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何必在意一个不起眼的外人呢？还因此伤了我们俩之间的感情，你就放了他吧，别罚了。外人，他们俩的感情。宋池心头一动，本王朝令夕改的面子哪儿找啊？不甘心。苏角角暗暗骂了句狗逼男人，人家这里都疼，你给揉揉嘛。宋池犹如被电流击中，低头狠狠地捉住了他的唇，房间里的温度瞬间就升高了。舒云川摇着扇子乐滋滋地走了过来，问门口的江回，里面是不是吵起来了？那女人敢跟王爷叫板，真把自己当棵葱了。是不是提前叫来御医？那么娇弱的小娘子有个3长2短的，也怪可惜的。哼，一个外室没有王妃的命，还妄想摆王妃的谱，我还是进去劝劝吧，出了人命就不好了。说着推门而入，本以为会看到女人跪在地上挨罚的悲壮景象，不料却差点自戳双目。宋君兰纳斯正抱着人家在他腿上正吻的昏天黑地，这嘴狗粮喂的是猝不及防啊！咔吧一声，舒云川的扇子掉在地上。宋池听到动静，停下动作。谁让你进来的？我以为出去。打扰。舒云川快速躲出去。怎么人死了？想多了，没死，重伤啊，屁事儿没有。江回一愣，舒先生竟然说了脏话，这是被气成什么样了？江回马上躬身进去。属下在。偷眼瞄了上手一眼，发现苏角角那个女人挨着王爷坐在暖榻上，正就着王爷的手被他喂水喝，麻蛋二字在嘴边无声划过。去记事堂传令，免除林清源的责罚。是。立刻马上去。江回偷偷翻了个白眼儿。现在就去传令，你别理他，把水喝完。江回从议政殿里出来，和舒云川对视一眼。得，白折腾一场。姓林的不罚了，连和王爷顶嘴的女人也没事，貌似2个人还更腻歪了。哎，轻敌了，那女人法力不低。江回速度去记事堂传达了命令，接着撤走了所有的侍卫。林夏荷扶着哥哥站起来。哥，你没事吧？夏荷，准备药炉，我要做药丸。且说牛胜回到知府衙门，接到了一个奇怪的诉状，竟然是状告他亲闺女的。再一看状告人的名字，顿时觉得非常眼熟。苏角角，啥时候听到过来着？等他想到这个名字是谁后，即刻赶回了府宅。爹，你回来了。你给我跪下！爹，您这是怎么了？狗胆包天了你啊！惹谁不好，非惹那个苏角角。苏角角怎么了？一个商户女，我踩死她就跟踩死蚂蚁一样简单。糊涂无知，人家踩死你跟踩死蚂蚁一样，你可知他是谁呀？金旅阁老板。他是江南王的相好。牛芳菲惊讶地瞪圆了眼珠子。宋池晚饭后来的明月院，进屋时苏角角正在写画画。写什么呢？王爷回来了，这是我娱乐城的装修方案，明天就开始动工收拾。宋池贴在女人身后，高大的身影像是将她拢在怀里，贴着她的脸去看纸上内容，越看越诧异，知道她聪明，没想到如此聪明。都是你想的。王爷，我想让罗管家帮忙选工匠，行不行啊？可以。宋池洗漱完之后，本想看看书，可一看到烛光中女人娇艳的姿容，就禁不住心浮气躁，一个字儿也看不下去了。
走到梳妆台前，我给你梳头发。行，你轻点啊，别拽断我的头发。宋池轻柔地给她的末发梳着，没梳几下，就从后面吻住了人家的天鹅颈。可乐吃饱喝足，抹着嘴巴来到小姐的卧房外，就看到几个守夜的大丫鬟全都面色羞红。仔细一听，小姐那娇气的声调断断续续，似嗔似气，真要命。难怪王爷痴迷如此，他要是个男人也得疯啊。许久后，里面叫了水，本以为就此消停了，不料御房那边又传来了可疑的水流声，更让人脸红心跳。行了，都别守在这儿了，都撤远点儿。反正一时半会儿也不会结束的。夜深沉，终于一切归于平静。苏角角像是春睡海棠，早就陷入了梦中。宋池搂着她，因为热血还没有平复，睁着俩眼还没睡，还在回味无穷。想不到男女之事竟能够如此美妙世故，却又禁不住升上来几分遗憾。如果他心里有她，该多好。第二天，苏角角睁开眼时，宋池还没离开，见他像是没骨头一样，半闭着眼睛，由着可乐给他穿衣服，就觉得好笑。来，陪我一起用早膳。张妈妈这个时候进来了，端着一碗黑乎乎的药汁。苏姑娘该喝滋补汤了。这是什么啊？大夫人赐的滋补汤。苏角一口喝干，这是避子汤。宋池脸色不太好看。等到张妈妈退下后，你别怪大嫂，她也是为你考虑。王妃入府前，你一旦有孕，确实是个麻烦。我知道的，就是这药太苦了。看到苏角角这个乖顺的态度，宋池的心里有点堵，也不知道为什么犯堵。吃完早饭，带着可乐直接来了新买的楼面，监督着工匠们开工干活。罗管家也没闲着，明月院的一个大丫鬟找了来。苏姑娘，表姑娘找来了。谁啊？王府的表姑娘，一直跟着老夫人。跟她说我没空见她。可是，哎，不见，听不懂人话吗？问了还问。柳晴儿走过来时，劈头听到如此干脆冷硬的拒绝的话，直接愣住了。是小嫂子吗？监工苏角角听到身后一道温婉的声音，转身去看。你是？我是柳晴儿，是宋池的表妹。小嫂子，你在忙呢？错了，我不是你小嫂子，请叫我苏姑娘。柳晴儿的笑容差点碎裂，她唤一声小嫂子是给足了她面子，没想到这个外室竟然还不领情。我从姨母那里听说了苏姑娘，今天特地来拜会一番。谢了，可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我又不是宋池的什么正经关系，用不着认识他的那些亲戚。柳晴儿一愣，可乐和罗管家都凑过来请示。小姐，今天统共付出去定金和材料费3200两。柳晴儿耳朵竖起来，这么大的数字，去金缕阁账上支取。苏姑娘，这是所有工匠的名册，您过目。既然交给了罗管家，所有安排就由你来做主，我不会插手各种细节。不过如果后期一旦出现任何纰漏，那我就直接找你问责。老奴明白了，绝不敢掉以轻心呐。王爷的这位外室虽然年纪小小，却是个精明强干的。忙活了半上午，苏角角准备去个凉快舒适的地方歇一歇，生命在于享受啊。苏角角带着伺候的丫鬟摇摇摆摆地进了个包间，一边让丫鬟给她扇扇子，一边大咧咧地吩咐：最好的花茶，最贵的点心，通通给我上来。她可不能委屈了自己，床上也是一样，绝不能委屈自己。昨晚她就指挥着宋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轻重缓急的都由着她来。伺候的她舒舒坦坦。认真说起来，从炮友的角度上来评价，宋池还是非常不错的，体力耐力都好得惊人，身材还很养眼，激烈的时候那腹肌要命的性感。如果他和他细水长流，正常的谈恋爱，他指不定真能爱上他。可惜啊，他一出场就是个强取豪夺的霸王，仗着权势锁住他，他现在对他也只剩下敷衍了。苏姑娘，你怎么还没走啊？苏姑娘，我和你一见如故，想和你成为好姐妹。打住，你别绕圈子，有什么话直接说。我最近忙装修，心累。柳晴儿坐在对面，脸上带着羞涩，犹豫了好久。我父母早逝，跟着姨母在王府生活有10年了，和表哥可以说是青梅竹马。柳姑娘现在多大了？20了。哇塞，你都20了，还没把宋池拿下，你这青梅竹马不行啊。我没有那种奢望，我凡事都听姨母的。被人直接戳中了心事，柳晴儿既羞愤又丢脸。你就直说，你来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柳晴儿想到自己的一把年纪，终于红着脸为难的张口。表哥以前一直拒绝纳妾，身边连个女人也没有，可现今他有了你，应该就不会再拒绝纳妾了。哦，
你是说原来宋池不知道女人的好滋味，现在破了戒，知道了，应该就会广泛接纳各种女人了，是这个意思吧？苏姑娘，你能让表哥破这个例，肯定有你的绝招，我不敢有什么奢望，只求能伺候表哥。一旦事成了，今后我定当感谢苏姑娘，还请苏姑娘指点一二。咦，这事儿有点意思哈，他正愁其他女人从哪里来呢，这不柳晴儿就送上门来了。柳姑娘，想让我帮你也可以啊，只不过我又不是观世音菩萨，总不能平白做好事吧？你放心，我一定会重谢苏姑娘。有多重？我一定会在姨母跟前进言，保证给苏姑娘一个贵妾的身份。苏角角被气得连连咳嗽，那是他好不容易才丢掉的大累赘。我发誓一定说到做到。我不想当什么贵妾啊！侧妃，你是不够格的。你有多少钱啊？有点提己钱，不算多。1000两有没有啊？人家僵着脸摇摇头。500两总有吧？凑在一起应该是有的。切，真穷。不过帮人不能白帮，否则有愧于商人的原则，没多有少吧。那行，你给我500两，我帮你创造机会，和宋池共处卧房。至于成不成，那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多谢苏姑娘，你真是个大好人。尽快付钱哦。我下午就让人送来银子。痛快。那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晚上吧。你晚饭前来我住的明月院。柳晴儿怔了下，没想到苏角角是个如此雷厉风行的人，一时间惊得傻在了那里。喂，别傻呀，今晚需要你鼓足勇气，勇往直前，冲冲冲！宋池那个家伙体能极好，万一他不乐意，你要做好霸王硬上弓的准备。哦，对了，你最好是弄个什么春药之类的，我可以帮你提前下给宋池吃。苏角角浮想联翩，到时候吃了春药的宋池和热情似火的柳晴儿滚在一起，他再来个捉奸在床。到时候他就能够将外事协议拍在宋池的脸上，很牛逼的甩下一句：老娘自由了。柳晴儿离开茶馆时微微拧着眉头，虽然苏角角全心全力要帮他，可他总觉得这位外事哪里奇奇怪怪的。苏角角从茶馆出去，可乐正好支了银子过来。小姐遇着好事了，笑得这么开心。正经，哎呀，白赚了500两，心情无限好啊。啥？哪来的500两啊？如果事情顺利，指不定我们马上就能够回苏家住了。可乐一头雾水，白赚500两和回苏家住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搞不懂。午饭后，总督府里，宋池和舒云川难得休息一会儿，在书房里各执一隅。听说你那个小妾在装修楼面，抛头露面的，你也不管管？你挺关注我的女人啊，大哥，咱俩谈话的关注点不在一个地方，好不？王爷的女人要守规矩，要顾及你的脸面，她成天在外面跑，保不定就和林清源、马清源的搅和在一起。我房里的事不需要你指手画脚，心底却有点讪讪。他要是能够管得了苏角角，他早就管了。逼急了他来个鱼死网破，他哪里去找女人睡呀？搅屎棍舒云川没有成功搅事儿，有点失望。莫名的，他就觉得苏角角这个女人将来会成为宋君兰的绊脚石。再次端起书的宋池一个字儿也看不下去了，一想到苏角角的风姿，就禁不住心猿意马。昨晚真他娘的美滋滋啊！想看他笑，想看他哭，想死在他那里。江回，属下在。他干嘛呢？江八刚才来说，苏姑娘刚用过了午膳，还在监督楼面的装修。天这么热，让下人们去盯着不就成了？去给他送个井水冰的西瓜，嘱咐他别中暑了。属下这就去办。仅仅陪睡的玩意儿，你这么上心？宋君兰，你知道不知道自己辛苦不易啊？下午，牛芳菲找了来。苏角角，咱俩和平相处吧。我爹说了，我惹不起你，只能和你做朋友。你哦什么哦啊？以为我乐意来服软啊？要不是你，我爹说了，让我请你吃饭赔礼。你爹还说什么了？爹保女？你说我什么？爹保女？不是吗？一口一个你爹说了，你没点自己的主见啊？依着我的主见，我先把你打趴下，然后扯光你的头发，看你还傲什么傲？别光说不练，你来啊！仗着好看就轻视人啊！我非打得你！拳头晃了晃，没敢砸下去。哎呀，苏角角，你真讨厌！长成这副狐媚样就够欺负人了，骗你找个靠山，还是1等1的，气人！这让别人可怎么活呀？哎呀，气死我了！牛芳菲气得跑走了，苏角角没忍住，扑哧一声笑起来。牛知府的这个闺女啊，挺有意思的。晚饭前，苏角角回到明月院，柳晴儿已经是等候多时。来了，这是我找来的春药，别怕，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男人都是一个德性，到嘴的肉哪有不吃的？到时候你放心大胆的扑倒他，别害羞，热情主动些。苏姑娘，一旦事成，今后你就是我最好的姐妹了，今生我都会全心全意对你的。
那倒真不必了，你以后把我当成陌生人，咱们再也不见是最好了。柳晴儿不懂了，苏角角对着可乐吩咐：“你管好内院里的几个大丫鬟，找个理由把他们派远一点。”中仆可乐用力点头。还有，你待会儿给柳姑娘打扮一下，喷点我平常用的香露，让她先暂时藏在衣帽间。小姐，你想做什么呀？给王爷送个暖床的女人，我是不是很贤惠呀？小姐，三思啊！王爷那个暴脾气不是闹着玩的，惹急了王爷，我怕我的脑袋会离家出走的。就没有不吃食的狗？这个说法好像是有点不太文雅，换个好听点的，这世上就没有不偷腥的猫。宋池也是人啊，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新鲜的美女送到嘴边了，我就不信他不吃。上是他做的，雷池是他跃的，和我有什么相干呢？可是王爷又不傻，前后一想就知道我们是受害者，要有受害者的委屈感。去，一边去办事，一边找找委屈的感觉。打发了可乐，柳姑娘怎么了？发什么呆呢？快点好好洗个澡，回头我让我那个丫鬟给你捯饬一下，保证让你美美的香香的，男人一见啊，保证就会疯狂的那一种。多谢苏姑娘。等到柳晴儿洗干净，换上苏角角找来的中医，又让可乐给她梳了个好看的发髻，又围着她全身上下喷了好多的香露。苏角角又亲自上手给她画了个玉女妆，完美。今晚你要是不成功，我苏字倒着写，必胜。柳晴儿对着镜子看着有些陌生的自己，露出一抹期待的笑容。后院被可乐清的一个人影也没有。柳姑娘，你先在我衣帽间里躲一躲，待会儿时机到了我就去叫你。柳晴儿点点头。今天宋池照例在外面吃了饭，喝了一点小酒，就快马加鞭回到了明月院。刚走到院子里，王爷怎么才回来呀？上前几步将女人搂进怀里，深深地吸了一口她身上的清香。等急了？呸，谁急了？男人低声闷笑了几声，一把将女人抱起来，阔步向屋里走去。角角想要跟我直说，我没有不给的。香香喷喷的女孩顺势压在床上，埋头在她颈弯里吐气。难得角角如此主动，我定当让你满意。苏角角被喝得发痒，男人聊弓箭长，聊得他身子都有点发软。王爷都一把年纪了，要爱惜身子。一把年纪，本王才26。比我大11岁呢，比我老好多呀。王爷一定要量力而行，别闪了您的老腰啊。苏角角，今晚我可不再收着了，你再累再哭都别想结束，非让你知道知道本王的老腰能不能满足你。正要低头吻他呢，苏角角的小脸扭过去，切，有酒味，难闻，你快去洗洗，洗干净点。此情此景，男人才不想去洗澡，快去啊，闻着酒味，人家一点兴致都没了。宋池无奈的叹口气，好容易起身，苏角角就蹦跶着端来了一碗汤，来，先喝点醒酒汤。怎么怕本王醉了，不能让你尽兴？苏角角假装害羞，轻轻地扭了他一下。宋池将醒酒汤喝下去。宋池去了浴房洗漱。成了，放了春药的醒酒汤被宋池喝下去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要赶紧把东风请过来。铁姑娘，宋池去洗澡了，待会儿他一过来，你就主动扑上去，明白吗？可是苏姑娘，哎呀，别可是了，都这个份上了，无路可退了。京池不能给你前程，你的命运都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冲！苏角角吹灭了屋里的蜡烛，捏着脚逃出了卧房，体贴的关上门。哎呀，小姐，这样真的行吗？嘘，不试试谁也不知道行不行。给我搬个小板凳，我坐在这里听动静。可乐给他家小姐搬来了一个板凳，瞧着小姐满脸兴奋的表情，禁不住叹了口气。他家小姐真是幺蛾子一出又一出啊！身为他的下人，感觉是个高危职业，脑袋不稳呐。宋池直接敞着怀，急不可待的走进了卧房。怎么把灯熄了？女人没有回应。宋池低声笑了，一步步走过去。想假装睡着了，你把我勾得那样，还妄想逃过今晚。女人还是没有回应。怎么不吭声？怕了？只要你叫几声好哥哥好相公，我就让你痛快2、3回。床上的喘息声似乎有点急促，宋池觉得有点不对劲，刚刚躺到床上，旁边的女人就猛地扑了上来，缠在他的身上，乱扯他的衣裳。女人的气味气息都完全是陌生的，她根本就不是他的苏角角，一股浓郁的恶心感袭上心头。宋池毫不客气的一脚将女人踢翻在地，女人疼得发
出啊的一声低叫，那个声音更加确认不是苏角角。宋池快速下床，点燃了桌子上的烛火。表哥，柳晴儿，怎么是你？柳晴儿羞愤难当，可一想到自己的前程，厚着脸皮爬过去，扯住宋池的裤腿。表哥，晴儿心仪表哥多年，一心只在表哥身上，晴儿别无所求，只求表哥怜惜，让晴儿伺候表哥吧。宋池嫌恶地踢开他，滚回王府，我只当这事没有发生。表哥，表哥吃了春药，肯定是急需疏解，只要他足够大胆主动，男人哪有真正的柳下惠呀？柳晴儿咬咬牙，缓缓站起来。表哥，晴儿想要伺候表哥，表哥就要了晴儿吧。宋池将黏糊上来的女人重重地丢掷了出去。跪下！柳晴儿忍着浑身的剧痛，颤颤巍巍地跪在屋里。宋池气得双手颤抖，快速将前后的事情想了一下，顿时明白了所有。你既能进得了这里，还穿着这衣裳躺在床上，看来少不得有人内应，有人做你的帮手。柳晴儿已经吓得说不出话，只能默默流泪。苏角角，你给我进来！苏角角一边暗骂柳晴儿没本事，一边慢慢悠悠地推开房门，乌龟一样的向里面挪动。王爷，你叫我哈？他是你安排进来的。柳姑娘对你一腔深情，感天动地，你不觉得亲上加亲是一个很不错的事吗？宋池瞬间心痛的几乎站不住。本王要哪个女人？是你一个外室也配安排的吗？苏角角吓得小声击鼓，我不也是好心吗？好心，好心，苏角角，你真是好样的，大方得很。他在他心里就那么不值钱，随随便便就推出去送给别的女人。他对他但凡有一丝的情意，也不能做出这种事儿啊！他单手用力按压着心口窝，里面疼的犹如万箭穿心，吸口气儿都疼。柳晴儿想男人了，这么迫不及待自荐枕席，没想到我母亲亲自教养出来个如此放浪的东西。那一字字犹如利剑，伤得柳晴儿体无完肤。柳晴儿跪在那里摇摇欲坠。想知道怎么伺候男人吗？本王给你机会，让你学。江回，将柳晴儿拉出去，让她跪在卧房门口跪一夜，就让她听听苏角角是怎么伺候本王的。不，表哥，我错了，求你别这么对我。她一个黄花大闺女，一旦被罚跪在别人卧房外面，听了一夜这种事儿，她还怎么活呀？表哥，我错了，看在这么多年我侍奉姨母的份上，你饶了我吧，求求你了，表哥。江回看了主子一眼，发现他一张脸沉得几乎结冰，没有丝毫心软的迹象，拎着柳晴儿拎了出去。表哥，我错了，求求你别这么对我，我错了。我们主子喜静，表姑娘如果再聒噪，我只能堵上你的嘴了。柳晴儿一噎，用手死死地捂住了嘴，再也不敢发出任何声音。旁边的可乐早就吓得双腿打颤，捂着肚子就跑。你干嘛去啊？要死人了！我吓得要尿裤子了，你别拦我！江回紧绷着脸，嘴角抽了抽，绷了一会儿，终于绷不住了，扯出来一抹耻笑。卧房里一时间静得可怕，苏角角心里七上八下的，离着几米，悄悄地偷瞄着那道颀长劲剑的身影。至于这么气吗？苏角角一步步向他逼近，苏角角吓得向后退，直直地靠到墙上，退无可退。王爷，事情我可以解释，有话咱们可以慢慢说。还需要解释吗？你设计这一切，让那个肮脏丑陋的女人接近我，不就是想离开吗？苏角角被猜中了心思，有点讪讪的。这么想要离开啊？怎么，我没有满足你吗？和我被翻红浪时不是很畅快吗？王爷，这件事我不想听到你说话。你这个小骗子，从始至终一直在骗我，就连床榻之上的欢愉也是欺骗。你可真是令我佩服啊！我是不是对你太好了，什么都顺着你，你就这么回报我的？弄个女人来爬床？男人一把将苏角角抱起来，惊得他低叫一声，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人已经被他丢在了床上。苏角角，不管你愿是不愿，这辈子你都别想离开我，就算死也只能死在我手里，这辈子你只能做我暖床的玩意儿。那万事协议。哼，一张破纸真以为能奈我何？我不认，谁能管得了本王？宋池，你混蛋！
苏角角怎么也没想到，他为之奋斗的外事协议竟然是张空头支票。宋池一直在耍弄他，被人狠狠欺骗的滋味太他妈难受了。还有更混蛋的。宋池，我恨你！恨吧，要恨就恨一辈子。床帐涌动，夜色渐浓。可乐从茅厕回来，抖抖嗦嗦的挨着柳晴儿站着。屋里突然传出来几声哭叫，唬得可乐差点栽倒。隔着一层门，窸窸窣窣的在夜里越发显得清晰入耳。天快明了，屋里才算是消停。可乐将回守在屋外罚站，柳晴儿最惨，跪了一整夜，被人架着回的王府。苏角角醒来时，静悄悄的屋里只有可乐守着。可乐，小姐，你醒了。苏角角坐起来，丝丝的吸着冷气，疼得皱着眉头，半晌缓不过来。小姐，你没事吧？准备热水，我得泡泡。苏角角靠着床歇着。宋池昨晚是真狠呐，他这才知道，之前他确实是收着了。可乐小心的扶着苏角角，慢吞吞的挪到浴房，等到苏角角泡进热水里。宋池这个霸王龙，狗东西，王八羔子！小姐，史妈妈来了。苏角角缓缓睁眼，和满脸震惊的史妈妈对上了视线。史妈妈，您怎么来了？苏姑娘，这是您的滋补汤。可乐接过去，送到小姐的嘴边。苏角角无奈的喝了下去。从今往后，老身就来明月院伺候了。苏角角不解的拧眉，等到没人时，怎么回事啊？她怎么来了？张妈妈呢？小姐，您不知道，今天一早风向都变了，明月院的所有丫鬟都被王爷发卖了，连张妈妈也被罚去了庄子里。现在明月院的丫鬟都是从王府新调来的。还真是雷厉风行，这院子里都是他的眼睛了。宋池既然打定主意不认协议，就算今后他有了其他女人，他也不会放他走。那他要想一下新的计划了。用过午膳，带着可乐走出明月院，还好宋池没有限制他的自由，只不过身后跟着明晃晃的4个侍卫。先来了金缕阁，照例处理一些事务。楼上房间里，可乐悄悄地将纸条送给苏角角，东西呢？夏荷说了，不能多用，否则会有生命危险的。我知道，放心吧，我很惜命的。江南王府里气氛僵了。君兰，你怎能如此狠心？那是你小姨母唯一的子嗣，晴儿千错万错，也是你的表妹，是我一手带大的孩子呀。话不再多说，只给他3条路任选：1. 嫁去外地；2. 禁足家庙；3. 赐他全尸。母亲选好了，就派人知会我一声。说着，男人站起来，抬步就走。君兰，你这是要气死我吗？宋老夫人的眼泪扑簌簌下落。可惜啊，他那个一直冷心冷面的儿子已经走远了。逆子啊，他眼里还有谁？我可怜的晴儿啊！的官员全都在总督府焦急地等着总督大人，舒云川也在其中，不解地摇着扇子。宋君兰这厮怎么又迟到了？总督大人到！随着一声传唤，所有人都纷纷站起来，噤若寒蝉。宋池阴沉着一张俊脸，官威四溢地踱步进来。舒云川只是打量了他一眼，就敏锐地察觉到这厮今天的心情非常非常差。果然，议政期间，江南王雷霆震怒，摔了好几个折子，劈头盖脸的将几个官员骂得狗血淋头。有2个还当场摘了乌纱帽。君兰到底怎么回事？昨晚发生了什么吗？江回咬着他的耳朵，将昨晚柳晴儿的事说了一遍。这能是那个狐狸精干的事儿吗？江回重重点头。看来那女人的心是真的没在君兰身上，我们是不是帮帮他们，让他们彻底掰了？不论舒云川好说歹说，宋池就是不为所动，就是不去百花楼。直到舒云川抛下这么一句话：这女人啊，一旦听说自己家男人去找了新粉头，肯定都会紧张的。宋池敲着桌面的手停了一下，思索半晌，去百花楼。君兰，你这就对了吗？你请客。百花楼难得伺候江南王，一个个都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将最好的房间、最好的美酒、吃食全都贡献出来。江回，你去跟苏姑娘知会一声，就说今晚王爷不回去睡了，他今晚要梳弄百花楼的头牌木槿姑娘燕元红。宋池微微皱起的眉头隐藏了几抹厌恶，可他低垂着睫毛，小口品着茶，谓之一词。他实在想知道苏角角得知自己要失宠时会是什么状态。江回捕捉舒云川的几眼睛，躬
身退出包间，跑去楼下牵着马胡乱地溜了一圈，就返回了百花楼。天色渐渐黑了下来，木槿姑娘都弹了3首曲子了，面前的英俊郎君仍旧是阴沉着一张脸。他没来，苏角角竟然来都没来。哎，君兰，你这个小妾是不是心里没你啊？宋池危险地盯着舒云川，有几分凌厉的杀气闪过。舒云川硬着头皮继续煽风点火。你要让他心里惦记你，有点危机感才行。今晚你真就信了木槿姑娘，再把她赎回去，让她成天在苏角角跟前蹦跶，那时候苏姑娘才能知道珍惜你，才懂得争宠。女人啊，不能惯着。宋池垂下眼睫，握着茶杯的手指根根攥紧。包间里，木槿姑娘弹琴弹得手都抖了，仍旧没有得到主位上那位年轻郎君的目光。她一眼都不曾看他，自己长得如此漂亮，她有自信，只需他看自己一眼，就一眼，她就能够迷住他。笨蛋，你不会真的去给苏角角送信了吧？说谁笨呢？我自然没有去。你这破招到底有没有作用啊？请好吧，只要君兰尝过别的女人，就不会再对一个女人执着。一直低垂着眼睫的宋池，表面看上去波澜不惊，内心却一直在翻江倒海。他都能将她送给柳晴儿那个女人，他又如何会在意她睡不睡头牌呢？他当时听了之后什么表情？江回一惊，大脑短路的江回傻瞪着2个大眼，怔了半晌才明白过来主子问的是什么。哦，当时吧，苏姑娘看着有些生气的样子，对，她皱着眉头哼了2声。你看吧，我就说女人需要有危机感吧，依着你那个小妾的厉害脾气，指不定明天就又哭又闹的。今晚本王留宿在木槿姑娘这里。哼，好，木槿姑娘是临安城第1美，有她用心伺候，定不会让君兰失望的。木槿姑娘是吧？能伺候王爷是木槿几世修来的福分，木槿一定全心全意的伺候好王爷。舒云川激动地搓着2手，就像是他要进洞房一样。百花楼头牌姑娘的房间整洁华丽，可宋池踏进来之后就忍不住地皱起了眉头，脸上还有几分嫌弃。什么乱七八糟的味儿，说香不香，说臭不臭的，恶心，哪里像苏角角的房间里清雅淡香。王爷，木槿给王爷宽衣。木槿刚要扑进男人的怀里，男人却凌厉地闪身躲开了。离本王远点，别靠近。这个什么鬼头牌身上也是一股子狗尿不骚的味儿，闻着就想吐。还有那张脸长得歪七扭八的，皮肤还粗糙，就这样的是如何成了头牌的？苏角角那个女人有句话果然没有夸张，这世上能比得过她的长相和身材的几乎没有了。唉，怎么又想到那个没心肝的小骗子？娘哎，不靠近他如何伺候他？难不成隔空伺候？木槿妩媚的一撩头发，王爷，你看奴家美吗？不美。这对的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撒娇了。王爷，你又逗木槿。实话是真丑。木槿一惊，请让他先去死一死。你连他的小脚趾头都比不过。木槿沉默了几秒，那他给他梳弄到底为了啥呀？舒云川坐立难安，江回一进来就2眼放光。怎么样？战况激烈不？没听到任何动静。君兰如此体贴，前戏这么久。哼，舒先生，你一个没尝过女人滋味的，怎么就懂得这么多？书中自有颜如玉。哼，书中可告诉你，里面静若幽谷是代表什么？不是吧？明月院里，苏角角将白天发现的装修问题整理了一遍，写好，便于明天一件件的交代下去。可乐进来，估摸着快到王爷回来的时辰了，小姐，你想好了吗？为了一劳永逸，只能铤而走险。可万一……放心吧，我相信林清源，况且我自己也有数，我才不会拿我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呢。给我倒杯水。可乐端过来一杯温水，苏角角就着水吞了下去，把剩下的药粉冲到下水里。可乐点点头，一副做贼的样子，捏着脚出去了。过了一会儿，苏角角觉得肚子里绞痛起来，还真疼得他妈难以忍受。可乐，那狗男人回来了吗？还没有，平时这时候早回来了，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狗东西，果然和我八字犯冲。你去让人家大夫，记住找平安堂的妇科圣手张金哲大夫。可乐应着，快速跑了出去，结果还没出二门就被人给拦住了。可乐姑娘，这大半夜的要去哪儿啊？石妈妈，快开门呀！我们姑娘身体不适，要赶紧叫大夫了。这么晚了，大夫也歇息了，况且街上都宵禁了，等到天明了再说吧。我们姑娘是急症，哪里等得到天明？必须尽快找来妇科圣手。找妇科圣手？难不成那个女人怀孕了？不应该啊，明明每次都喝了避子汤的。大夫人交代了，
万万不能让外面的女人先怀上，这可是有损王府名声啊！不管如何，妇科病一时半会儿也要不了人命，等到天亮了，定要先去禀告大夫人。是妈妈，快得让人开门呀！我们姑娘等不了了。大呼小叫的，没个规矩。宵禁之后，任何人不许外出，再啰嗦就把你绑起来，好好教教你王府的规矩。我们姑娘又不是王府的人，少拿王府的破规矩来压人。几个壮士嬷嬷朝着可乐围过去。可乐一看事情不妙，好汉不吃眼前亏，撒丫子转身就往回跑，跑进卧房，立刻锁上门。王八蛋，宋池你大爷的狗逼玩意儿！怎么办啊，小姐？那个石妈妈不让我出门，还想把我绑起来。哟呵，还真是牛鬼蛇神都冒出来了。行，这笔账我记下了。狗男人还没回来吗？做戏是做给他看的，他不在场，他这戏不是白演了吗？还没有。给我放火！哦啊，小姐，你说什么？放火，否则我疼死在这里都没人知道。万一烧死咱俩怎么办啊？傻妞，你去烧浴房，把一些布料拿过去一块烧。放心，宋之伦有安慰，一起火，他们自然就出现了。可乐点点头，随手抱了几卷子的布料，也不管贵不贵的，堆到浴房，一把火就点燃了。开门！老奴奉命抓了可乐姑娘，教规矩。这时候，老天爷，走水了！一时间，所有嬷嬷丫鬟都吓坏了，慌里慌张的去端水，在浴房外面乱泼水。外院的暗卫江三江四终于是发现了不对劲，那院好像走水了，我去救火，你去禀告王爷。江四点点头，闪身飞去了府外。百花楼里，舒云川用扇子挡住脸，刚刚进入梦乡，旁边坐着打盹的江回猛然睁开眼睛，下一秒闪出房外，果然看到了江四那抹精瘦的身影。江四，你怎么来了？江四直属王爷管理，看也没看江回，直接推开了木槿的房门。王爷。只见花魁的房间里，宋池单手支头坐在榻前小憩，那个木槿姑娘在里面的床上睡得很沉。宋池猛然睁开眸子，迷茫了几瞬，很快就清醒，抬头看向江四，心头首先一凛。发生了何事？王爷，明月院内院走水了，属下观察，应是正午。什么人呢？人没事吧？说着话，他已经快速走了出去。江三去救人了，好好的怎么会走水？一群人都是干什么吃的？心里担忧着苏角角的安全，走得飞快，翻身上马，疾驰而去。舒云川被人摇醒时，看到了木槿的一张含泪的脸。伺候完王爷了？王爷刚刚走了。什么？全都走了，不说叫我一声？史妈妈那边带着人，好容易扑灭了火，就见江南王急三火四的跑了进来。人呢？苏角角，江三，人呢？江三从黑暗中闪出来。王爷，仅仅是浴房走水，苏姑娘应该没事。什么叫应该？不确认安全，你有几颗脑袋说这话？王爷，苏姑娘从里面插了门，这火莫不是他们自己放的？宋池冷冷地看了史妈妈一眼，吓得史妈妈浑身一颤。宋池正要抬腿踢开门，房门率先从里面开了。王爷，你可算回来了，我们姑娘快死了，快不行了！宋池脑子一懵，眼前一黑，整个人一个踉跄。江三快速扶住了他。苏角角，宋池一张脸糊得惨白，快速奔进了屋里。苏角角正躺在床上，蜷着身子。小姐，王爷回来了。苏角角缓缓抬头，不等宋池抱住他，哇的一口鲜血吐了出来。角角，宋池惊的是摧心剖肝，肝肠寸断，抱住女人，双手颤抖的轻轻拥着她。角角，你这是怎么了？疼，好疼！宋池心下大乱，几乎不会呼吸了。江三、江四，找大夫！王爷给我速速绑来！可乐不忘记小姐的交代，去找平安堂的张惊蛰，必须是他。张惊蛰，我绑来！其他大夫也给我都弄来，越多越好。低头怀抱着软软的女人，娇娇，放心，你不会有事的，有我在，我不会让你有事。小姐，你不能死啊！你死了，可乐怎么办呀？闭嘴！什么死不死的？再说不吉利的话，本王割了你的舌头！可乐一惊，迅速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也没有精力演戏了，小脑袋在男人的怀里头蹭着，有气无力的哼唧着，疼死了，好疼啊！为什么这么疼？宋池眼圈暗暗的红了，是我不好，是我不好，马上就不疼了，大夫马上就到了，再忍忍，好娇娇，再忍一下。接着转脸向着外面怒吼：江辉，大夫呢？怎么还没来啊？属下这就去催。张惊蛰大夫被架进来时，整个人都还是懵的。王爷，妇科圣手张惊蛰大夫来了，快给他看病，治不好，本王要你脑袋！张大夫被吼得老脸更白了几分。大夫快来，快点给我看看。你起开，碍事，给大夫让个空。宋池一愣，刚才对着张大夫的威势，瞬间被女人灭得一丝不剩。张惊蛰老大夫刚要伸手去切脉，宋池就快一步，先把一块丝帕垫在了女人雪白的手腕上。苏角角烦烦的接着就给丢开了。宋池抿紧了薄唇，到底还垫不垫？垫个鬼，赶紧的吧，治病救人要紧，我都要疼死了。张惊蛰开始切脉。夫人是不是最近喝了避子汤？是，连着喝了3次。问题就出在这避子汤里。根据夫人的脉象来看，所服避子汤里的梨粉、红花剂量偏大，伤了包公才会绞痛不止。再服用下去，恐怕今后子嗣艰难。夫人年纪尚小，今后还是服用一些温和的药剂。宋池震惊地呆在当场。先给我止痛。张惊蛰点头，立刻书写药方，立刻煎服。江回拿着药方，马上去抓药了。可乐演技大爆发，抱住张大夫的腿。张大夫，求求你救救我们小姐啊！王府里每次都让喝那要命的避子汤，你有没有药？脑子一抽抽，瞬间忘了台词。有没有药能让王爷不举的？宋池脸一黑，混账！饶是苏角角疼成那样，都没忍住，扑哧一声就笑场了。啊，不对，是有没有药不伤我家小姐身子的？倒是有事后药丸，不伤女子身子，就是有点贵。不管多贵，本王都买。10两银子一颗的事后药丸，宋池买了30颗，因为张大夫手里头只有30颗，又给张惊蛰大夫封了个500两的大红包，安排马车恭敬地将老先生送走了。张惊蛰摸着大红包，心头大喜。苏角角喝下去止痛的药汤，过了一会儿，疼痛总算是消下去了。这期间，宋池一直冷着一张俊脸，坐在凳子上，似乎在思考着什么。王爷，这药丸可是10两银子一颗，以后你省着点用，别那么败家。100两一颗，本王也夜夜用得起。可乐似乎都听惯了这些虎狼之词。小姐，我扶您去擦洗一下吧。不急，我这会儿缓过来了，是不是把一些账该算一算了？宋池心底划过一抹期待，这女人这是要跟他算一算他去百花楼梳弄花魁的账了。门外候着的江回突然觉得脖子上一凉，有点不祥的预感。什么账啊？你今晚干嘛去了？为什么没有按时回来？明知故问，怎么生气了？当然生气了。你只是我的外室，管得了本王去向吗？再说了，你不是盼着我有别的女人吗？宋池啊，看来你是真的不把那份协议当回事儿了。行，你不讲武德，不认那份协议，那你晚上不回来，不知道跟我知会一声吗？不是知会你了吗？知会个屁！早知道你今晚不来，我才不会。会如何？不会傻乎乎的等着你。真等我了啊！等你回来和你算账。谁让你昨晚跟猛虎下山似的，都伤着我。怨我吗？还不是你气的。王爷，你晚上到底干嘛去了？回王府了？屋外的江回可真想一拳捶死多嘴的可乐。不是让江回过来传信了吗？本王今晚留宿百花楼，梳弄木槿姑娘。没有传信，鬼影子也没见一个。江回，滚进来！江回心一抖，进来就跪下了。属下失职，贪图享乐，在1楼喝酒，忘了回来传信。混账东西！宋池一脚踹翻了他，滚出去挨板子30板，罚俸半年。简直狗胆包天了，害他在木槿的房里头傻等。江回出去之前，狠狠地瞪了可乐一眼，可乐被他看得一头雾水。哦，出去玩女人了呀？那王爷睡了那个木槿姑娘了吗？宋池干咳一声，正要开口，睡了她，那今后就别想再沾我身。还未曾。说完，又觉得太灭自己的气势。就算睡了他，你该怎么伺候我，还要伺候。别人用过的男人，我不想用，嫌脏。宋池不见恼怒，反而噙着一抹复杂的浅笑。
想让本王独宠你呀，那就要看你本事了。王爷，既然你有了新欢，就想想好，把我这个旧爱给放了呗。休想，这辈子都不能够。一想到女人还是想着要离开他，宋池心底就拔凉拔凉的。再和他聊下去，他怕他会气得脑出血。天色不早了，你休息吧。站起来，准备去书房躲躲。你干什么去啊？百花楼。不行，你不能走。宋池压下勾起的唇角，缓缓转身。怎么吃醋了？想留我？你就这态度？我话还没说完呢，还有事没算清楚呢。什么事啊？明天说不行啊，别耽误我和木槿姑娘春宵一刻。耽误不了太久，处理完事情你再去也不迟。听到这话，宋池一张俊脸沉得滴水，缓缓坐下。什么事啊？说吧。你知道为什么御房会着火吗？那是我迫不得已的自救。可乐，你说。我们小姐突然腹痛，我要去找大夫，可是史妈妈拦着不让我出去，还用王府的规矩压我，准备把我绑起来。我一个和王府没有任何关系的外室，竟然在自己家里被一个史妈妈限制自由，还因此差点病死，疼死在床上都没人理。我要是不放火，你会知道我生病了吗？宋池的脸色越来越冷。宋池，我得亏不是你的妾室，我要是进了王府，不是更加水深火热？我这住在外头都能被人掐住喉咙，生死一线，你还觉得当你的女人是好事吗？还有我喝的避子汤，那种虎狼之药，是想让我此生不能有孕，这根本就没有把我当人看呢。宋池，宋君兰，王爷大人，自从和你挂上了关系，我就开始处境艰难，健康受损。我如果不认识你，仍是苏家小姐，这些破事厄运根本就不会找到我。我会处理好一切，今后不会再发生。家里的丫鬟我不要王府派来的，我要自己买。行。今后王府不许再以任何理由插手我这里的任何事。好。今后我只吃张大夫的事后药丸，不需要别人监督，我保证不怀孕。都依你。好了，能想到的暂时就这些，你去找你的百花楼姑娘吧。宋池本就阴沉的脸，因为他最后这句话更加寒冷，一掀袍子走了出去。史妈妈以下犯上，心肠歹毒，将这个恶奴杖毙。史妈妈吓得当场晕厥。明月院所有丫鬟全都杖责20。法脉，罗管家，今后明月院的一切事宜皆由苏姑娘做主，你若胆敢阳奉阴违，死罪难逃。老奴遵命。好了，肯定是去睡那个什么姑娘去了。男人嘛，都是大猪蹄子。那怎么办呀？王爷碰了别的女人，再来碰您，您也拒绝不了呀。他想再碰我，门儿也没有。我要么来癸水，要么他一碰我就呕吐，要么就身上流脓，总归有办法惊退他的。哼，渣狗，渣狗！哎呀，看到没有？这世上唯一不会背叛你的，只有银子。等我的娱乐城开起来，银子就哗哗的转了。宋池晚上宿在总督府的书房里，一夜辗转。第二天，罗管家已经选了很多的丫鬟，让苏角角挑。苏角角挑了一些壮实老实的，让可乐把丫鬟们的卖身契收好，就准备带着罗管家去监督娱乐城的装修。迎面就见舒云川摇着扇子，笑眯眯的走过来。我丫鬟都买够了呀。昨晚王爷幸了百花楼的木槿姑娘，这不已经给她赎了身，先安排住在你这里吧。赎身的姑娘干嘛送到我这里啊？应该送去王府啊。你们两个都是王爷的女人，在一起住，省得王爷两头跑。木槿姑娘，快来见过苏姑娘。木槿袅袅挪挪从舒云川的身后走上前，妾身见过苏姑娘。起身缓缓抬头，看清楚那位苏姑娘时，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竟有美成这等模样的女人。王爷没说错，自己和这位苏姑娘比，真的都不如她的一个脚趾头。苏角角似乎没看懂舒云川的好心。哎呀，你就是远近闻名的大美人木槿姑娘啊！昨晚王爷还将你好生的夸了一顿呢。这一见呐，果然是名不虚传。舒云川嘴角僵住，有点搞不懂苏角角的打法了。木槿姑娘就安排住在西厢房吧。我呀，体弱多病，年纪大了没精神了，今后伺候王爷的重任就全靠你了。听到年纪大了几个字，舒云川一头黑线，这女人怎么好意思说出来呢？她不过就是一个15岁的丫头，比木槿姑娘还小4岁呢。木槿姑娘不用拘束，就当自己家就行。说完就风风火火地带着可乐罗管家走了。大人，我跟人家一比就是土山雀一样，争宠根本就没希望啊。虽说长得远不如他，但是你技术比他强啊！你在楼里调教的那些手法，大胆的使出来呀！木槿无奈，宋池还不知道舒云川悄无声息的给他送了这么一份大礼。凌妈妈将宋池的话传了过来，很简单，就那么一句话，今后明月院的事儿不劳大嫂再操心了。三爷真是这么说的？昨晚史妈妈就被杖毙了。
我统管王府这些年，大事小情从未出错，现在连个外事都管不起了。三爷这样做，分明是打我的脸面。哎呀，夫人，三爷难得有个女人，过分宠爱些也是有的。三爷最是讲究尊卑规矩，断不会为了个小小外事给我难看。想来定是那个苏角角耍了心计，哄骗了三爷纵容他。这种心比天高的狐妹子，就该乱棍打死。当年大夫人刚刚嫁给大爷，根本不得大爷的欢心。大爷偏宠凤姨娘，曾经为了凤姨娘还想要休妻，多亏了三爷循规公正，用家法严惩了大爷，将凤姨娘发卖，并给予了大夫人支持和权力，让她执掌王府中馈。大夫人对三爷怀着无限的感激和敬重，同时也憎恨所有妖媚的妾室。苏角角今天的心情很不错，虽然昨晚受了点罪，可最终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可乐、泡壶、养颜茶，苏角角走到楼上房间里，推门看到里面候着的人，先怔了怔。林清源，角角，可等到你了。你怎么来了？宋池的人一直跟着我，别被他们发现了你。放心吧，我是从小道的后门来的。角角，我真后悔那天没有和你真正的远方，错失了你是我的无能。我几乎夜夜都梦到那个晚上，咱俩在你的东厢房假装圆房，那时候我们俩好幸福呀。苏角角有点心疼他，又不想他深陷其中。你别自责，不是你的错，就是世事无常，我们俩有缘无分。你这么好，今后一定会有更好的女孩子喜欢你，陪伴你的。角角，我求你了，别再说这样的话了，太戳心了，我听了心里难受，疼得要死要死的。可乐端着茶壶进来，吓了一跳。小林大夫，嘘，你在门外守着。知道。可乐摸了摸自己悬乎乎的脖子，出去了。苏角角倒了茶，给林清源一杯。林清源坐在矮机对面，一双眼睛可怜兮兮的在女人的脸上绕，一副被主人丢弃的小狗狗的样子。清源，咱得现实一点，我都和宋池这样了，和你真的不可能了，你得学会放下，往前看。你说的简单，长在心底的人根本拔不出来，放不下。一旦宋池发现你还惦记着我，他会要了你的命的。为了我这么一个残花败柳，你傻不傻呀？不许你这么轻贱自己，你很好，你是我林清源深深爱慕的好女子，我怎样做是我的事，生死我自己负责，你不用劝我了，我心意已定，此生我就喜欢你一个，我等得起。苏角角心口一烫，说不感动是假的。本来他穿到古代3年来一直带着游玩的心态，开始对林清源的态度也源于条件合适，没想到还能够遇到一个真情相待的痴情人。可有些话他还是要说清楚，我可能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喜欢你。我一直知道。苏角角震惊地看着他，从他眼里看到了无尽的偏执。我知道你只是觉得我适合做你夫君，你喜欢做买卖都胜过喜欢我，这些我都知道，可那又怎样？我喜欢你就足够了，从第一眼见到你，我就对你一见钟情了。就算我将来离开宋池，也未必就会嫁给你。我这人和一般的姑娘不太一样，兴许你的真情等待什么也等不到。我就想陪着你，天天能见到最好，成不成婚不重要，名分我没那么看重，我能给你看病，还能洗衣做饭，能帮你看买卖，还能给你暖床。苏角角吞了口唾沫，觉得嗓子有点干。好了，他以前怎么没发现林清源有偏执病娇的潜质？这小奶狗的做派让姐姐有点扛不住呀。你这样让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林清源红着脸走到他身边，轻轻抱住了他的身子，俊脸埋在他发间，眷恋地深吸着。角角，你就答应吧，允我等你好不好？否则我没点盼头，真的要活不下去了。苏角角抬眼时看到他一双含泪的水眸，竟然一句残忍的话都说不出口了，轻轻推开他，递给他手帕，哄小孩子的语气说：行吧行吧，你想等就等吧，别哭了，一个大男人动不动就哭，快擦擦泪，坐下喝点茶。林清源擦了擦眼，露出一抹心满意足的笑容，悄摸地把手帕藏进怀里。这是我刚做出来的解毒丸，一般的毒都能够解，你背在身上以防万一。这是个好东西，清源，你太有才了。对了，我成功拿到事后药丸了，配置这些药你花费了不少银子吧，我付给你。你我不必算得这么清楚。再说了，我有钱，角角，你选定的夫君我一点也不穷的。那好吧，回头需要钱的时候你随时开口。以后有事你可以去聚仙楼。聚仙楼，你打点关系了？我买下了。林清源，你确实很有钱啊，一个酒楼你说买就买。角角，我是男人，养你是养得起的。苏角角突然发现他以前认识的小林大夫不太全面，
林清源依依不舍地离开后，小姐，你是不是给小林大夫下降头了？什么意思啊？我刚才看到小林大夫离开时绣着一个手帕，笑的那叫一个诡异，好吓人啊！苏角角没说话，他随手丢给他擦眼泪的一个手帕。古代男人的专情偏执，有点让人压力山大呀。突然有点看不透林清源了，苏角角闲不住，又去楼下铺子里帮着推销布料。门口一道橘红色的身影闪了进来。喂，苏角角，你果然就是个大财迷，就知道忙着挣钱哟。这不是牛小姐吗？买衣料啊，还是做衣裳？我才不在你家花1文钱呢。不消费啊，那就请出去，闲人勿进。苏角角，你对我这是什么态度啊？全临安城没人敢这么对我。想让我态度好啊？我的好态度只给我的顾客。简单，本小姐选块料子做衣裳，你对我恭敬着点儿。苏角角暗暗发笑，这么容易就上当了。好呀，牛小姐喜欢什么料子？便宜的还是贵的？本小姐当然选贵的了。苏角角拉着牛芳菲的胳膊去了里面的一块蚕丝锦缎跟前。临安知府的千金大小姐肯定不能够穿得太次，会被人笑话的。这块蚕丝锦缎是刚进的新货，颜色很适合你，可就是有点贵，就怕牛小姐买不起。你狗眼看人低，谁买不起啊？我就要这块料子做一身。牛小姐果然是有眼光有魄力，快给牛小姐裁料子量尺寸。哦对了，这衣裳做出来估计要50两银子。牛芳菲暗暗肉疼，可为了维护颜面，仍旧不在乎地说，区50两银子算什么呀？等到女师傅给她量好尺寸裁了布，牛小姐你来是不是有事儿啊？牛芳菲脸一僵，心里道一声坏了，她是来送请帖的，怎么稀里糊涂就做了身衣裳啊？都怪这个苏角角太狡猾。铁，后日我们家举行赏荷宴，我爹说江南王也会去，让我一并邀请你去。苏角角接过去请帖，看了看，想到自己将要开业的娱乐城，有了打算。好呀，我一定去。你真敢去啊？我长得这么好看，有什么不敢的？别怪我没提醒你，那天去的都是临安城有头有脸的人家，去的都是各府的太太小姐，你这种身份应该是独一个。你到底明没明白啊？你这种没名没分的去了，肯定会遭人排挤，被人取笑的。哎呀，怎么又呀？你可以不去的，可我想去啊，随你吧。倒是遇到了难为，你别哭就行。牛芳菲，干嘛？谢谢你啊。谁稀罕你的感谢啊？狐狸精，以后不要戴太多的首饰，喧宾夺主还显得土气。戴1-2个画龙点睛，橘红色以后你都不要再穿了，不适合你，显得脸黑。喏，看这个颜色，是不是衬得脸白了好几个度呀？牛芳菲对着镜子左看右看，虽然不服气，果然这样漂亮很多。这身装扮是谁给你搭配或者提议的？我三妹啊。以后离他远点，别什么都跟他说。你什么意思啊？自己去想啊。瞧把你厉害的，要不是江南王，我早刮花你的脸了。不服气啊？要不你也让江南王给你当靠山？谁敢啊？我还想多活几年呢。姐，少爷，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刚扶住他胳膊，疼死了！哪里疼啊？是不是伤着了？这胳膊断了！老天爷啊，这怎么办呀？不能成了残废吧？小裙子别怕，不会有事的。去安排马车，立刻带着小裙子去林清源那里，他正骨手法很好。可乐正要跑出去，别瞎忙活啦，这个我擅长。他这是脱臼了。说着话，不给别人反应的时间，他就直接上手，拖着苏全的胳膊，用力向上一送。弟弟，你试试胳膊，是不是不疼了？能动弹了？苏全小心翼翼晃了晃胳膊，咦，真的不疼了？我好嘞。谢谢你啊，刚才吓坏我了，真以为他胳膊断了。想谢我呀？干脆我做的衣裳免费好了。商人做赔本的买卖是要遭天谴的，给你打8折。奸商，多谢夸奖。对了，你一个千金小姐怎么会这个的？还不是有个糟心的弟弟啊，成天招惹我，被我经常掰断胳膊，掰着我也就会给他复位了，熟能生巧嘛。当你弟弟真可怜，姐姐你真凶残。好好的，你胳膊怎么会脱臼？学堂里有人欺负我，我没打过人家。谁欺负你？叫什么？算了，咱爹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怎么能算了呢？凭什么被他们欺负啊？对，绝不能被人欺负。这个你去学堂时带着，再有人欺负你，你就用这个当武器，往死里抽他们。抽出人命怎么办啊？出了事儿，你姐我担着，反正不能任人欺凌，听到没有？苏角角，你好可怕呀！你竟然教给你弟弟使用暴力，不然呢？总是受欺负，你应该去找他家长理论啊！有些人呢，骨子里就是贱，你好好跟他说，他当你是软蛋。只有你让他看到你的反攻，他才明白你不好惹。知不知道？有些孩子骨子里就是坏，坏起来比成人都不遑多让。苏角角，我算发现了，你这女人啊，不仅狡
狡猾，还狠毒。宋池在总督府忙碌了一天，喝了点小酒，骑着马回到明月院。一进大门，突然心里就涌上了一股渴望。昨晚因为苏角角生病，他旷了一夜，此刻小腹发烫，一丛丛火往上窜。原来没尝过女人也就罢了，这方面从来不想。自从睡了苏角角，欲念就跟开了闸的洪水一般，压都压不住。略微一回想，和他在一起的极致美妙滋味，就口干舌燥的，呼吸都炙热。他费劲巴拉搞到手的女人，他想要就要，管他乐不乐意。如此劝慰着自己，宋池走进后院的步伐越来越急切。可乐正好出来倒水，扬声汇报：王爷回来了。还没来得及行礼，宋池已经走进了正房。苏角角刚洗完澡，正对着铜镜在脸上抹滋养膏。男人站在他身后，贴耳问：肚子不疼了吧？不疼了，都好了。我去洗漱，等我。等他干什么？不言而喻。苏角角哎了一声，我去西厢房的浴房去洗。宋池走了出去。西厢房的浴房是单独的，宋池从不用人伺候，泡在浴桶里正闭目养神，就听到门口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赶进来的人料想也就只有苏角角。宋池暗暗勾唇，闭着眼。要不要共浴？妾身遵命。宋池惊得猛然睁开眼睛，滚出去！王爷，让妾身伺候你吧。滚！木槿抖了抖身子，吓得赶紧出去了。宋池烦躁不已，迅速穿好衣服，心想着木槿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含着脸来到正房，发现木槿和苏角角都坐在桌子前。宋池压着怒气：他怎么会在这儿？你问我啊？我还想问你呢。不是你昨晚姓了人家木槿姑娘，又给人家赎了身吗？本王何曾？宋池一口气堵在胸腔里。强三，把木槿送走。木槿大惊，一张脸吓得惨白。回来瞌睡了。再说了，既然王爷昨晚都姓了人家，今晚就继续让木槿姑娘伺候你呗。他笑得明晃晃，他心口窝就堵得越来越狠。这才过去几天，你这癸水是不是来得有点勤了？我也不想啊，这东西兴许和心情有关呢。看到木槿姑娘来了，有人帮我分担伺候王爷的重任，我这一高兴，癸水就来了呢。高兴？高兴。男人一张脸寒得吓人，屋里温度瞬间降了下去。谁都未曾注意到，男人背在腰后的手在微微颤抖。木槿确实温柔乖巧，比你会伺候人。木槿姑娘棒棒的，以后要再接再厉哦。宋池一口气置在肺管子里，眸底黑得骇人。那今后我便夜夜都宿在木槿那里，连着几个月都不再宠幸你。真的吗？王爷，你一定要说到做到啊！你放心，我这人特别的贤惠，绝对不会拈酸吃醋。你的外室如此懂事，你是不是该赏点银子奖励一下呀？赏你个大头鬼！男人愤然离去，再不走，他真怕会被气得当场吐血。院子里晚风拂面，月色迷离。宋池用手按着太阳穴。木槿这事是舒云川搞的鬼，属下不知。枪回呢？王爷不是罚他停职吗？舒云川这事儿办的着实是让人讨厌，让舒云川连夜将江南半年的税收明细都统计一遍。他不好受，姓舒的也别想痛快。木槿姑娘，别愣着了，还不快点回你的西厢房，好好的伺候王爷。妾身其实……行了，你不用害怕我。虽然这是我的宅子，可我保证不会苛待你，吃穿用度都给你最好的。你放心大胆的去勾搭王爷，把你的招数都使出来，别藏着掖着，最好能让王爷夜夜离不开你。做好了，我偷偷奖你500两，哦不，1000两。木槿彻底搞不懂了，王爷身边的人一个个的都好奇怪啊。木槿离开后，小姐是真心想让木槿泥住王爷。说起来，宋池这个炮友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只可惜啊，和我处着他就劈腿了。一想到他同时睡了别的女人，我就觉得他脏恶心。男人不都这样吗？搁我这儿就不行啊。所以从今往后，他再想要碰我一下，甭想。哦对了，假的癸水要一直准备着。假的癸水，亏小姐怎么想得出来的？木槿从正屋出来，看到院子里伫立的那道清俊的背影，心里不由得抖了抖，贴着墙根悄悄地回了他的西厢房。看人脸色他是会的，刚才王爷看他的目光恨不得当场弄死他。江三想问王爷今晚到底睡在哪里，可他一直是个磨得感情的工具人，王爷看月他也看月吧。过了一会儿，宋池冷笑一声，赌气一般转身去了西厢房。木槿看到进来的宋池，王爷，滚远点儿。是。
宋池躺在床上，外衣也不脱，枕着自己的胳膊，越想越气。好你个苏角角，不拈酸吃醋是吧？行，本王就不信这个邪了。过来。木槿误以为听错了，过来。木槿赶紧走到床前，王爷，天色晚了，木槿伺候王爷吧。会叫吗？什么？和男人云雨时那种叫声会不会？会的。行，现在开始叫。王爷，现在开始叫？啥都没干呢，这怎么叫啊？不会叫就去死。真以为他是个好脾气的人，他那仅有的耐心也都全部给了苏角角。木槿脸色一白，双腿发颤，哪里还敢多想什么，抖着嘴唇开始叫唤起来。大点声！木槿的脸羞得通红通红的，用力叫起来。宋池满脸镇定，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开始用力的摇晃床。两个人，一个躺在床上自己乱晃床，一个呢坐在脚踏上叫得脸红脖子粗。可乐从院子里头听了一会儿，小老鼠一般的跑回了正屋。小姐啊！你又一惊一乍的做什么呀？我马上就要睡着了。那边西厢房正干着呢。西厢房那是啥？苏角角困得有些迷糊，想了一番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听见了？他俩进行着呢。动静可大了。木槿不愧是百花楼的，那叫声真骚浪贱呀，估计大街上都能听到。看来他俩挺合拍的嘛。肯定合拍呀，那床板晃得嘎吱嘎吱响的哟，真怕床给晃塌了。哎呀，行啊，这我就放心了。被王爷厌弃，恢复自由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困了，给我打会儿扇子。我没空，我还得接着听会儿去。苏角角向里面翻了个身，闭着眼睛，一时半会儿却没了困意。宋池有了新欢，他应该很开心才对啊。可一想到那么完美精健的身子被别的女人占有了，还不免有点遗憾。苏角角刚有了点困意，可乐就噔噔噔的兴冲冲的跑了进来。小姐！唉，我的好可乐，你就不能别跟我分享见闻了吗？你小姐我还需要睡美容觉呢。你伺候王爷的时候，美容觉都耽误了，你不照样越来越美吗？苏角角一噎，能言善辩的他竟然一时间无言以对。行吧，你又有了什么新发现啊？叫水了，西厢房刚刚叫水了。真是有意思啊！我能睡了吗？急什么呀？重点我还没说完呢。刚刚叫完水，接着就又有动静了，木槿又死命叫唤起来了。苏角角懒得搭理他，可乐也不需要他应和了，因为他太过好奇。接着又跑出去，接着听墙角去了。西厢房里，王爷能不能不叫了？其实真的不行了。叫了几次水了？4次。比他那边次数多了，你歇着吧。谢王爷开恩。宋池轻盈地跳下床，轻手轻脚走出西厢房。夜色深沉，他捏着脚悄然走进正屋，来到床前，本以为能看到女人难过悲愤的泪脸，没想到苏角角那个女人睡得极为香甜，一股怒气狠狠涌上心头。宋池手指攥紧，一张脸冷如寒冰。好你个苏角角，睡得挺香啊！旁边叫声腾天，他不仅不恼，竟还能睡得着。他白白用力摇床了，简直是自取其辱。宋池走出正屋，站在院子里，他心里没有他，一丝一毫都没有。这个结论让他心痛无比。虽说他是他强取豪夺来的，他不爱他情有可原，可他毕竟一直宠他疼他，对他一直迁就忍让，将千般万般的耐心都给了他。好呀，苏角角，你可真够狠的，成天拿甜言蜜语哄骗他，与他颠鸾倒凤时媚得他差点交出命给他，却压根儿一点情意都没有。今晚如果换成林清源，他还能如此不当回事吗？差就差在他不是他心里的人。想到这里，心痛从身子里头炸裂开来，猛然吐出一口鲜血。王爷，你没事吧？要不要叫府医？会总督府。他要找个没人的角落里独自疗伤。第二天早上，苏角角打扮得漂漂亮亮，准备出去工作，在院子里看到了木槿，吓了他一跳。只见木槿脸色苍白，一双眼睛空洞无神，像是被人吸光了精气神。木槿姑娘，你没事吧？身体不舒服吗？给苏姑娘请安。以后不用这样，这里又不是王府，我可没有那么多破规矩，你我都是平等的，大家就当个和和美美的好邻居吧。你要是不舒服，就回去好好的歇着，想
想吃什么就跟丫头们吩咐。苏角角招呼着可乐，轻快地走了出去。木槿看着女孩窈窕的身影，暗暗叹了口气。只有他自己知道昨天晚上经历了啥。小姐，您瞧见了吗？那个木槿的脸色好吓人啊，就跟女鬼一样。兴许宋池对她不太温柔，累着了。真是奇了怪了，为啥你第二天就美得像是水蜜桃，她木槿就像是女尸呢？水蜜桃苏角角一头黑线。都是伺候王爷，为啥差别就这么大呢？别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了，回头好好的盘盘金缕阁的账面，看看还能够挪出来多少活钱。小姐，你说王爷是不是会那种阴邪的功夫，就那什么采阴补阳？总督府的议政殿里冷气沉沉，舒云川也不好过，不断的打着哈欠。宋君兰真乃锱铢必较的狠人。舒先生处理公务时，请舒先生专心一点，不要总是打哈欠。舒某记下了。既然舒先生很清闲，不如将江南所有漕运的半年盈利算出来。宋君兰，舒先生如此聪慧，3天定能完成吧？那就3天。3天个鬼啊！宋君兰这是想累死他。舒某尽力完成。他堂堂一个顶级谋士，怎么就被盘剥成了账房？3层楼面基本上完成了简单装修，因为原本就有9楼的底子，很快就收拾好了。罗管家能力不错，装修办得很好，这是封的奖励红包。可乐递给罗管家一个厚厚的红包，罗管家一边感谢一边高兴地接下。罗管家，你说这牌匾让谁来写有牌面呢？那肯定是王爷写最好呀，咱们王爷是3元及第的状元郎，字画一流，千金难买啊！如果能让王爷题匾，那肯定有面子。对，不仅有面子，主要能带来无尽的潜在客源。罗管家，你说的太对了，这事儿就交给你去办，办成了还有啥？罗管家笑着点头应下。苏姑娘是王爷的外甥，王爷对她这么宠爱，给她的娱乐城提个匾，这能叫事儿吗？没想到这次罗管家失算了。去马场里，宋池一身紫红色骑马劲装，骑着一匹雪白的骏马，在草地上疾驰而来。罗管家还在等着王爷的回话。区区一个外室也敢求本王的笔墨，关键还派别人来求。苏姑娘觉着王爷的题字能有牌面，她觉着，她还觉着他该上天呢。说完，宋池一家马夫骑着高头大马又开始纵横。罗管家有些懵，王爷的宠爱就像是雷阵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的赏金看来是没戏了。头丧气的回禀了苏角角，苏角角略一挑眉毛，男人有了新欢，连个匾都不给就爱提了，男人无情啊。等晚上见到宋池，他再献献殷勤，看还有没有希望。晚上宋池推拒了下属的邀约，直接回了明月院。想到提匾的事儿，他觉得苏角角会来求他，一进院，小姐，王爷回来了。宋池暗暗勾唇，苏角角很快就迎了出来。王爷回来了，累不累呀？赶紧的换上常服，洗洗手，准备吃饭了。我去陪木槿用饭。说着去了西厢房。小姐，完了，王爷彻底嫌弃你了，连饭都不和你吃了。他不吃，咱俩吃，别和饭过不去。接着洒脱的转身回了自己的屋里。小姐的心是真大呀。宋池以为苏角角怎么着也要跑出来挽留一下他，最起码送个菜啊什么的，刷个脸嘛。结果半个时辰都过去了，也没有见到那个女人的影子。饭后，宋池假装找衣服晃去了苏角角的屋子里。苏角角那么务实，怎么能够放过机会呢？赶紧凑到男人的身边。王爷找什么呢？你坐着，我来帮你找啊。男人没吭声，仍旧在胡乱的翻着。苏角角轻轻的牵住宋池的手。坐甚。苏角角笑嘻嘻的牵着他的手，将他带到桌子前坐着。王爷，我的娱乐城马上就要开业了，你帮人家一个小忙呗。谁能拒绝得了如此一个娇艳美人的撒娇恳求？宋池差点就应了，还好理智上再几分。就罗管家白天说的提匾那事，就是那事。苏角角很讨好的用手给他拢了拢耳边的发丝。宋池呼吸一紧，这妖精。王爷，提几个字对您来说那就是小事一桩，您就帮一帮呗。本王从未给谁提字。好王爷，你就疼疼角角吧，角角最敬佩王爷了。你求我？求
求你。这女人为达目的毫无脸皮。宋池从怀里掏出来白天准备好的书，翻啊翻，翻到某一页，指了指，看你表现。苏角角看了看书上的图案，呸，不要脸！江南王你还挺会玩啊你，还随身带着这种书，怎么地？准备碰见个什么女人，随时翻册子，现学现卖？怎么做不到？还是臊了？难度有点大。宋池也不恼，白皙修长的手指不急不缓地接着翻，翻了几页又停下。这个难度不大，我由着你来。狗男人，你离不开这本禁书了是吧？哎呀，人家年纪小，这些都少儿不宜。王爷，咱都是正经人，说点正经事。本王花这么些钱养着你，你的正经事就是晚上尽力伺候好本王。狗东西，昨晚刚和木槿这样那样的折腾一夜，他竟然还有脸想接着睡我。我有心没那个力啊，我癸水来了。哼，当本王傻呀？你那癸水能随时来随时走啊？我身体不舒服，不舒服就请着，又不用你动。苏角角太了解这个男人动情的表现，唯恐真的点起火灭不下去，马上转移话题。王爷，明天我让罗管家去找您提匾，好不啦？提匾？看你待会儿表现。王爷，这种事也不能太勤，对你身体不好。哪里勤了？他都被他冷落了2夜了，2夜。你昨晚不是和木槿姑娘闹了多半夜吗？听话，今天晚上歇歇，养精蓄锐。本王龙精虎猛，不用歇。咦，那不行，容易那什么精什么尽人亡，我都是为了你好。男人嘛，用过度了容易肾虚。这不用你操心，肾不肾虚，待会儿床上见分晓。他眼瞅着粉嘟嘟的女孩在眼跟前，一直碰不着，心里的火焰早就腾腾而起，也不和他废话了。过来。有话这么说就行了，距离产生美。宋池急躁地站起来，上前抓他。苏角角早有预判，灵活的像是只小兔子，围着圆桌和他打游击。哎呀，王爷，你不能太耗费自己，这个用法，你就算是铁杵也会被磨成针啊！你这个年纪啊，也是到了该养生的时候了。你没听过那个词吗？叫怡情悦性。可乐送水果进去时，就看到他家小姐正和王爷围着圆桌绕来绕去的。可乐挡住，上前一把抓住了苏角角。苏角角惊得一声叫，像是炸了毛的猫。宋池对着他的屁股拍了一下，我让你躲。可乐，把水果砸到他脸上，帮我。可乐，你敢插手就打断你的腿。可乐，你快点帮忙。打断腿。这水果还吃吗？不吃，他拿下去，他就给包圆了。可乐，你丫的，你眼里就只有吃的，还有没有你主子了？是小姐你教给我的，鸡蛋不和石头碰。出去。哦，可乐跑了2步返回来，没忘记将那盘子水果端了出去。宋池将苏角角抱到榻上。你是本王的女人，本王想做什么你还能抵抗？王爷是大英雄，是真男人，断不会强人所难的，对不对？不对，你这种不听话的小妖精就只能来硬的。低头去吻他，苏角角却一扭脸给躲了。怎么亲都不给亲啊？苏角角就觉得这个男人太脏了，也不装了，下去。明早我再下去。你去找木槿。宋池心里一堵，觉着他吃醋了，又有点雀跃，生气了。看你还把我推给别人，乖，给我好好亲亲，我以后只疼你。会谢你全家啊！不需要，你去疼你的木槿吧。他说的是真心话，可听到男人耳朵里，就听出了满满的醋意。好角角，那木槿算什么？其实我和他……说着话，正要去寻他的唇，苏角角眉头一皱，一股恶心泛了上来。什么都没能吐出来，呕得泪眼汪汪的。你别碰我！宋池的身子一僵，眸子瞬间就寒了下来，一颗心跟扎了1000根针一般，密密麻麻的刺疼。他现在嫌弃他至此，装不下去了，真是比捅他一刀都要疼。苏角角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贞洁了？为了那林清源吗？宋池从床上利落的下来，真以为本王非你不可？
说着赌气话。宋池气愤地走了出去，可乐茫然地跑了进来。小姐，怎么回事啊？王爷好反常啊，他是不是不行了？快给我倒水漱口，刚才可是把我给恶心坏了。等他漱了口，他才缓过来。小姐，刚才是怎么回事啊？渣男是真渣，他想用亲过木槿的臭嘴再来亲我。那他给木槿用过的渣根再给你用，你不得吐翻天了？臭丫头，满嘴跑火车，说是不是思春了？火车是什么呀？是你妹！我水果呢？嘿嘿，进我五脏庙了。苏角角无奈，好吧，他家丫鬟是祖宗。宋池本想直接去总督府，脚步一转去了西厢房。已经准备就寝的木槿见到他就跟见到了鬼一样。王爷不是去苏姑娘屋里了吗？怎么又跑这儿来了？哎呀！宋池满脸阴鸷的怒气，径直躺在床上。你叫你的，又要开始了吗？西厢房要命的叫声又开始了。不愧是百花楼的，这叫声很有功底。江三这几天顶替江回，不用隐身，听了可乐的话，下意识地问了句：哪里有功底啊？叫得跟驴叫似的，刺耳难听死了。让你连着2天叫这么大声，你能做到吗？江三呆呆地摇了摇头，摇完头了才意识到，他一个大男人，他叫什么叫呀？木槿苦不堪言，嗓子火辣辣的疼。趁着歇息的空隙，他好心地提醒了王爷一下：王爷，今晚怎么没摇床啊？宋池的脸更黑了，这回木槿就叫了1个多时辰，中间浇了2次水，宋池就没有耐心了，二话不说，冷着脸就走了。木槿总算是解脱了，整个人都虚脱了，他有点想念百花楼了。想回去，不想在这里活受罪了。宋池半夜回了总督府，舒云川正熬夜整理着账目。哟呵，家里有2个美娇娘的总督大人，还有空来这里？宋池正是满腹的怒火无处发泄，很闲啊，不如本王和你论剑。舒云川一缩脑袋，怂了，又有点贱嗖嗖的。君兰不高兴啊？谁给你气受了？宋池垂着眼睫，总不会是你家后院那2位因为争风吃醋打起来了吧？争风吃醋，真是那样倒好了。来，舒云川，趁着夜黑风高，我教你几招剑法。舒云川脸一白，察觉到了宋池的杀意，吓得跑出屋去。宋君兰，你这个见色忘友的家伙，你女人给你气吃，你干嘛找我撒气？就欺负我是男人，没法宽衣解带伺候你呗。说得正来劲儿，抬头瞅见宋池含着脸走出来，舒云川吓得像是老鼠一样跑远了。宋池悠悠地走到院子里，行云流水地练起来，带着无尽的郁闷、烦躁、恼怒，拼命地发泄。1个时辰后，男人累得汗流浃背，宋池苦笑一声，整个人直直地向后仰倒，躺在冰凉的石板上，缓缓闭上眼睛。第二天一早，苏角角从屋里走出来，就看到一个大夫走进了西厢房。嚯，这么快就有身孕了？哪有这么快？你以为配兔子呢？那大夫……小姐你不知道，那木槿姑娘的嗓子坏了，好像是水肿了，喘气都费劲，再不让大夫来看，她都能憋死过去。瞧见没？不可贪图男色，太要命了。他也是了。王爷再厉害，他至于叫那么狠吗？就不能学学你，小声的吭吭唧唧的，既勾魂还省嗓子。话音刚落，就遭到苏角角一记暴栗子。主仆2人来到娱乐城院子里，罗管家早就到了。苏姑娘，您要的人都搜寻过来了，请您过目，甄选一下。满院子的少男少女一片莺莺燕燕。哇，这么多漂亮男人，小姐你要提前选面首了。面首个头，别成天都是一些不健康的想法。我这是公事，他的娱乐城要和青楼区别开来，既是你们的家，也是你们事业有成的卓绝平台。只要你肯用功，安分学习，我保证每个人都能够在这里财源滚滚。虽然你们的卖身契都在我的手里，可在娱乐城，你们不是奴婢，而是我的同事。青楼的姑娘接客挣的钱都给了老鸨，我们娱乐城可不是这样，你不会白干，我会给你一笔提成，你的每一份付出都会有收获。在这里上班上个3-5年，每个人都能够攒下一笔家业，都能赎身获得自由。所以希望前程就在你们自己的手中，抓住机遇，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我看好你们每个人，加油！所有人听得热血沸腾的
苏角角对于刚才的洗脑就职演说的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牛芳菲恰好听到了这番言论，也跟着用力鼓掌。苏角角看着他，眉毛一挑，有了主意。牛小姐，你怎么又来了？什么又？怎么说话呢？不欢迎本小姐啊！你搁我这花钱消费，我就欢迎。这么有钱了，还成天钻在钱眼里。喂，你这娱乐城听着不错呀，都是干什么的？什么好玩干什么呀？特别的有意思哦，多好玩！等到正式开业了，你带着朋友来玩，我给你打5折，肯定能够让你玩的尽兴，来一次还想来无数次。女人也能来玩？那当然啦。要不他们是给谁准备的呢？牛芳菲瞬间流了口水。哦，对了，今晚的赏荷宴你别忘了。肯定忘不了。你爹这会儿在哪儿呢？我爹肯定在知府衙门呀。你是我好朋友，你爹又是我的父母官，走去拜会一下你爹。苏角角不由分说，抱着牛芳菲的胳膊向外走。牛芳菲心里暗喜，谁是你好朋友啊？行，你瞧不上我，是我扒着你，单方面把你当朋友了，行了吧？牛芳菲满意了，抿着嘴笑着，傻乎乎的带着苏角角去了知府衙门。爹，你看谁来了？我朋友苏角角。牛胜一听见这个名字，连忙笑容满面的客套起来。哎呀，苏姑娘呀，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嘿嘿，快请坐，请坐。牛大人，我是来状告你亲闺女牛芳菲的。啊！牛家父女俩同时傻了眼。苏角角，你这个骗子！你刚才还说我是你好朋友的，好朋友也不妨碍打官司呀。上次你诬陷我金缕阁衣服质量，我专门递了告你的状纸。牛大人，我想问一下，这官司怎么没动静了？您是王爷的人，我是王爷的得力下属啊，咱们呀都是自家人。我知道苏姑娘不会跟小女计较的。非也，这是两码事。牛大人，官司还是要打的，你闺女我还是要告的。苏角角，你真讨厌，我都要把你当朋友了，你却这么对我，太伤人了，你太坏了。苏角角也不管牛芳菲，想必牛大人也知道，我虽不才，可偏偏是王爷的心头好，当初派出3艘战船去找的人也是我。牛大人，如果我执意要告牛小姐，您说王爷会偏心谁呢？苏姑娘，这件事您看还有没有缓和的可能啊？苏角角就等这句话了。当然有了，牛小姐是我的好朋友嘛，我哪能眼瞅着她入大牢受罪嘛？牛胜嘴角抽搐，好话坏话都让他一个人说尽了。牛大人，听说您笔墨大气磅礴，素有江南铁画银钩的美誉，我想请牛大人帮我提个匾。提匾就只是提匾？那只要您帮我提匾，我就亲手撕了那状纸。成啊！双方皆大欢喜。牛胜不知道，将来为了这事儿，他悔的肠子都青了。回了家，苏角角精心挑选了一件极为性感妩媚的裙子，又亲自给自己画了美艳无比的妆，整个人像是倾城妖妃。等着吧，老子闪瞎你们的眼！苏角角收拾好了，带着可乐，乘着马车来到了总督府门口，侍卫都知道了他的存在，没一个敢拦的。苏角角就那么堂而皇之的走进了江南权力中心。宋池正和下属从议政殿里走出来，说着什么，突然察觉到下属们都一个个的痴呆了，顺着他们的视线看向前面，顿时拧眉。他不悦地咳嗽几声，惊得下属们纷纷回神，马上收回视线，低头不敢再看那个仙女。王爷还忙着呢。宋池身边的2个年轻官员都红透了脸，偷偷的抬眼痴痴地望着苏角角。宋池胸中顿时涌起了一股怒火。你们都下去吧。几个下属纷纷跪下。你以后别来这里。引得那些个男人们都一个个像是蚊子见了血一般。苏角角有他的打算，也不反驳，走过去。王爷，我怕你忙晕了，忘了晚上去知府大人的赏荷宴。宋池低头看着在他胸膛上乱动的小白手，强压下热气。就知道你无事不登3宝殿，怎么你想去？这种宴会我还没去过，王爷带我去长长见识呗。宋池转身往书房走，苏角角连忙跟上。人家都是正房妻子去，你是我什么人？我如何带你去啊？我是你相好啊，女朋友啊。你说去就去，本王就这么好说话吗？背着手冷眼看着他，一副你自己体会的表情。苏角角知道他这是在等着他奉献亲密，可他现在不想。再说了，他有请帖，他怕什么呀？那王爷你继续忙吧。转身要走，却被男人一把抓住胳膊，拽进了他怀里。吻我。苏角角有些无语。吻我，我就带你去。
苏角角眨了下水眸，没有回答，第一时间却是用他的小爪子捂住了自己的嘴。不给亲啊，我的角角啊，你自己说你全身上下里外哪里我没亲过？苏角角的脸疼得红透了，该死的，宋池什么时候学会这么聊了？那酥酥的声调差点聊得他耳朵怀孕了。上河宴我不去总行了吧？提匾也不要了吗？不要了。男人垂眸，似乎低笑了一声，下一秒猛然发力，扯着女人进入书房，接着关上房门。在外面一直作壁上观的可乐看着关上的房门，愣了两下，转身去找江三要酸梅汤喝去了。高大挺拔的男人压在门板上，紧紧地贴着他，他瞬间有点慌。论武力，他也没什么武力，单说力气，他都远远扛不住这个男人。王爷，冷静，这是大白天，这里是总督府，想想你的规矩啊，想想你总督大人的面子呀，在你庄严的官署里头白日宣迎，你好意思吗？给我亲一下，我就带你去上河宴，还给你提匾。他已经自动降低了条件，他还想怎样？洗澡你漱口刷牙了吗？自然。那你漱口刷牙之后，今天又亲了木槿了吗？如果注定逃不掉，他最起码要争取点整洁。宋池好像就明白了一点他关注的点。我根本没亲过他，此生只亲过你一个。你发誓？好，发誓。如果你说谎，今后就不举。男人的脸黑了黑，怎么也没有想到想亲自己的女人一下竟然如此麻烦。他堂堂一个江南王，竟然被逼着发这种誓言，他要真发了，他还要面子吗？然后本王发誓，此生只亲过你一人，如若说谎，永生不举。苏角角呆了呆，真心没想到宋池一个王爷还挺纯情的。你这个傲人的小东西，说着掐紧了他的纤腰，狠狠地吻住了他的红唇。许久之后，苏角角几乎要窒息时，好容易推开了他。唇脂都让你吃没了。行了吧，说好了亲一下，给你亲了，放我出去，我要补个妆。不够。什么？还不够。宋池一把将苏角角拖抱起来，阔步走到里面，倒在暖榻上，不由分说低下头，再次狠狠地封住了他的唇。晚上还有事情，有晚宴。时辰还早，我的好角角。宋君兰，你清醒一点啊！这里是总督府，是府衙，庄严肃穆的地方。话这么多。他拉着他的手去扯他的腰带，苏角角心头一慌，他嘴干净，可不代表他身子干净啊！不行，宋池，你住手啊！敢把我衣服撕坏了，你试试。试试就试试。他千挑万选的性感战服啊！这就试试。苏角角开始竭力反抗，只不过效果寥寥。以前谁传言的？说江南王不近女色，对女人没有兴趣。谁说的？给他站出来！宋君兰，咱俩闹出动静，会让官署的人笑话的，你的威严形象就完蛋了。什么破形象？本王不在乎。角角，快配合一点。配合你大爷的！快给老娘滚起来！我家角角一点儿也不温柔，有点同情心好不好啊？你起来说话！见鬼的什么同情心啊！我不舒服，我难受，求角角搭救则个，本王一定此生不负，永远以身相许。苏角角一惊，一句卧槽在嘴边划过。宋池这厮什么时候这么酥，这么玉，这么撩了？这让人有点狠不下心呢。现在不行，时辰不早了，晚宴都要耽误了。破晚宴不去也罢。可是我想去。那就一次。苏角角暗暗撇嘴，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他回保证的就一次，马上完，哪回都违背。宋金兰，你再这样我就生气了。男人怔了一下，危险的眯了眯眸子。苏角角有点怂的哄了哄。好王爷啊，晚上好好伺候你，行吗？宋池虽然有点不满，可毕竟今天成功亲到了。晚上别想躲。苏角角顿时想到了他的那本禁书，无语的暗暗咧嘴。两人从书房走出来时，王爷英俊中透着丝丝风情，看得舒云川暗暗摇头。苏角角需要整理头发，重新补唇脂，向可乐招手。君兰，你家这个丫头片子把我冰镇的2壶酸梅汤都喝光了。我没有。
我只喝了1壶半。宋池此刻心情极好，弹了块碎银子给舒云川。我们家角角的丫鬟和你点酸梅汤算什么？哎呀，我冰镇了一下午呢。穷酸。舒云川心道：好嘛，地位不如苏角角也就罢了，现在连他的丫鬟都能骑到他头上了。你要把苏角角宠上天啊？哄女人开心罢了，又不影响正事。又想到什么？以后我后院的事你不许插手，否则你试试。试试如何？试试就试试。宋池将刚从苏角角那里学来的话送给了他的谋士。舒云川没说话。傍晚，苏角角坐在豪华的马车里，外面宋池骑马跟随，前后都有侍卫保护，气派非凡。这就是他执意要跟着宋池一起来参宴的目的。江南王对他的看重，等于他宣发娱乐城的隐形名片，所以这是一桩稳赚不赔的买卖。听说江南王也会来赴宴，牛胜早早的在门口迎候，还有很多官员带着内眷也都纷纷出来等候。只见英姿勃发的江南王搂着女人的腰肢，将她抱下来。王爷，不介绍一下人家吗？人家初次来，怕被夫人小姐们欺负呢。那语气还可真是白莲花本莲呢。女人的贴近令宋池非常的受用，单臂搂住女人的软腰。给诸位介绍一下，这位是本王最宠爱的女人苏角角。见过苏姑娘。苏姑娘好。一片殷勤讨好的问候声。苏角角还不满意。王爷，你给人家瞧瞧，珠钗歪了没有啊？宋池也是对苏角角做戏的能力服了气，可又忍不住听从他的话，果真打量了一下他头上的珠钗，然后伸手调整了一下。王爷真好，我们进去吧。即便知道他在演戏，宋池还是被他明艳的笑容给晃得心头一颤。妖精牵着女孩小小软软的手，并排走进了牛府。过了一个花园，男宾女宾就要分开走了。别喝酒，别和外男接近。知道了。从袖子里掏出来一叠硬纸片，塞到男人手里。这是什么？这是我娱乐城的宣传名片，你待会儿吃饭的时候把这些都分发一下，别忘了说是我开的，等开业了请他们去捧场。宋池的脸黑了黑，他堂堂一个江南王，要给他的一个铺子发宣传单，他的面子何在？王爷帮人家嘛，好不啦？宋池干咳一声，似乎低声嗯了一声，拿着一叠名片就走了。牛芳菲总算是有胆子凑过来了，我算是开了眼了，今天的王爷不是我原来见过的王爷。芳菲，我的好朋友，走，带我去认识一下诸位夫人小姐吧。哼，你这个变脸妖精，谁要你做朋友啊？你就会坑人。我那都是为了讨你爹的体扁嘛，哪能真告你啊？好啦，你心胸宽广，不要跟我计较了，好不好？这样，娱乐城开业了，我给你打7折。你昨天还说给我打5折的。好，5折，满意了吧？我亲爹都没有这个折扣呢。走，我带你去结交。有了进门的那一出，各府的夫人小姐都对苏角角格外的客气。可乐贴在她耳边说：“小姐，你看那边。”苏角角往她指的地方看了一眼，顿时愣住。林清源也来了，正躲在树后向她招手。可乐，你守在这里，我去一下。小姐，别去，王爷就在牛府，被他撞见，你们就完了。我要找他问个事儿。有什么好问的？今晚宋池想睡我，我要吃个什么药？真来亏水。可乐一噎，苏角角悄悄地走到了后面。林清源一直目含深情地看着他，待他走近，他刚要说话，苏角角拉着他去了一个更为偏僻的角落里。清源，你怎么来了？想你了。宋池也来了，你赶紧走吧，别让他发现。我昨晚又梦到你了，角角，我能抱抱你吗？不等苏角角表态，他已经拥住了他。抱着他时，因为太过激动，身子在微微站立，松开他，他的耳朵脖子都红透了。知府牛夫人生病了，请我来看诊。我知道你也来了，实在忍不住，就过来想看你一眼。清源，有没有什么药能让我立刻来癸水啊？怎么，他逼迫你了？苏角角不想多说，我就想马上来癸水，对身体不好，不能经常用。先用这一次，以后再说。林清源附在苏角角的耳畔，将简单的药方说了一遍。近距离看着女孩粉樱的脸蛋，他暗暗的吞了口水。记住了吗？苏角角默记了下来，复述给他听。林清源满意的点头，他的角角素来聪明，禁不住有些心疼的摸了摸他的脑袋。明天你去聚仙楼，我给你配一些补药，别亏空了身子。好。宋池吃宴时一贯不太喝酒，也没人敢灌他酒。江巴猛然现身，附在他耳畔低语：“苏姑娘正在和林清源见面。”话音刚落，宋池的脸肉眼可见的就阴沉了下来。舒云川因为账本的事儿姗姗来迟，刚要坐下，就瞧见宋池含着一张脸快速离去。又有好戏看了吗？
宋池带着几个暗卫，大步流星的急速来到后园子。即便夜色弥漫，宋池还是一眼就遥遥的看到了那2个人，脚步下意识的顿住，腿边的手暗暗攥紧。一男一女离得很近，那男人似乎是贴着女人的耳朵说着些什么，他就知道那女人心里喜欢林清源。之前他一直否认，他还信了他的话，现在都偷情上了，骗死他得了。正要冲过去质问，脚步却迈不动。苏角角那女人巧舌如簧，自己就撑不住会心软。江三，属下在。晚上悄悄地干掉姓林的，做漂亮点，弄成意外。是。这时候旁边传来叽叽咕咕的谈话声，宋池隐没在竹林里，眼睛一直盯着苏角角那边。只要他和林清源有过任何亲密的动作，他就绝不手软。可乐，苏角角说去更衣，怎么偷偷跑到这里和男人幽会？什么幽会啊？就是见个面，说几句话而已，还而已。这要让江南王知道，苏角角的脑袋还能好好戴在脖子上吗？那人不是林大夫吗？想不到高岭吃花的林大夫也能做出这种事。我的眼要瞎了。牛小姐，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们小姐找林大夫是去求药了。求药？求什么药？宋池也拧眉，认真的听着。我们小姐今晚不想伺候江南王，想要立刻来癸水的药。宋池的脸色瞬间白了，一颗心狠狠的沉了沉。他和王爷那么黏糊，他竟然还不想伺候王爷。这要是我恨不得天天伺候。不，我不敢。我们小姐有身体洁癖，王爷睡了别的女人，还想再睡小姐。我们小姐嫌弃脏。男人不都三妻四妾吗？我们小姐心思和一般姑娘不一样。小姐说和她恋爱的时候再睡别人，那叫劈腿。现在王爷睡了个木姐，在我们小姐眼里，王爷身子已经脏了。苏角角这个想法非常了不起啊！走，去打断他们俩的幽会。说了不是幽会。牛芳菲大声叫唤着苏角角的名字，林清源吓了一跳，跟苏角角打了个招呼，转身就走了。林大夫对人还是这么冷漠呀。黑暗里脏了的宋池陷入沉思，江八陪在旁边有点惴惴不安。突然王爷露出了一抹勾魂的轻笑。原来如此。转念间，他将舒云川恨得牙疼，都是他出的什么馊主意？去，立刻让舒云川去总督府操练场跑步1个时辰。江八闻言一愣，舒先生最讨厌运动了。江三，江四道，王爷，江三去执行干掉林清源的任务了。你去叫回来江三，任务取消。是。宋池背着手不急不躁地往宴会园子走，心里开始盘算起来，和木槿之间的误会必须马上解释清楚。他哪里脏了？他只有他一个女人，最干净了。今晚他必须要吃肉，快熬坏了。从怀里掏出来那本禁书，翻了翻，又翻到了一个挺不错的姿势。江八，江九现身。王爷，江八去监督舒先生跑步去了。你立刻盯紧了苏角角和可乐，绝不能让他们搞到什么药。是。宴会结束，苏角角看着等着他的宋池，被他脸上那抹幽深的笑容笑得浑身抖了抖。王爷，你心情挺好啊。看你了。饶是苏角角那么聪明通透的人都没搞明白他话里的意思。可乐没有上马车，悄摸的想离开。你丫鬟不上来了？他呀，我让他给我买点零嘴回去。平时也没见宋池这么关心可乐呀。刚才林清源跟苏角角说妥了，他先回济世堂给他配药，可乐过去拿就行。可乐一路飞奔，喘得不像样子，眼瞅着济世堂不远了，突然觉得身子轻飘飘的，低头一看，娘哎，他竟然双腿腾空了。你放我下去！可乐姑娘莫怕，我是王爷跟前的江九。我管你江八江九，你江几也不能抱我的胸啊！抱歉，姑娘的腰实在不明显。江九停下，调整了一下位置，变成了单臂捞着她的腰。在下真没有冒犯姑娘的意思，主要是姑娘的腰太粗，胸太平。可乐鼓着腮帮子，磨着牙，就好气呀。宋池和苏角角一起回到明月院，苏角角嚷着还饿，上厨房准备了一些饭菜。宋池陪着他又用了一些夜宵，主要是要给可乐拿药，创造时间。王爷，给你的名片都发完了吗？人人都有。计划10天后开业，开业当天王爷要是能够前去剪彩，那就太好了。能去吗？宋池刚想应下，看情况。你不去剪彩也没事儿，大不了我坑着牛圣大人去。
晚上别吃这些不好刻画的。我睡觉还早着呢，大不了运动运动嘛。宋池挑眉，也是，想吃就吃吧。苏角角一愣，有点搞不懂这个男人了。吃完饭，宋池歪在他屋里的暖榻上看闲书。苏角角一看他赖着没走，估计是他想要睡在这里，有点着急。王爷，我出去溜达溜达，事成了。宋池未置可否，只是唇角微微扬起一丝弧度。苏角角在院子里焦躁地溜达着，就看到可乐垂头丧气地走回来。可乐，药呢？可乐双手一摊，他没配好药，都没见着小林大夫，就被王爷的人给提溜回来了，太侮辱人了。提溜就提溜，干嘛说他没凶嘛？恨死了！苏角角心道一声不好。宋池既然能够防着可乐，估计他见林清源也瞒不住他，那可是个海量醋坛子呀。正考虑着该怎么办，江三就来请苏角角进屋了，说是王爷有请。苏角角叹了口气，走一步看一步吧。进到屋里，发现木槿跪在屋里。哎呀，木槿姑娘，快起来呀！你是王爷宠爱的人，地上凉，快来坐下。木槿跪的纹丝不动。木槿，谁给你赎的身啊？是舒云禅先生给赎身的。赎身前那夜，本王可曾疏拢你？王爷不曾碰过木槿。王爷，你们俩有什么误会？不如去西厢房说开。这2夜，本王和你什么情况？如实说。这2夜，王爷从来不曾碰过木槿，都是木槿自己坐在旁边干叫，王爷自己摇床。说什么呢？开玩笑吧。再看宋池，发现他一直低垂着眼睫，看不到他的表情，不过耳朵似乎可疑的红了。木槿句句属实，所谓的宠爱都是假象，王爷从不曾碰过木槿，木槿之情，完璧之身。那你们俩为什么这样呢？木槿心道，他个倒霉催的，他哪里知道啊？宋池也是心想，这让他如何好意思说呢？带木槿去西厢房，让嬷嬷验身。木槿默默地出去，不一会儿，有个嬷嬷在门口低头汇报：回王爷，木槿姑娘已经验完身，仍是完毕。江司将木槿送出明月院，今后和本王没有任何关系。一切都安排完了之后，宋池看了苏角角一眼。你懂了？苏角角早就懂了。不懂。只碰过你一个。哦，听着那2个晚上你们俩那么大的动静，费劲巴拉的弄着假把式，你图什么呀？想让你吃醋，苏角角满意了。宋池一甩袖子，进浴房洗澡去了。今晚那几个姿势，你别想逃。苏角角的笑声戛然而止。等到男人洗完出来，上衣敞着怀，隐隐约约露着秀气的锁骨，还有精健的腹肌。苏角角灯下看美人，竟然有一阵恍惚。仍旧干净的男朋友，看着比以前又顺眼了几分。他直白的目光让男人有几分受用。想要了？呸！苏角角啐了一口，赶紧躲去了浴房洗澡。等到他洗完，绞干了头发，宋池等得眼睛都红了，走过去从后面将他搂住。磨磨蹭蹭的，你故意熬我吧？我有点不舒服。小骗子，不舒服给你治。将他搬过来身子，挑起他的下巴，低头狠狠地捉住他的唇，密密麻麻的吻落下。他晕晕乎乎的，仿佛置身在沸水里。整个房间温度骤然升高，寂静的夜里有点声音就格外的清晰。可乐候在院子里，和江三两两相望，都有几分尴尬。也不知道多久，苏角角几乎累得摊成了一汪水，被男人抱着去清洗。常年有热水也不好，浴桶里没泡一会儿就变了风向。门外候着的丫鬟们纷纷红着脸：“姑娘，还继续烧水吗？”“继续去烧吧。”这才听到江三扑哧一声笑，可乐的脸不由得一红，下面的话没说出来。终于返回榻上，苏角角眼皮子沉的几乎是睁不开，推开他又在作乱的手：“别闹了，困死了。”“你困了，你睡。”他却没睡。想着书里的内容又不老实了，苏角角迷迷糊糊的想，就空他几天就缠成了这样。男人都是狗东西。一觉醒来时，天早就亮了。小姐可算醒了，人家王爷早就起来了。他人呢？一早起来练了拳，吃了早膳，就去总督府了。你俩办同一个事，人家王爷神采奕奕，你就跟没骨头的懒虫似的，早膳都热了好几次了。苏角角翻了个白眼，这话说的，他也不想这么没用啊。谁想到出力的没事儿，他快散架了。在可乐嫌弃的唠叨里，苏角角算了算时间，要接近危险期。
给我拿一颗事后药丸。可乐取了一颗药丸给他，苏角角就着水吞了下去。苏角角让可乐先去给林清源送封信，就说不用他准备补药了。等来到娱乐城时，先看到了等候多时的牛芳菲。哎呀，这都晌午头了，你怎么才来啊？你倒是来得挺早的哈，别送来了，都挂上了，你快去瞧瞧。牛芳菲拉着苏角角跑到楼面外面，边走边打量他。你偷喝琼浆玉液了，怎么又美了一些啊？以后你经常来娱乐城，我保证让你一天美过一天。牛胜写的娱乐城3个字龙飞凤舞，很有气势，写得真好，不愧是当初的江南3大才子。那是，要不当年我娘可是临安第一美女，怎么会嫁给我爹？唉，你为什么长得像你爹呀？好你个苏角角，你只像我丑，我也是一般丑，没有特别丑吧？今天要给娱乐城的员工进行排练，牛芳菲闲着没事儿，跟着苏角角一起去了后院。的意向申请书来看，有10个人愿意接客，2个人不想接客，我都尊重你们的意见。我会根据你们每个人不同的气质风格，给你们设置专属于你们的人设，量身打造，每个人将来都能够独当一面。接客的这10个人呢，每个人有选择恩客的权利，同时我将提高你们待客的门槛，500两银子起，才配竞争你们的过夜权。所有收入你们都能够提取1成的提成。话音刚落，男人们全都激动的议论纷纷。这一切的前提是你们要按照我的排练达到要求，2次仍不达标者发麦。所有人都被震慑住，表情严肃，打发走了接客的10个人，留下那2个不接客的，一个叫渊玉，一个叫川婷。你们2人不用紧张，我尊重你们的决定，绝对不会逼迫你们做你们不想做的任何事情。我回去想一想，给你们俩设计符合你们性格的人设，等他们俩下去后。最后这位渊玉真是世间罕见的美男子啊，你不会留着他偷偷自己用吧？这些都是我的同事，要尊重他们。切，等到王爷发现他们这么俊，尤其那个渊玉，一张祸国殃民的脸，王爷肯定恼你。苏角角愣了下，这话还真没准，回头要给他打预防针，别他一个不高兴，把他的得力干将全都给打杀了。总督府里，宋池在书房里用大号的毛笔写着大字，屋里地上已经铺了好几张字，都是他不太满意的。江三守在旁边，也不敢多说什么。终于，宋池看着这幅字满意了，去找人做成匾，用最好的料子。是。江三取走了大字，舒云川走进来，啧啧道：“娱乐城3个字，你写了这么多遍，没见过你对谁这么用心啊？”宋池昨天晚上肆意畅快，想试的姿势都试了个遍，心满意足，心情美美哒。看着舒云川阴阳怪气的样子，难得大度了一次。男女之间的情趣，你一个光棍懂什么？舒云川不再说笑，递过去一封密信。刚刚接到密报，京城那边正在秘密接触京南节度使徐佐广。宋池垂眸看着密信，徐佐广拥兵15万，且手里有2个铁矿山。没错，京城就看上了他这2样，试图拉拢过去，与我们2相鼎立。宋池略一思索。那徐佐广虽然为人奸诈贪利，可他家眷均在临安城，更遑论他的妹妹是本王大嫂，他轻易不会倒向朝廷。也是，当年你力挺那徐氏，坚决不让你大哥休妻，不就是图的拉拢徐佐广吗？家族联姻和政治牵扯，这是必然之路。当年他大哥厌恶大嫂，他帮助大嫂立足王府，确实有这方面的考虑。虽然内幕有点残忍，可他没觉得自己做错。听闻徐老夫人过世10年忌日快到了，徐佐广是个大孝子，定会回临安城祭拜，到时候王爷和他再聊聊。宋池正有此意，缓缓点头，一把利刃要么握在自己的手中为器，要么毁掉锋芒。下午空闲了，宋池溜达着去了娱乐城。哎呀，大热天的，不去消暑，跑来这里做什么？几人走到娱乐城楼面外面，纷纷驻足愣住。君兰，恕我眼拙，这楼上挂的匾是你的字迹吗？我看着怎么不像啊？难怪那个女人声称不要她提匾了，原来她不是非她不可。可恶！别说这字啊，写的有气韵，有风采，不错不错。宋池转身就走。牛胜那老小子最近挺闲呀。在知府衙门处理公务的牛胜莫名的打了个寒战，接着下属气喘吁吁的跑进来。大人，总督大人让您1炷香之内去总督府，说是晚了就打断你腿。我操，这又是哪个混蛋惹着王爷了，殃及我们这些无辜的。等到牛胜满头大汗跑到总督府，牛大人，你脸挺大呀。下官来晚了，请王爷责罚。既然牛大人闲得很，不
不如帮帮舒先生，把曹运的账目接过来，整理完再誊抄2遍。牛胜一头雾水，蒙圈的看着宋池，又看看舒云川。牛大人，有劳了，账目还有3成就算完了哦，你全都整理完，别忘了好好誊抄2遍。牛胜不敢多话，正要坐到椅子上。牛大人既然挺闲，就跪着算吧。牛胜略显粗糙的黑脸上掉下来几条冷汗，撇着嘴，颤颤巍巍的开始掰扯账目，心里还忍不住暗骂：到底哪个龟孙儿惹着他们王爷了？下午，在娱乐城忙活了一天的苏角角慢悠悠地走出来。老天爷啊，碎了！什么碎了？苏角角顺着可乐指的看过去，顿时呆住。早上刚刚挂上去的牌匾，现在掉在地上，碎成了好几块。我的匾啊，我的匾！这是谁干的？太他妈缺德了！暗处的几个暗卫全都抖了抖。那个江几来着？江九现身。姑娘叫我，你不是保护我们小姐吗？你可瞧见这牌匾是谁弄坏的？在下不知。你武功那么高强，我不信你没看到。眼前一花，江九消失了。挂上去还没捂热乎呢，就废了。牛大人那么疼爱他闺女，你去再找他讨一块来。如果他拿捏，你就说状纸我随时还能够再写一份。我这就去。宋池看了看外面的天色，想到书房里被冷落的自己写的匾，再看牛胜，眼底都是嫌弃。牛大人连夜在这儿忙吧。说完，径直离开总督府，骑上马向明月院而去。走在半路上，江八、江九现身，全都受了伤，满身的鲜血。王爷，这2人是保护苏角角，这时候出现还受了伤，肯定是苏角角出了状况。苏角角人呢？属下无能，没有护住苏姑娘，她被一伙人劫持走了。什么？宋池的脸色瞬间寒了下来，想到那个女人正身处危险，生死未卜，宋池心有点慌，用力的深吸几口气，才恢复了理智和冷静。对方什么路数？对方来了近100人，军事高手，配合默契，江湖人。短短几瞬，无数分析已经在宋池的心里头划过。江一去调南虎军，迅速在临安城周边进行严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之人。江一领命而去。江2调集王府羽林军，在城内挨家挨户的严查，宁可错抓，不可漏失。属下遵命。江2飞身离去。你们回去治病疗伤。说完，纵马疾驰而去。江8、江9缓缓站起来，脸色极其难看。他们全都穿着黑衣服，鲜血看着不明显，其实他俩都受了很重的伤势，这会子也只是在咬牙硬撑着复命。找了一圈，压根没找着知府大人的可乐，踢踢踏踏往家走。抬眼一看，前面站着个熟人，不就是那个讨厌的江九？哟，我还以为见着鬼了，瞧你那脸色多难看啊！本姑娘宁可跑断腿，也不想被你带着飞。江九张了张嘴，一个字儿都没说出来，直直的倒了下去。大兄弟，不是吧？这么玻璃心啊？说你脸色难看，就能气晕你啊？江8也撑不住，单膝跪地。可乐这才意识到不对劲儿。江九，你不会要死了吧？接着冒出来几个暗卫，将他们俩抬起来，迅速消失。可乐呆了半晌，才后知后觉的想到一个问题：保护小姐的江九受伤了，那他家小姐呢？总督府里气氛肃杀，江回也被调了回来，连牛胜都不需要啃账本了。苏姑娘乃是一个普通商户女，即便有仇家，也不会牵扯如此雄厚实力。所以啊，苏姑娘此遭被劫，是冲着王爷来的。目前估算有几种可能：京城、南刘国、海匪。还有一种可能啊，那就是情仇。宋池下意识就恨得牙疼。苏角角被他的奸夫抢走了。人家牛大人说的是情仇。王爷，爱慕您的女子也大有人在啊！您突然宠爱苏姑娘，保不齐就有嫉妒的女子将苏姑娘视为眼中钉啊！真是如此，那苏角角就性命堪忧了。咱们又不是女子，也不了解女子的心思，我家夫人就心软胆小，女人之间的嫉妒呀，大概顶多是划划脸、打断腿、掰断手这种小打小闹吧。他说这话的本意是想安抚王爷，不料王爷听了脸色更阴沉了。不一定，忘了有句话叫最毒妇人心，女人狠起来也是很可怕的。就苏姑娘长成那副模样，哪个女人不想弄死她？宋池的脸色沉得几乎结冰，那个小骗子那么娇气，划破手指头他都心疼的要命，更遑论这2人说的残忍酷刑了。不，他一样都不能够接受，他的女人他绝不容许她伤到一点。在
再加派南虎军1万人，掘地3尺也要给我找到人，暗卫全部出动，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舒云川心道：宋君兰，你真的完了，这就是你嘴硬、口口声声仅仅陪睡的玩意儿。少年状元郎，文韬武略的天才，掌权多年，你何曾如此慌乱过？将回进来。王爷，有人求见。什么人都不见，是苏姑娘的弟弟苏全，让他进来。苏全一头大汗，应该是跑着来的。擦擦脸，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姐姐是不是被人跑走了？听谁说的？全城都在戒严，都在找人，我听见搜查的侍卫说的。放心，会找到的。姐夫，你一定要把我姐全虚全影的找回来啊！她要是出了事，我爹娘都活不下去了呀！一声姐夫叫得宋池心头一跳，摸了摸他的脑袋，罕见的带着几分怜惜。放心，我会全力以赴，一定把你姐姐好好的带回来。我不哭，哭出来不吉利，我姐肯定会没事的。安排了江回亲自将她送回家。苏角角醒来时，后脖子疼得厉害，苏角角没敢睁眼，搞不清周边状况前，他也不敢轻举妄动，手脚无力，脑袋昏沉，大概给他服了什么筋骨松软的药物。想到自己荷包里头的解毒丸，苏角角暗暗地赞了一声林清源，他家小林大夫还是挺顶用的嘛。悄摸地捏了颗解毒丸，再悄悄地吞进嘴里，停了一会儿，头不晕了，手脚上的力气也恢复了。主上，要不要给那女人绑上？服了软筋散又不会武功，绑个什么劲？那要不要砍掉她一根手指给雇主送去？苏角角惊得眼皮子一颤，就听到缓缓的脚步声逼近。醒了，装睡呢。苏角角无奈地睁开眼睛，和对方对视。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抓我？你是苏角角？宋君兰竟然喜欢这种货色，除了好看没点意思。苏角角继续扮演胆怯的小老鼠。你放了我吧，我可以给你很多很多钱。很多钱？有多多呀？你想要多少啊？10万两白银有吗？没有，但是不能够露怯。才10万两啊，不算多，你放了我，我给你这点银子。哟，还是个小富婆呀，可惜呀，这趟不为银子。苏角角心底一抖，完了，这人不图钱，那就是要图他的命啊！垂着眼睫，细细思索，他得罪过谁呢？竟然想要他的命？想来想去，没有，那只有另外一种可能。难道说有女人爱慕宋池，将自己视为情敌？我除了有钱也没有别的了。说实话，我虽然名义上是王爷的爱宠，其实都是假的。假的？怎么说？我如果说了实话，公子能放了我吗？我先听听是什么情况。公子也看出来了，我这种性格上不了台面。王爷其实也不待见我，他有个红颜知己，视若性命，为了保护他，就让我给他打掩护。那女人是谁啊？据说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两情相悦，感情甚笃。对不住了，刘晴儿，先拿你挡一挡灾，保命要紧。我就说嘛，你这种可怜的胆小鬼，宋池如何会瞧上啊？公子英明，王爷特别的厌恶我，连手都没有牵过。我这脸长得也行啊，怎么就……行了，别哭了，我抓错了人，我都没哭呢。你真有10万两白银？苏角角暗地喜悦。有的，我家除了有钱也没有别的了，10万两白银也就是毛毛雨了。毛毛雨是什么意思？就是9牛1毛的意思。公子，我想如厕。快去。公子，我没家。鬼婴，抱他去如厕。一个年轻男子进来，估计也没有抱过女人，这样那样的比划了好几下，不知道如何下手。抱个人都不会，笨死得了。直接上前将苏角角一把团抱在怀里，就像是抱着一只猫，大步流星的走了出去。苏角角小脸趴在桃花眼的肩头，观察着周边情况。他们在一座岛上，下面就是滔滔江水，估计不错的话，应该是临安城东南方向的庆阳湖。桃花眼将苏角角放在公桶上坐着。要我帮你脱裤子吗？苏角角脸上一红，有劳公子了。操，这女人竟是个花痴，想得美。男人躲避病毒一般快速地跳了出去。苏角角赶紧悄悄走到窗口，向外面仔细打量。这个房间的后窗户是一片灌木丛，那里没有人把守，往下几10米就是湖水。如果他速度足够快，顺着这里跑下去，再跳进湖水里，他有自信游出去。正盘算着有几分胜算，就听到外面传来鬼婴的声音。好了吗？还没有，有点闹肚子。鬼婴似乎啐了一口。
正喝着果酒的桃花眼看着刚刚进来汇报的属下，有点不敢置信。你刚才说什么？主上，江南王出动了大量南虎军和所有羽林军，正城里城外的严密搜索，已经有暗卫向我们这边寻来。这能是一个对不宠爱小妾的态度？操，那个小老鼠骗了我！鬼婴，把他从公头上抓过来！他在闹肚子，没拉完也给我弄来！鬼婴沉默了一瞬，这是个有味道的任务。桃花眼冷笑一声，正想感慨地骂几句，我操，跑得还挺快呀！桃花眼纵身一跃，径直从窗户飞了出去。苏角角还有10几米就跑到湖边了，却被人一把掐住了后脖子。你这个满嘴谎言的小老鼠，差点被你骗过去！求公子不要杀我，我知道错了。公子英俊超凡，我对公子一见倾心，公子留下我可好？宋君兰玩过的女人，本公子才不稀罕要。想将这女人小腿掰断的念头就这么给含糊过去了。快看，会接！桃花眼下意识转头的瞬间，苏角角狠狠地将一根簪子刺向了他的颈动脉。桃花眼狠绝地拔起了簪子，真会伪装呀！敢伤了我，我定将你抽筋剥皮！苏角角懒得和他废话，趁着他失血脱力，搬起来一块石头朝着他砸去。桃花眼竟然失去平衡，一个趔趄跌坐在了草地上。苏角角转身拔足狂奔，来到湖边，毫不迟疑，扑通一声跃入湖水中。鬼婴来到主上身边时，发现他脸色惨白。主上，你受伤了。别管我，去抓那个该死的女人，她刚刚跳湖了。鬼婴愣了一下，迅速跃入湖中。他很聪明，竟然潜到了水底，在水底往前游着。鬼婴用内力驱动着速度，快速接近了女人，挟制着她浮上水面。鬼婴拖着水漉漉的女人上了岸。宋君兰的爱妾果然非比寻常，10年来你是伤我的第一个。苏角角也不装了。你想要我性命，伤你只不过是我的自保。这世上没有不能谈的买卖，留我性命，条件你随便开。有意思，伤了本阁主，你还想活着？你说，等宋君兰找到这里，发现她真爱的女人已经被箭射成了血刺猬，她会不会气吐血呀？苏角角心下恐慌，面上仍旧努力维持镇定。我给你20万两白银，老子玩死你，既能气死宋君兰，还能得到10万两黄金，稀罕你那点钱吗？这么舍得下血本，宋君兰，这肯定是你的烂桃花。鬼婴，将这女人给我绑在架子上，我要拿她练剑法。鬼婴拖着苏角角往前面的木架子走去。苏角角开始害怕了，仍不放弃谈判。你何必与宋君兰为敌呢？你的雇主虽然能给你很多钱，可你值当因此而得罪江南王吗？我实话实说，我确实是宋君兰的心头好。你拿我跟宋君兰谈判，我保证他会同意给你20万两黄金。阁下也是一方首领，懂得审时度势，权衡利弊，请你务必考虑一下我的提议。你还真是巧舌如簧，我差点就被你劝得动心了。可惜伤我的人，我不玩死我心里不痛快。鬼婴返回桃花眼身边，主上，先给您包扎伤口吧。不急，等我玩会儿再包扎不迟。话音刚落，手里一松，利剑嗖的飞出，箭头划破了苏角角的脖子。苏角角疼得直抽冷气，这是他来到古代3年来第一次正经受伤。这细皮嫩肉的，趁着鲜红的血，真是赏心悦目呀！有个属下急匆匆跑来，主上，不好了，江南王他们往这边来了，还挺快。桃花眼冷哼了一声，一口气放上来3支箭，对准了苏角角的心口窝。小美人，时间紧急，咱们就玩个痛快的。去了阎王殿，记得下辈子别再遇到我。说着，手一松，3支利箭直直射向了苏角角的心口。苏角角狠狠地屏住呼吸，一双水眸睁得很大，他竟然能够看到那3支明晃晃的箭正朝着他一寸寸逼近。这是要死了吗？一抹惶恐划上心头，他竟然还闪过了一个荒唐的念头，是不是死了他就能够回到现代了？宋池得到消息，踏上庆阳湖的小船上时，心底莫名的就发慌。你下去坐另一艘船。为什么呀？咱俩不是一直秤不离砣，砣不离秤吗？下去，你不会武功，耽误速度。舒云川无奈的叹口气，去了另一艘小船。舒先生，有我在，会保护你的安全。舒云川悠悠点头，还没心宽几顺，提前说好了，再危险的时候也不许抱我腰，我怕痒。屡屡遭到嫌弃，他们这么快？舒云川这才向前面看去，发现宋池所乘的那艘小船逆着风，竟然滑得飞快。他们用内功催发，加快速度。哎，咱们不和他比，他有女人在等他救，咱们没有，稳着点儿，坠湖了可不是闹着玩的。哎，
司江辉，你疯了吗？滑这么快干什么？距离湖心岛还有20丈远时，宋池看清了苏角角的现状。角角，生死瞬间，他根本没有思索，双手凝气，汇聚所有炙热内力与掌心，猛然翻转掌心向前方推去，以雷霆之势凌厉冲出，天地万物瞬息间似乎通通震荡了一下。3支箭雨在苏角角身体1尺前猛然停住，被狠狠地推出去了几丈远。苏角角大大的睁着眸子，看的是不可思议。镇龙诀9层天，江南王竟然武功如此高强。行呀行呀，宋君兰竟然隐藏得这么深，今天也不算白来一趟。主上，我们敌不过宋池，赶紧撤吧。爱骗人的小老鼠，咱们后会有期。鬼婴扶着桃花眼迅速撤离。主子竟然用了镇龙诀，为了一个女人就这么暴露了。宋君兰，你真是……话说不下去，气得额角突突直跳。小船很快来到岸边，宋池迫不及待，快速来到了苏角角身边，抖着手解开了绳子。有没有事？哪里生着了吗？哪里疼告诉我。好了，过去了，不怕了啊！以后不会了，我会护好你的，护好你。你怎么才来啊？我差点就死了，那个疯子要弄死我，吓死我了。宋池捧着他的小脸，眼尾有点红。对不起，是我不好，我来晚了，还好你没事。又抱紧了他，一双手在他后背摩挲，恨不得将他揉进身体一般。苏角角难得安静地依偎在他怀里，听着他砰砰跳得飞快的心跳声，渐渐安心下来。这才知道为什么电视里都那样演，经过死亡线的人们要拥抱，原来拥抱可以让人寻到安全感，可以平静安心。江回和舒云川上了岸，就看到这幅情意绵绵的景象。宋君兰，你色令智昏了吗？你竟敢暴露镇龙诀！自从有了这个女人，你就变得不像你了。为了这么个女人，你竟然不惜暴露自己的真实实力，还将镇龙谷陷入危机，付出这么多代价，你昏头了吗？越说越怒，舒云川从江回腰间拔出来刀，向着苏角角砍去。置大局于不顾，不如除掉这个才行。宋池一扬手，大刀从舒云川的手里飞出，舒云川被那股真气震得向后退了好几步，一屁股跌坐在地。谁也不能伤他，你也不行。宋君兰，不就一个女人，你何至于此？暴露的后果我一人承担，值得吗？值不值得是我的事。舒云川，我再警告你一次，胆敢伤他分毫，你我割袍断义。你宋池将苏角角护在怀里。我若连自己的女人都护不住，我还算什么男人？你说过不会影响大局，你自己说的。宋池用力地喘息了几口，心口涌上来的寒气越来越多，他赶紧推开苏角角，还没来得及扭过去他的脸不让他看。宋池想跟身边的女人说别看，没发出声音，眼前一黑，整个人轰的一声栽倒在地。宋池，你怎么了？苏角角吓一跳，蹲在他身边推了推他，他那狭长的阴眸紧紧地闭着，毫无反应。江回吓坏了，跑过来探查着主子的鼻息。王爷耗尽了所有的纯阳内力，内力虚空了，有点走火入魔的迹象。苏角角没太懂，只大概明白宋池现在有点危险。那别愣着了，赶紧回去让大夫给他看病。江回招呼着几个暗卫，将宋池抬上船。苏角角守在宋池身边，心里有点七上八下的。他虽然不懂武功，可又不是傻子。从刚才舒云川和宋池的对话中，他猜到了8、9分。刚才3支箭要射中他时，是宋池用了什么镇龙诀阻止了箭矢，救了他的命。而这个武功直接暴露了宋池的真实实力，而他现在奄奄一息，要走火入魔，也是因为救他，耗尽了内力。再去看宋池时，苏角角的心里有点复杂，说不清是什么滋味。舒云川自从上了船，整个人就像是被抽离了魂魄一般，目光都失去了焦距，偶尔和苏角角对视上，又会变得凶狠厌恶。苏角角实在是忍不住，舒先生，咱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是不是喜欢宋池啊？妖女，不要胡言乱语，你无耻卑鄙下流，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喜欢又不分性别的，我很开明的，能接受。舒云川几乎都要被气晕了。众人回到临安城，直接去了总督府，府医匆匆而来，江一也进去看诊去了。苏角角这才知道江一也懂得医术，且是宋池学武的师弟，这里帮不上忙。苏角角让江回安排了沐浴的房间，赶紧趁空去泡了个澡。可乐给他洗着头发，絮絮叨叨，老爷夫人都吓坏了，少爷还来
来找过王爷，看不出来少爷平时没心没肺的，好像只知道玩乐，心里呀还是懂得疼姐姐的。给家里送信了吗？完全回来了，别让他们一直担心。送信了，我让江三过去送的信。他说老爷哭的2只眼睛都肿了，肿得像是铃铛一样。江三，你和他挺熟的，他不是王爷的暗卫吗？你还能指使得动他？王爷病着呢，他不就闲着吗？既然闲着，为啥不能去跑个腿，送个信？我家可乐有社交牛逼症。啥意思呀？牛皮？我没吹牛皮呀。哎呦，你好好搓头发，给我拽掉了好几根头发，疼死了。对了，小姐，我觉着舒先生有点奇怪。你也看出来了？那谁能看不出来呀？有眼的都能看出来。果然咱们主仆一心。舒云川那家伙还不承认呢。哼，你问他了？问了呀，他死不承认。嘿嘿嘿，你问他，他肯定不好意思说呀。我猜着他偷着暗恋小姐你应该很久了。慢着，咱俩好像说岔劈了。舒云川哪里是喜欢我呀？人家明明钟情于宋君兰嘛。我2只眼睛看得准准的，错不了。舒先生今天偷偷看了你好多次，含情脉脉的。苏角角有些无语，默默个屁，他那是恨他恨得牙痒痒，恨他入骨。可乐呀，你该去看看眼疾了，爱和恨你根本都搞混了。经过江医用内力给宋池疗伤，又有辅医的汤药，宋池的情况很快就平稳了下来。为了让他进入自动修复的最佳状态，江医给宋池用了昏睡散。宋池在床上足足睡了3天。这3天，舒云川代替宋池每天处理政务，忙得脚不沾地。江回为了保护宋池安全，彻夜不眠。苏角角每天去探望宋池一下，问一下他的身体状况，然后该去干嘛就干嘛。牛芳菲几乎天天来娱乐城，像是苏角角的小尾巴。此刻他和苏角角准备验收一下培训的成果。T 台上音乐响起，接着一个个穿着现代服装的型男走了出来。哇！苏角角还有模有样的指导着，抹腰带，解开衬衣3颗扣子，手摸自己胸，转身，视线投过来。好，不错。苏角角，你个坏女人，害得我都想男人了。想也是白想，你还要等着嫁人的。嘿嘿，是不是等我嫁人了，就能睡你这里的男人了？苏角角无语地看着他，提前替他未来的夫君吹了吹满头的大草原。渊玉最后一个上场，他穿着改良过的古风长袍，雪白的上好绢纱，飘飘渺渺。我要他，能和渊玉云雨一次，我死了都愿意。我也想云雨，但我不想死。哎呀，运气真好，捡了个大宝藏。以后要压缩渊玉的出场次数，把它变成稀有物种。哇，渊玉以后会是我的摇钱树啊！财迷，我要把娱乐城变成江南女人们的销金库，变成他们疯狂的白马会所。什么意思啊？就是男女平等，男人们能够享受到的，在我这娱乐城里，女人也能享受到。可乐突然想到了什么。对了，小姐，那天我见到木槿了。哦，他现在是自由身了，他做什么去了呀？他在东市卖豆腐，被人称为豆腐西施。哎呀，你说说，好歹当初是百花楼的头牌，就这么没志向，卖个豆腐能有什么出息吗？能挣几个钱啊？可不嘛，那天听说没卖完还赔钱了呢。可乐，你去把他挖来，聘请他当娱乐城男兵部的经理，高薪有提成。我这就去。你说的那什么经理，一个月给多少钱啊？30两银子，加上提成，每月最少能有100两的收入。靠了，比我爹的官饷都多呀！唉，说起来呀，女兵部这边还缺个合适的经理，须得认识很多官眷千金。我呀，嘿嘿，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吗？这临安城就没有我不认识的夫人小姐。苏角角就等着他这句话了。只要保证你爹不打你，不追究我的责任，我就同意你来当女兵部的经理，保证你一个月最少有100两银子的收入。你放心吧，我有法子对付我爹。这回我不玩上吊了，我玩跳井，保准他让步。牛大人，恭喜你有个好闺女。宏达学堂是临安城最大最好的学堂，临安城有头有脸的人家基本上都把孩子送到了这里。苏全也在这里上学，学号眼尖呢，发现苏全学具袋子里头的一支炭笔，一把抢走了。哎，这就是你算数用的细笔，还给我，那是我姐姐送我的。嘿嘿，小爷瞧上了，他就归我了。不行，你拿我别的东西都可以，就是这个不可以。那是他姐姐亲手给他做的，他平时都不舍得用，怎么能够给别人呢？不给，他是我的了。你还给我。不
不给不给就不给。徐浩身边有一群小跟班，都对着苏全翻白眼儿做鬼脸。苏全气得鼓着腮帮子，小拳头攥得紧紧的。我知道他姐姐长得狐妹子，给王爷当了外室。外室，连个妾都没当上，真丢人！不许你们说我姐姐！徐浩狠狠地一推苏全，你姐姐那种下贱的女人，只配脱光了衣裳伺候男人。呸！你们这种低贱的商户都不配和小爷一个学堂。苏全滚出学堂，滚出去！徐浩朝着苏全的肚子上踹了一脚，将苏全踹倒在地，还不满意，又连续用力往苏全的身上乱踹乱踩。苏全捂着头蜷缩在地上，疼得龇牙咧嘴。哪天王爷厌弃了你姐姐，小爷花钱把你姐姐买进府，天天剥光了她衣服，让她给爷跳舞，给爷舔鞋。苏全气得再也忍不住，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朝着狂笑的男孩们打了过去。徐浩捂着脑袋惨叫了一声，苏全仿佛成了魔一般，举着木尺不停地乱打。徐浩又被抽了好几下，学堂里顿时乱成了一片。宋池醒来时，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怎么就你啊？他呢？舒云川走进来，我帮你处理政务啊。没问你。苏姑娘去娱乐城了，这几天她都在忙着事。别人为了她都受了伤，她也不说踏前事急。舒云川懒得多说，将2个折子丢过去。这2个你拿主意。说完转身出去了。江一汇报，苏姑娘回来了。话音刚落，宋池就信手丢开了折子，往床上一躺，盖上被子，还不忘记交代江回，你就说我病严重了，让他过来照顾我。江回没说话，1个时辰内别过来打扰。哦不，2个时辰。江回无奈的提醒，主子，江一说您现在的身子不宜过度劳累。哼，他懂什么？男女之事根本不累，那是享受，按我说的办。苏角角听说宋池的病又重了，急匆匆的端着一碗药进来，没注意到床上的男人，手指暗中捻了捻。王爷，你感觉怎么样？语气里含有的轻柔关切。他这次能够死里逃生，全靠着他拼力相救，感激之情满满当当。再加上他们俩看着也有了最亲密的那层关系，对他的这份感激就更复杂了一些。这几天他在沉睡，江一专注的给他疗伤，闲人都不得入内，他实在是插不上手。况且每次还能够瞧见舒云川一双怨念深深的眼睛，他也就不往前凑，讨人嫌了。宋池听到女人罕见的关切之声，心底禁不住荡漾几许，缓缓睁开眼睛。你没事就好，我就安心了。人家都要病死了，还对他如此关心，苏角角不免有点自责，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觉得没发烧。哪里不舒服啊？宋池捉着他的小手放在胸口，这里疼。完了，那是心脏，这家伙不会是运用了那个什么诀，太狠了，心脏出毛病了吧？古代没有速效救心丸啊。江一怎么说？他不是擅长治疗内伤吗？我叫他再给你瞧瞧。不用叫他。你这里不是疼吗？本来今天醒来时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可没看见你在身边，我一急病情就加重了。你多陪陪我，肯定就好得快了。哦，趁着药的温度正好，快把药喝了。你喂我。苏角角嘴角抽了抽，一贯强大霸道的男人突然变得这么娇弱，真是让人有点消化不良。病人最大，没法，喂就喂吧。一手端着碗，一手用勺子舀了汤药，喂到宋池嘴边。这么苦啊？你一个大男人还怕药苦啊？羞不羞？谁怕苦了？不怕苦，你倒是一口气喝完啊！喝完就喝完，端过来。为了男人所谓的自尊心，宋池没扛过苏角角的激将法，端着碗将一碗药一口气喝光。老天神，他妈的，这也太苦了！别说一点都不苦，还有点甜。苏角角撇嘴，信你的邪。下一秒，男人捞住他的脖子，将他扯过去，封住了他的唇。他正愣时，他的舌已经是登堂入室，风云作乱，淡淡的草药香蔓延开来。苏角角恼恨不已，用力推开他。宋池，你个死畜，非害得别人一起苦，坏透了！你我一体，有难同当。呸！谁和你一体？虚弱的男人突然张开双臂，抱紧了他，挑逗着问：想不想一体啊？苏角角愣了一下，才明白他的话有多污。才不想！他搂得更紧了，手各种不老实，低声说：可是我想呀。病得都快不行的人了，还成天想七想八。我不想七，也不想八，我只想角角。苏角角狠狠一推他，将他推倒，就听到男人哎呦一声叫。苏角角顿时一慌，没事吧？我忘了你有内伤了，不好意思啊，要不要让江一进来？他来也没用。为什么？他看不了了？我这内伤只能角角给补。苏角角一愣，不待反应过来，他已经被男人一把扯进了床里面。
宋君兰，你也真是够了，身体还没好透呢，那里就开始想着逞威风了。好没好透，待会儿见分晓，让角角给我检查。苏角角略一反抗，宋池就装内伤，说痛啊痛，吓得苏角角立马就不敢乱动了。女人就那么好吗？天色暗了下来，可乐揉着肚子，有吃的吗？要饿扁了。主子都没吃呢，你个下人敢先吃啊？我们小姐又不管我，我不禁饿，到点不吃就没力气。到底有没有吃的呀？江回看了紧闭的屋门一眼，跟我来，带着可乐来到小厨房，将桌子上的菜指给他。你先吃吧。就吃这些个呀？这都没点肉啊！你是主子还是下人？下人也是人啊，有条件也不能光吃菜啊，我又不是兔子。哎，真是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下人，一样的没规矩。掀开罩筐，将烧鸡端出来。吃吧吃吧，也不怕胖死你。嘿，我们小姐都没嫌我胖，显着你了。等到可乐吃饱喝足，两人回到寝房外，就看到江一从里面提着水桶出来。去哪里了？里面主子叫水都没人应，还是我去送的热水。害他闻到了米米香艳之气，还看到了一些羞人的画面。等到里面收拾妥了，宋池让传膳将回和可乐送饭进去，就瞧见病人王爷正哄着苏角角喝水，那副样子苏角角更像是病号。这回是我不好，没控制住力道，下回一定注意，别气了。男人床上说的话，我要是信了，我白吃这些年的米饭了，必须赔偿。好，赔，你说怎么赔就怎么赔，行不行啊？娱乐城开业那天，你必须亲自到场剪彩。好，都应你，成了吧？江回暗暗撇嘴，替自己主子没脸。可乐司空见惯，全程僵尸脸。两人用完了晚饭，苏角角准备回明月院住，宋池团抱在怀里，坐着马车回去了。江回嘀咕着：至于吗？还非要抱？我们小姐腿都软了，还不是怪王爷？哼！江回被堵得一噎，这次停职回来，他怎么地位越来越低了？哦不，他没变，变的是这丫头，他越来越有恃无恐了。果然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当晚，王府里传话，说是老夫人救急犯了，让宋池回去瞧瞧。宋池急匆匆地赶到王府。母亲可好些了吗？哎呀，我这把老骨头也撑不了几年了，可怜你表妹啊，去了杭州待嫁，孤零零的一个人。行了，母亲，柳晴儿的事不能改变，多说无益。你可知道晴儿在杭州伤心悲痛之下上吊自尽了，还好抢救的及时，才没有酿成大祸呀。君兰呐，她和你一起长大，又是你姨母唯一的血脉，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就让她回来吧。她不想嫁杭州那家，就别再勉强她了。上吊自尽不是没死吗？耍这些心机手段更惹人厌恶。不嫁人，那就直接送去家庙，或者送去毒酒一杯。你的心肠就这么硬吗？他是咱家亲戚呀。在我眼里，只有对错，没有亲戚。你这是想要气死我吗？天色不早了，母亲早点休息吧。宋池冷着脸阔步走了出去。宋池刚刚走出母亲的院子，就看到了大嫂身边伺候的林妈妈。王爷，大夫人请您一步，有事相商。宋池眉宇不经意地皱了一下，没有说什么，跟着林妈妈走了过去。其实他也懒得去见大嫂，王府里的事情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儿。素着脸行礼。王爷，大嫂不必多礼，有什么事说吧。下个季度各庄子上供的银钱都到账了，你看这些杂事大嫂自己看着处理吧。徐氏心里松了口气，又想到一桩，还有一桩事，事关我大哥的孩子浩儿。宋池想了一下，徐浩是徐作广最小的儿子。何事？王爷也知道，我只有嫣儿一个女儿，膝下没有男丁，故而一直将浩儿看作儿子一般疼爱。他从小就在我眼皮子底下长大，这不今儿个他和学堂里的同窗发生了口角，对方将浩儿打得头破血流，我大嫂哭的呀几度昏厥，那脑袋上破了那么大个口子，真是让人心疼呀。宋池沉默着，心里已经有点厌烦了，这徐氏啰里吧嗦的说话连个中心都没有。大嫂准备怎么惩治对方？徐氏就等着这句话了。小小年纪就如此歹毒，必须严惩呀。我已经让人将那个孩子抓去了徐府，怎么着也要让我大嫂出出气，好好教训教训呀。另外这孩子必须轰出学堂，以儆效尤。宋池觉得徐氏有点小题大做了，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实属正常，不过事关徐作广的儿子，还真要给他一个面子。行，就按大嫂说的去办吧。说完再不多话，径直走了出去。徐氏看着那道背影略略失神。大夫人，我这就去徐府送信吧。别管对方什么态度，一律往死里收拾，看招
招惹我们徐家，失了雄心豹子胆了。林妈妈躬身应下，丫鬟进来，夫人，大爷说什么？大爷说今晚宿在连姨娘那里就不过来了。哼。他这是不给我留一点脸面了。宋池急匆匆地赶回明月院，正赶上苏角角对镜抹香香，他黏糊过去，执意给他梳头发，趁机又偷了几个香。绑架我的那个红衣男子，他说漏了一嘴，自称阁主，你可有什么线索？宋池一手拿书，一手把玩着女人的手指，早就有数，应该是第一大杀手组织雾影阁。他说有人出价10万两黄金买我的命，你觉得那人是谁？宋池含糊地说，他的话不能尽信。苏角角狠狠地扭了一下他的腰，宋池疼得丝丝吸着冷气。苏东阳吓得一声哀嚎，整个人软了下来。不可呀，不可！我女儿是江南王的爱妾，你敢动我们？我女儿会请王爷做主的。左氏怔了怔，徐浩被下人扶着出来。娘，你别听他们吹牛，他家闺女只不过是王爷的一个外室，什么爱妾？我呸！一个没名没分的玩意儿，还有脸提什么王爷？王爷把他们当人看了吗？王爷的外室，哎呦呦，真是吓人呐！过街的老鼠也敢乱叫唤了。来人，给我砍了那小子的手！不要啊！求求你们不要伤害全儿，只要你们放过他，我们倾家荡产都可以啊！娘，先让儿子出气，出够了气，把他们都杀了，丢去乱葬岗。苏东阳吓得晕死了过去。哼，你这种小商户的孩子，惹不起小爷就乖乖当臭虫，偏偏你要出头，等我打死你，弄死你们全家，我再把你姐姐买过来，天天让她光着身子给我舔鞋。哈哈哈哈哈！宋池骑着马去总督府，路过娱乐城时，顺便抬头看了一眼，顿时勒马停住。牌匾不是碎了吗？这应该是又一块新的。这个牛生真想弄死他呀！冷哼一声，宋池骑马离开。那现在这块牌匾，让他意外损毁。好个意外损毁！谁家的牌匾挂在半空中，也没坏得这么频繁的。苏角角刚来到金缕阁，账本还没看，就看到了苏家的小厮跑来。小姐，大事不好了！家里出事了。昨晚少爷被徐府扣住了，老爷夫人去徐府赎人也被扣下了。我好容易从徐府逃出来的。徐府？哪个徐府？为何扣人呢？就是京南节度使的徐府，说是少爷打了徐府少爷，他们扬言要打杀苏家全家，丢去乱葬岗。哼，好个京南节度使，天王老子也不敢这么私自用刑啊！走，我们去徐府。小姐不可，那徐府惹不起，他们有护卫，还有靠山，您这么去了也是羊入虎口啊！江八江九，保护我的安危呢！凭空落下来2个黑衣人，是江3、江4。江8、江9还在养伤，最近暂时由我们保护你。你们一共有几个人？除了我们俩，还有4个。我要打去徐府，你们帮不帮我？江3一愣，江4道：我们只负责保护姑娘。哼，也就是说，我被人打，你们才管；我去打人，你们只看。宋池的手下真是和他的人一样，冷酷理智的很呢。小姐，只要你打上徐府，肯定挨揍，那时候他们就要出手了。江3有些无语。正解，我的家人天塌下来，我要去救。可乐，走。江4刚要跟上去，被江3抓住了胳膊。你将此事立刻汇报给王爷。事关京南节度使，事关政局，王爷估计不会向着苏姑娘。身为暗卫，好难呐。苏角角拎了根铁棍，几个人气势汹汹地杀去了徐府。可乐，你怕不怕？不怕。苏角角朝着徐家的大门敲打了过去。开门！我是上门来找茬的，有种的和我们真刀真枪的干，还有活的吗？都给我出来！大门打开，呼啦啦的涌出来了10几个壮实的护卫。哼，废物点心们，有胆子就打死本姑娘，否则我将你们贬成不男不女。这小娘们上门送死，哥几个给她点颜色瞧瞧。上！别打死了啊，留着让哥先尝尝鲜。江3带着几个暗卫从天而降，先一脚踹飞了这个想要尝鲜的混账小子。想到他的脏心思，毫不客气的一脚狠狠的踩在了他的裤裆处。还尝鲜？爷先替主子废了。疼死了过去。江3，揍死那丫的！这边回旋踢，小姐好样的！很快10几个护卫全部都躺在地上，吭吭唧唧，再也爬不起来。走，杀进去！回头一看，身后只有一个弱弱的小厮，老远还有个嘿嘿笑着的可乐。苏角角拎着铁棍子快速地冲进了徐府，一路上不断有护卫前来阻挡，江3都会及时出手解决麻烦，再及时玩消失。苏角角直接烦了，一把扯住江3的衣服。你小子
又不是星星，别一闪一现的了，就护在我身边。就是考验你忠心的时候到了。可乐，你咋有脸说忠心这话的？几个人很快就找到了后院里，第一眼正看到徐浩举着棍子，使劲儿的打着苏全。小全子，什么也顾不上了，拼命的往前跑，抡着铁棍，狠狠的敲打在徐浩的胳膊上。徐浩疼的一声惨叫，疼死了，疼死了，娘，救命啊，娘！小全子，小全子，姐姐来了，你应我一声啊！江三探了探苏全的鼻息，还没死。江三，你带他先走，去找大夫。我奉命保护姑娘。先带他走，我怕我弟弟熬不住了。我求你了，江三，先带他走，我拜托你了。江三迟疑着，看着苏角角赤红的双眼，心底颤了颤，微微点头，托抱起浑身淌血的苏全。自从认识苏角角，他一直是狡猾、自信、得意的样子，这是第一次见到他如此的慌张，如此失态。江三，谢谢你，你带他去找林清源，他医术高明，而且会全力以赴。江三运用轻功，抱着苏全，瞬间腾空而起。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闯进来的？来人呐，给我狠狠的打，打死他们这些贱人！护卫向苏角角他们打去，剩下的4个暗卫围在苏角角的周边，凌厉狠辣的解决着围攻上来的人。角角呀，你可算来了！你弟弟要被打死了，快救你弟弟呀！弟弟已经救走了，他不会有事的。娘，你别怕，女儿带你们回家。可乐用力地掐着苏东阳的人中穴，苏东阳悠悠醒转。我的儿啊！老爷，先别哭了，先逃命重要。苏全呢？他怎么样了？救走了，放心吧。苏东阳一抬眼看到了苏角角，顿时找到了主心骨。角角啊，你爹娘好惨啊，人家要把我们全都打死呀！爹，你身上有没有伤啊？伤着骨头了没有？还有，往死里打咱们呀！欺负咱家是商户呀，全身都疼啊！虽然只有4个暗卫，可他们的战斗力都很强，竟然解决掉了徐府的所有护卫。我警告你们，不要胡来啊！这里是徐府，我丈夫是荆南节度使徐作广。你们若是敢动我们母子，我丈夫定然不会轻饶你们的。苏角角一想到弟弟凄惨的模样，心口窝就疼得霍霍的，一边告诉自己要冷静，一边却压制不住报仇的阴鸷之气。他本就不是什么良善之人，更不是什么圣母，滚他的冷静吧！凭什么打我家人？凭什么打我弟弟？谁让他打破了我儿子的头啊？你们一个破落低贱的商户，本就是地上的尘埃，给我儿子做奴才都不够格的，还敢伤我徐家贵子，这都是你们应得的。应得的都是人，都是一条命，哪儿来的贵贱之分？就算同窗之间发生矛盾，也该公平处理。你们徐家有什么资格自设公堂，私自行刑？娘，少跟他们这些贱人多废话。这女人敢打我，我要将她扒光了，吊起来抽死她，让我爹屠尽她苏家满门。他们徐府的所有护卫都被人家打趴下了，左氏有点慌，暗暗怪自己儿子多嘴。小小年纪就如此残暴，本姑娘就替社会教你如何做人。说着，一步一步逼近徐浩。你干什么？我可是荆南节度使的儿子，你敢动我，你爹定会将你碎尸万段。千断万断那是以后的事，现在我要先替我弟弟报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说完，对着徐浩身上胡乱的抽打了起来。娘，救我呀！好疼，救命啊！苏角角咬紧了牙关，一下下的挥舞着棍子。你们放了我儿子！来人呐！来人呐！保护少爷呀！除了身边有个脸色蜡黄的老管家，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哎呀，老天爷呀，这还有没有王法了呀？青天白日的，有人就要杀人呐！打得徐浩没了动静，苏角角停下。小姐，行了，咱赶紧撤吧。还没完呢！可乐一惊，苏角角的棍子直接指向了哭泣的左氏。你要干什么呀？我可是从2品高官的夫人，你要是敢动我，朝廷会判你大罪的。苏角角拎着棍子走到左氏跟前，怕了？你让人打我父母的时候，想过现在吗？说着，举着棍子就往左氏的身上乱打。左氏疼得一阵阵的尖叫，打了7、8下，苏角角的手被陈氏拽住。行了，别打了，我想回家。苏角角的心头一软，棍子当啷一声脱手落地。好，听娘的，现在咱们回家。扶着陈氏往外走，心里却在悲凉的盘算着今后该如何自处。荆南节度使不是一般人家，朝廷都要高看几眼的权臣，仇是报了，也
也解了恨了。可后面会如何，并不乐观，要尽快将家人送出临安城。至于自己，有宋池在，宋池愿意保他，他就认打认罚，总归能有个活路。宋池如果不想保他，那他就一力承担所有责任，大不了一死，指不定死了就能够回到现代了。短短时间内，苏角角心里闪过很多念头。好儿啊，我的儿啊，来人呐，快传大夫！众人由4个暗卫护着，走出了徐府大门外。突然听到一个护卫告状道：“就是他们，打伤咱们硬闯府宅的人，就是这几个。”苏角角抬眼看去，发现整个徐府门前被无数士兵团团围住，一个30多岁的男子昂然地骑在高头大马上。什么人敢闯我徐府？2个暗卫，现在我爹娘离开，留2个保护我。4个暗卫没说话，茫然的不知道该听还是不该听，必须按我说的办，否则我现在就自尽。我是商户苏家人，闯徐府是为了救出我弟弟，我弟弟被你们徐府私自捆绑殴打。徐作广从马上跳下来，区一个商户就敢闯我徐府，胆子不小啊！左氏被管家扶着，踉踉跄跄的跑出来。哎呀，老爷啊，老爷你可回来了，快拿下这几个贱民呐！咱们的浩儿被打得遍体鳞伤，我也被打了，老爷快给我们做主啊！什么？徐作广特别疼爱自己这个小儿子，视作珍宝一般。听到这话，一张脸满是狰狞，凶相毕露。动我浩儿，谁都别想活！老子要将你们通通抽筋碎骨，掏心挖肝！来人，将他们全部给我拿下！带我爹娘走，快！2个暗卫钳着苏家夫妻齐齐腾空，弓箭手放箭！无数的箭朝着半空中射去，犹如箭雨。还好那2个暗卫武功高强，动作敏捷，几个纵跃间就消失了踪影。去追，务必拿下，无论死活！说完，阴狠地看向苏角角。我儿子但凡有个3长2短，我将你们全都挫骨扬灰！苏角角手脚冰凉，第一次感受到了真正的死亡味道。且说姜四迅速回到了总督府，找了一圈没有找到宋池，听牛知府说王爷去南虎军军营巡查去了。姜四急得要命，不敢歇着，迅速飞身向城外军营而去。南虎军军营里，宋池正站在点将台上向士兵们训话，正说得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的关键时候，眼前一花，姜四就跪在了点将台边上。王爷急报！姜四用尽了内力，用了最大限度的急速，一身冷汗。宋池怔了一下，按照他的原则，这时候谁来打扰，谁都是军法处置。可现在看到姜四，首先就想到了苏角角，当着静悄悄凌训的全体将领，他沉声急问：何事？快讲！苏姑娘的父母和弟弟被荆南节度使徐家绑走殴打，苏姑娘去徐府救人去了。宋池的心猛然一紧，荆南节度使徐家，突然联想到昨天晚上大嫂说的事儿，一个不祥的预感升上了心头。难不成和徐作广儿子发生矛盾的人是他小舅子苏全？宋池却毫不迟疑，径直奔下点将台，不讲话了，连句交代都没有，急匆匆地向外走。舒云川快速追上去：君兰，你做什么去？去徐府。你急着去徐府，你要帮苏角角？不然呢？宋君兰，那是徐府，是荆南节度使徐作广的家。那又如何？如何？你别跟我装傻。徐作广现在被朝廷正盯着，他手握重兵和铁矿，他倒向谁，事关重要，这一点你心知肚明。那也不能让我的女人吃亏。平常你和个稀泥也就罢了，可现在不行，关乎朝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啊！宋池心里焦急无比，眯起眸子：让开！君兰，我昨天得到消息，徐作广提前回来了，不出状况，他今天就能进临安城。也就是说，你此刻过去，正赶上和徐作广面对面交锋，你要这样吗？宋池垂下眸子，无声地沉思着。君兰，凡事都有轻重缓急之分，也必定要有所取舍。大丈夫志在四海，以你目前的位置，更不能儿女情长。再说了，你自己也说过，那苏角角只不过是你陪睡的玩意儿，你又何必为了这样一个女人而和徐作广反目成仇？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要拉拢徐作广，而不是将他推给朝廷。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无需多言。快速上马，驾马疾驰而去。江回刚骑上马，哎，带上我。你来的时候不是坐马车来的吗？我不放心君兰，只怕他见着那个妖女立刻就反水了。走。徐府门前，仅剩的2个暗卫紧紧地护在苏角角身边。给我拿下这几个狗崽子！我2人誓死保护苏姑娘，将战到最后一口气。苏角角心里感动，赔本的买卖咱不干，乖，
放弃抵抗，投降。他如何能够忍心看着2个忠心的暗卫做无谓的战斗？苏姑娘，听我的，明知打不过，我们就不打了。谢谢你们一直尽心保护我。突然，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马蹄声。徐大人，好久不见，本王还以为看错了，竟然真是徐大人呢。徐大人不在鄂州驻守，怎么来了临安城啊？拜见总督大人。不必多礼。徐作广站直身子，已经从短短几息的时间里感觉到了江南王对他的态度不算太友好。徐某今日刚刚到达临安城，只因家母忌日将近，这才从鄂州专程赶回。舒云川抱着江回的腰，他连忙下马，亲切笑着走进了徐作广。徐大人，好久不见呢，一如往昔的英姿飒爽啊！见过舒先生，徐某真是荣幸啊！刚回临安城就能见到王爷和舒先生。徐大人舟车劳顿，快进府歇息吧。改日舒某请徐大人喝酒，给徐大人接风洗尘。多谢舒先生。舒云川转身狠狠瞪一眼宋池。王爷，总督府里尚有公务，我们尽快移步吧。这是暗示宋池不要多管闲事。徐作广抬眸，直直地看向宋池。今天的江南王对他的态度较之以往有点冷漠疏远呢。这个念头还没消失，就被狠狠地印证了。本该骑马离开的宋池，竟然翻身下马了。冷静啊，君兰，别冲动。宋池背着手走过去。徐大人，你这虎视眈眈对着一个姑娘家，又是为哪般呢？回王爷，这女子带人杀进我家中，大杀行凶，重伤五儿，殴打五妻，简直目无王法。徐某正准备将她拿下，狠狠惩治。宋池清冷一笑，向女孩走近几步，突然伸手轻轻挑起苏角角的下巴。我怎么不知我家角角还有这份能耐啊？我家角角4个字儿，不仅是惊着了徐作广，更是气得舒云川直翻白眼。如果不是他的人设太过清雅，他此刻真想懊恼的用力跺跺脚。怎么，王爷认识此女？瞧你手都弄脏了，有什么事情让侍卫们来办就好了，或者派人知会我一声，用得着你亲自跑一趟吗？苏角角愣了半晌，认识他以来，依着对他的了解，他在政务上一贯是清明理智，他如何会因为他而和荆南节度使闹掰呢？看到女人呆呆的愣着，怎么吓坏了？你平时乖巧懂事，绝不会无事生非，今天跑徐大人家到底是为了什么？苏角角缓过神来，马上用很委屈的语气说，实在是关乎家人的生死，我这一着急却忘了告诉你，先跑来救人了。我倒不知线下还有敢欺负角角家人的。我弟弟在学堂和徐少爷发生了一点小矛盾，徐夫人爱子心切，就将弟弟和我父母都抓来了徐府，好一顿殴打。我要是来的再晚一会儿，王爷您就见不到我那可怜的弟弟了。苏角角这边娇滴滴的诉说着，那边徐作广听得脸色越来越难看，正要开口辩驳。什么？我那小舅子没事吧？小舅子3个字一出来，所有人都惊着了，连苏角角都愣了。我让江三带着他先去看病了，生死未卜。宋池豁然转身，带着一股气势。徐大人，你家人重伤了我小舅子，这笔账该怎么算啊？哎呀，徐某消息不灵通，竟不知王爷已然成亲了，这位竟是王妃了。哼，什么王妃啊？老爷搞错了，这苏家姑娘只是王爷的外室。徐作广和妻子配合默契。胡说，肯定是你弄错了。外室王爷如何会成小舅子呀？哼，这全临安城都知道，商户苏家女给王爷当了外室，就她的身份，能嫁给王爷当王妃吗？徐作广点着头，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看向宋池，不卑不亢地笑着说：“徐某着相了，看来是王爷跟我开玩笑呢。”宋池没有笑，只是淡淡地勾了一下唇角，一伸胳膊，将娇小的女人拥进怀里。角角，走，我们回家。徐作广向前一步，挡住了宋池的路。王爷，我徐作广的妻儿不能白白被打，这人我要留下。哼，徐大人，你这是要从本王手里抢人呢？如果真是王爷的妻妾，徐某自然不敢，但他一个外室，算不得王爷什么人。徐某斗胆跟王爷讨个情面，我节度使的妻儿总归不能白白受委屈。舒云川忍不住了：“是啊，王爷，饶是您再偏疼苏姑娘，可徐大人的面子总要顾啊。”
话，犯了错就要承担责任。您把人给徐大人留下吧。那真是不巧了，本王日日都离不得角角，没有他在身边伺候，本王就彻夜难眠。徐大人是忠臣良将，想必定会关心本王的康健，理解本王的难处。王爷，您这是非要将本节度使的脸面踩在一个外室的脚下了。细论起来，你徐家不占理，本王不再追究小舅子重伤的责任，此事两清，就此作罢。徐作广再也忍耐不住，一个商户的贱命，如何能与我儿相提并论？王爷莫怪本节度使狂悖，今日若是不能将苏家人惩治，我有何脸面带兵领将？我徐某人对王爷忠心耿耿，还请王爷三思，莫令属下心寒。这话已经近乎是威胁。君兰，给节度使大人个面子。苏角角听了这半天，已经明晰了徐作广的实力，何必呢？他一个普通人，何至于让宋池如此为难？他做的事儿，他自己来承担。如此想着，苏角角从男人的怀里站出来，好，我留下。苏角角，宋池将他用力地扯回到自己的怀里，拥得紧紧的。和徐作广对峙这么久，宋池都没有动情绪，反而是苏角角这一句话，气得他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宋池狠厉地看向徐作广，已然没有了耐心。徐作广，他人本王是必须要带走的，想动我的人，你尽管放马过来，本王等着。宋君兰，你……哎呦呦，他想撞墙，想抓光头发，想去死一死。果然，徐作广瞬间暴怒，二话不说，迅即朝着苏角角的脑袋上砸去。宋池眼眸一闪，拥着女人快速侧转，抬腿狠踢过去，狼牙棒飞出去了几丈远。江南王，你这是欺人太甚！宋池抱着女人跃上马背，是又如何？说完驾马离开。徐作广气得拳头攥得紧紧的。徐大人莫气啊，气坏身体没人替，我们家王爷鬼迷心窍了。回去我一定好好劝他，一定给徐大人一个满意的交代。这话说的，舒云川自己都不相信，他要是能够劝得动宋池，他就不是谋士，而是宋君兰的祖宗了。可乐傻愣在原地没动弹，江回嫌弃万分的走过去，带着往前走。傻愣着干啥呢？留下给人当点心啊！放手，放手！快上马！我爬。只是他爬了几次都没爬上去。让你吃这么胖！说着，一手掐着他的腰，一手拖着他屁股，将他送上马，然后他再上马，立刻骑马离开。我呢？没人管我了？难道你们没发觉少了个很重要的人吗？众人赶回总督府，宋池脸色阴沉的厉害。苏角角歉意地说：“对不起，给你增添麻烦了。”苏角角，你刚才什么意思？你逞什么能啊？不信任本王护得住你？苏角角有点懵，这人气的竟然是这一茬。苏角角心里扬起几丝感动，今天谢谢你啊。宋池一把将他搂进怀里。小笨蛋，以后不许亲身涉险，万一出个什么事，你让我如何？你如何？我如何再找个像你这般陪睡让我满意的女人？苏角角嘴角抽了抽，所以这男人是真心不可爱。角角，你没事就好。全儿在哪里啊？爹，弟弟在济世堂治病，你放心吧，快去给脸消消肿。你把苏全送去了济世堂，还真是关键时刻见真情啊！就那么记挂着林清源啊？在临安城，林清源的医术首屈一指，我弟弟生死攸关，我自然是要选一个最好的大夫。是啊，这样你就能趁着探望弟弟的时候，见一见你那英俊的前未婚夫了。苏东阳一看这两人画风紧张，赶紧悄悄地逃回客房了。舒云川回到总督府时，整张脸都是铁青色。宋君兰，你今天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前几天咱俩讨论时还讲好了要拉拢徐作广，怎么你今天就昏头了呢？那不是一般的官员，那可是手握重兵的节度使，何况他手里还握着2个大铁矿。铁矿是什么？那就是兵器啊！你说说你，女人有江山社稷重要吗？再说了，女人千千万，也不是非得苏角角不可吗？哦，你昂什么昂？目前就是非他不可。真他娘的想骂人，想爆粗口啊！没他之前，你那26年不是照样过得好好的？对，26年才能有一个他，实属不易啊。他这边气得要不行了，宋君兰那家伙却悠闲地喝茶。舒云川气哼哼过去，抢过了小茶壶，给自己倒了杯茶，赌气的一仰脖子，灌进嘴里。这么烫，刚添热水，你怎么不吭一声？舒云川坐在宋池对面。现在你说怎么办？你这等于直接和徐作广杠上了。
你狠狠打了他的脸，他必定心怀怨恨，朝廷那边稍微一勾搭，他就叛过去了。此事你不必多述，我自有章法。你是不是想到了如何将徐作广拉拢过来的法子？让我猜猜啊，是不是你准备将苏家人全都打包给姓徐的送过去，卖给他大大的人情？宋池老神在在的品着茶，未置可否。如此这样还算可以，即便你保下苏角角一人，徐作广也能畅快些。江一进来汇报，主子，苏姑娘去济世堂看望她弟弟去了。宋池噌的站起来，我就说嘛，看弟弟，不知想看谁呢？来，俊兰，咱再商议一下后面的安排。话未说完，那道颀长的身影已经不在屋里了。舒云川连忙扒着窗户向外看，只见宋池急三火四的阔步向外走，一边走一边焦躁地吩咐着：“给我备马，他去济世堂，你们怎么不拦着点？”不就是个女人，真是的，瞧那没出息的样子，她再好能比别人多长出花来吗？苏角角让江三安排了一队侍卫，唯恐路上被徐作广盯上，浩浩荡荡去了济世堂。咦，济世堂什么时候也有侍卫了？江三冒出来说：“王爷安排了羽林军保护苏权。”苏角角点点头，惊叹于宋池的心细。江三带着他走进后院，林夏荷在院子里头晒药。哥，苏姑娘来了。话音刚落，就见林清源焦急地跑出来，一双眼睛满是思念和深情。角角，角角，小犬子在里面，进去吧。刚想跟着进去，被林夏荷挡住。病人身子很虚弱，不适应进去太多人。江三就好气啊。苏角角一心惦记着弟弟，进到屋里，快速的来到床前，顿时心疼的落下眼泪来。别担心，已经没有性命危险了，得亏送来的及时，再晚一会儿，大罗神仙也救不了。谢谢你啊，清源。我们之间还客气什么？他为什么一直不醒啊？我给他用了昏睡散，醒着他浑身都疼，太受罪了。而且后半夜肯定会发烧，醒着太痛苦，不如沉睡着。你放心，我会一直守在他旁边，彻夜不眠的照顾他。一旦发烧，就给他服用退烧汤。这样太辛苦你了，不如晚上我守在这里，你去趁空歇歇。林清源两只眼睛都亮了起来。你能留下更好了，我陪你一起守着小犬子。眼睛里热烈翻涌的情意藏都藏不住，看得苏角角都有点慌。原来没发现小林大夫这么会聊啊。就听到后面传来一声冷哼，宋池含着一张脸走了进来。苏角角顿时有点紧张，唯恐爱吃醋的男人一气之下将林清源给打杀了，抢先迎了过去。得亏林大夫全力救治小犬子，否则他就完了。林大夫是个好大夫，照顾苏权这么辛苦，功不可没。宋池努力压制下去心头的酸涩之意，阴阳怪气地说：“哦，林大夫对我小舅子如此关照，本王确实应该表示感谢。那就赏你黄金1000两，再赏你2个美人，侍奉你左右，红袖添香。”多谢王爷美意，只不过清源一介布衣，不像王爷可以左拥右抱，3妻4妾。清源答应心上人，此生唯他一人。宋池的脸瞬间就暗了下去。本王虽然身居高位，却洁身自爱，从不滥情，也只有角角一人。王爷的爱宠也只不过是暂时的喜欢，对皮囊的贪恋，不似清源情意深似海，乃是日积月累的真心爱慕。宋池瞬间狂怒，额角气得突突乱跳。林清源，你他娘的！怎么一遇见这个小大夫，他就会气得要爆粗口？苏角角一看事情不妙，再聊下去就要聊出人命来了。王爷，苏权我也看过了，咱们回去吧。宋池深呼吸好几下，才算是压下去翻腾上来的杀气。江1、江2轮流照顾苏权，江3回去将库里上好的补药都送过来，再让我的御医过来给苏权看诊。谢王爷。走。宋池牵着苏角角的手，沉着脸走出去。林清源的目光一直粘在苏角角的背影上，半晌都缓不过来。晚上派去给苏权看诊的御医回来复命了。王爷，林大夫医术不错，给苏权治疗都很对症，只不过怎么？只不过苏权被殴打的伤势太重，腿上的筋脉多处断裂，今后恐怕不良于行。宋池眉头狠狠地拧了起来。苏权才10岁，那么活泼好动的一个孩子，如果今后双腿废了，成了个残废，他得多痛苦。御医退下后，舒云川满面惊喜的来了。君兰，老天爷相助啊！你猜怎么着？刚才徐作广求上门了。何事？他儿子徐浩被苏姑娘打的一条腿断了，据说医药无效。他听说王爷手里有一颗珍贵的再造丹，想求此丹给儿子重塑筋骨，为此他愿意贡献出2座铁矿山交换再造丹。宋池眯起眸子，仅此一颗再造丹给谁呢？他手指无声地敲着桌面，半晌没有吭声。舒云川皱起眉头，等不及了。君兰，你还迟疑什么？1颗药丸换2座铁矿山，这也太值了。宋池的手指还
还在无声地敲着桌面。人家徐作广还等着回信呢，你倒是给句话呀！哎呀，这还真是撞上大运了。你想啊，这也就是徐作广，你爱他邀而至极，看得跟眼珠子似的。换成别人也不会拿2座铁矿山换1颗药丸。苏全的腿也废了。宋君兰，你不会为了讨好你那个小妾，要将如此珍贵的药丸给他弟弟吃吧？宋池没有反驳。你不是说不会为了个女人影响大局吗？那现下你做的选择难道不是在影响大局吗？苏全如果成了残废，他余生会很痛苦，他姐会更伤心。咱俩好好捋捋，掰扯掰扯。那么珍贵的药丸给了徐作广，能换来2座铁矿山，可你给了苏全，你换来什么呀？啊，你自己说能换来什么？宋池垂下眼睫，一语不发。可那份决然令舒云川心下暗暗发颤。这家伙一旦下定决心要做什么，天王老子也劝不动啊。昏庸愚蠢，不可救药。宋君兰，难道你还没看清吗？人家苏角角心里压根就没有你。宋池呼吸猛然停滞，薄唇紧抿。就算你对他再好，为了他赴汤蹈火，就算你把你的一颗心捧给他，他照样不爱你。宋池心如刀割，闭上眼睛。够了，别说了。我偏要说这些话，我憋了很久了。你俩本无缘，全靠你强权。天底下那么多好女子喜欢你，你不要，可你偏偏要选一个不喜欢你的，硬绑在你身边。绑就绑吧，你如果能像你自己标榜的那样，只当个陪睡的消遣也就罢了。可你呢，一头扎进去，泥足深陷，不可自拔。人家苏角角一直置身事外，理智心硬，偏偏是你倒成了个大情种。你说你傻不傻？你够了，别说了，我心里有数，我对他没动情。切，我信你个鬼！你这个口是心非的家伙！舒云川气得含着脸出去了。当晚，为了安全，苏家夫妻住在了总督府。角角，你跟了王爷这些日子，他对你怎么样啊？苏角角给父母倒了茶，推过去2盘精致的点心，挺好的，你们尽管放心，我在哪里都不会让自己吃亏，我每天都过得特别开心，真的。你对小林大夫怎么想的？他这些日子去咱家2趟了。什么？他去做什么？说是给我们俩请个平安麦，还送了好多礼品，看着不便宜。没发现小林大夫还挺有钱啊？闺女，你是不是答应了他，跟王爷断了之后就嫁给他？我没有啊，我哪能说这话呀？唉，可我瞧着小林大夫那孩子对你存的心思还挺重，他跟我们表态了，说是今生今世都不负你，他愿意等着你。爹娘，下回他再去看我，你们就坚决的告诉他，别让他再等我了，就说我这个人没心没肺，花心不安分，配不上他。这么好的男人，别人求都求不来，你还往外推。咱们不能拖着人家小林大夫，我现在被宋池缠着，什么时候能够脱身都是未知，将来怎么样谁都说不准。我下回见了他也要把话说清楚。就按你说的办，真不行，下回见了小林大夫，我给他介绍个姑娘，盼他早日成亲。反正你们娘俩从来不听我的意见，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拿起来一块点心尝了尝，这总督府的点心果然不一般，又香又糯。哎，我要是有个正经女婿，还能颐指气使，让他经常给我送点心。哎，可惜呀。可惜什么？门口进来一道高大的身影，吓得苏东阳手一哆嗦，点心脱手。宋池走进屋里，苏家夫妻连忙起来要行礼。都不是外人，就不必那些虚礼了。你们是长辈，都坐吧。那我真做了啊。您爱吃府里的点心，今后每天做出来，都让人给您送一些。苏东阳震惊不已，嘴巴张得老大。还想吃什么？想要什么？尽管让人传话来，江回或者罗管家都能给你们办妥。多谢王爷，这么麻烦倒是不必了。多点枣泥馅的。苏角角沉默着，可乐将总督府的卧房收拾好了。苏角角洗漱完躺下之后，辗转反侧。怎么了？今天举着棍子打人，胳膊酸疼。真有出息。说着捏起他的胳膊给他解乏。腿也酸，小腿。咱俩到底是谁伺候谁呀？虽然这样说着，还是开始给他捏腿去了。很快苏角角就沉入了梦乡，一副恬淡可爱的模样。宋池枕着自己胳膊，定定地看着女人的睡颜，低头亲了亲她的唇，又情难自禁的一路顺着向下，密密细细的吻，无一处不是他迷恋的，处处都令他着迷，恨不得各处都打下他的烙印，将他绵软的身子搂在怀里，嵌在自己的身体里，闭上眼睛，薄唇勾起一抹自我解嘲的讥笑。不爱他就不爱吧，还好他在他身边，尚能拥有他。虽然有点心酸，可此时此刻的他，除了退让还能怎么办呢？屋里主子没有折腾，外面守夜的下人们也不由得轻快起来。江回端着一碗肉米羹，为了保温，上面还盖着盖，满脸的不屑，端给了可乐。
你吃了吧，我们胃口都有限，晚上不乱添夜食。给我的，就你胖，就你贪吃，不给你给谁？这是什么呀？这么香！乌鸡肉糜羹炖了1个时辰呢。说着，视线在可乐微凸的小肚子上扫了一眼，吃不完就剩下，别又胖一圈。可乐白瞪了一眼江回，端着碗走了。江回抬头望了望天，夜色挺好看。江回跳了出来，可乐端了碗香扑扑的肉糜羹，很闲吗？去树上待着指你的琴，可他为啥去江酒房里了？江回一个趔趄，差点栽倒。江回，你瞬间脸色为啥这么难看？就像这憋屎没成功，漏了一裤裆的样子。江回气得去握刀鞘，江三瞬间消失。一早起来，徐作广来总督府求见2次，宋池都没见他。舒云川气得一个字儿都说不出了，好话歹话说了一箩筐，人家宋君兰该不听还是不听啊。从屋里出来，真他娘的窝火呀！哼，确实他娘的窝火。两人对视一眼，虽然窝火的缘由各不相同，可是窝火的表情如出一辙。苏角角陪着父母去济世堂看望弟弟，半路上被通知金缕阁出了点急事，苏角角只能将手下分成2拨人，一半护着父母去济世堂，另一半保护自己。牛芳菲找了来，昨天你怎么没去娱乐城啊？害我等了你溜溜一天。哦，对了，我爹同意我去娱乐城当经理了。苏角角急等着去看他弟弟，随口问了一下，牛大人真乃开明的好父亲啊。什么呀？我说跳井，他让我尽管跳；我说上吊，他给我递绳，逼得我吐了一大口鸡血，他才吓得答应我。你不知道生鸡血那味儿真恶心呀！牛大人真心不易，没得心急，实在算是幸运了。你听说了吗？有人把荆南节度使儿子的腿给打断了。谢谢，此人就在你面前。哎呀，飞扬跋扈的徐家有人收拾，老娘真痛快。徐家得罪过你？那倒没有，只是纯粹看不顺眼。我这临安女霸王虽然霸道，但是讲理。他徐家不仅霸道，还不讲理，他凭什么呀？苏角角没说话。哦，对了，还有一桩秘闻是我偷听我爹说的。徐作广为了给儿子重塑筋骨，用2座铁矿山去换江南王的一颗再造丸。用1颗药丸能换来2座铁矿山，江南王稳赚不赔啊！我爹也这样说，说是赚大发了。苏角角心里想，如此说来，他误打误撞也算是给宋池帮了点忙。苏家夫妻来到济世堂，看到儿子凄惨的模样，都禁不住哭了。林清源柔声劝说了一会儿，两人得知苏全没有危险，才算止住哭声。陈氏将林清源叫去没人的地方。小林大夫，今后你不用再去给我们请平安麦了。还有你送去的礼品，无功不受禄，回头我让人给你送回来。夫人这是何意？我家角角和你无缘，你不必再等他了，免得蹉跎岁月。这是角角的意思吗？陈氏看着他满脸的悲伤，无声的缓缓点点头。我知道了。说着转身走出去，背影说不尽的苍凉。哎呀，真是造孽呀！宋老夫人的心急又犯了。宋池匆匆赶回王府，走进母亲的院子里，看到安坐在屋里的老夫人和大嫂，瞬间就明白了8、9分，这是诓他回来，有要事要说。母亲、大嫂，母亲不是心急犯了吗？看来是谎报军情啊。三爷别恼，是我求了母亲，请她叫你回来的。宋池也不看徐氏，冷着脸，有事要说。我兄长今早来传话，说是浩儿的腿被人打断了，医药无效，他那么小的孩子总不能就此残废了吧，所以我就想求求三爷，看能不能。君兰，你手里不是有一颗再造丸吗？那丸药再珍贵再难得，那也没有人命重要啊。再者说了，徐浩不是外人，那是你大嫂的亲侄儿，他哥又是你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你就忍痛割爱，将那再造丸给了徐家吧。我兄长说了，只要三爷肯出再造丸，他愿将2座铁矿山送给三爷。哎呀，2座铁矿山呐，徐家的诚意也是很足够了。君兰，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看在你大嫂的面子上，你就帮帮徐家吧。啊！本王不希望内宅插手我的政务。林清源定定地看着盒子里的药丸，呼吸似乎都消失了。哥，你真想好了吗？只能这样了。可是按我说的办。林夏河转身走了出去。金缕阁里，苏角角打发走了牛芳菲，让他去娱乐
乐城盯着员工们的排练。苏角角刚要收拾账本，就看到可乐带着装扮过的林夏荷进来了。夏荷，你怎么来了？难道是我弟弟那边出了什么情况？我哥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在聚仙楼3楼碰面。去聚仙楼？你哥没在济世堂？苏全的情况趋于稳定，王爷安排的暗卫保护着他。苏姑娘，时间紧急，请赶紧随我去吧。什么事儿啊？还非要去聚仙楼说？苏姑娘，我哥不会害你，请你相信他。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觉得他刚要跟林清源说清楚，他就单独约他去聚仙楼，还要瞒着那些个暗卫，搞得偷偷摸摸的。事关你弟弟的安危。那行，可乐你在这里给我打着点掩护，我去就回。装扮了一番，两人悄悄地来了聚仙楼。林夏荷打开最里面的一扇门，进去吧，他在里面等着你。苏角角惦记着弟弟，快速走了进去。角角来了，坐。清源，是不是我弟弟的病出了什么状况？确实有点问题。怎么？他的腿筋脉多处断裂，今后2条腿都不能站了。什么？没事，我能治好。哎呀妈呀，你这大喘气也太吓人了吧！以后能不能一口气说完啊？角角，我不需要你的承诺，不需要你的回应，为什么你还是剥夺了我等候你的权利呢？你听我娘说了，清源，未来太过不可控，我不想你将青春年华都浪费在我身上，这对你不公平。我等你是我自己的事，我愿意空等你，这点奢求都不行吗？苏角角说不出话。苏全的腿我能治愈，但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多大代价？我和夏荷的半条命。苏角角想了想，那算了，我虽然不善良，但还是有点人道的，这样的救法还不如不救。怎么，你还在奢望宋池帮你？他的那颗再造丸只会给徐作广换他的2个铁矿山。你知道的可真多。角角，即便用我和夏荷的半条命，我也愿意救苏全，因为他是你弟弟，因为我喜欢你，我想帮你。苏角角的心跳得很快，有一种莫名的惶恐。清源，你今天有点不一样。对，因为我等不到，只能自己拿。角角，我救苏全，你救我，可好？救你？什么意思啊？林清源将一颗药丸吞了下去。我吃下了合欢谷，如果不能合欢，将暴血而亡。林清源，你疯了吗？我能怎么办呢？角角，让我做个真正的男人吧，做你的男人，求你现在救我好吗？什么合欢谷，什么暴血而亡，什么他来救他？苏角角愣了好一会儿，才算是完全消化眼前这个男人的话，眼神十分陌生地看着他。林清源，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其他办法了呀。我一直在等你长大，等你放在我身上的目光越来越多，就在我即将等来胜利曙光的前一刻，你却突然被人从我身边抢走了。合欢谷在一点点发生效用，我这双手什么都做不了，眼睁睁看着本该属于自己的女人一点点被扯远。你知道我那份无助，那份悲哀吗？我好恨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强硬一些，早些和你圆房。我还恨自己，为什么要畏首畏尾，没有和宋池正面交锋，将你抢夺回来。对不起，是我错了，我不该招惹你，我不该选定你做我的理想夫婿，我没想到你会用情这么深。你没错，即便3年前你不理我，我一样会缠着你。从见你第一眼起，我就确定此生非你不可。你不懂，茫茫人海中能对一个人一见倾心，一见入心，是多么幸福甜蜜的一件事。角角，别对我这么残忍，对我公平点好吗？你不爱我，我可以爱你，你想做什么我都支持，你想要什么我都会满足你。只一条，别推开我，让我陪着你。我20岁了，一直为你守身如玉，我想要的不过是成为你的男人，你一个人的男人。越听苏角角心里越慌，眼前的男人突然变得如此陌生，他就是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趁着他离自己几米远，迅速跑向门口，用力去拉门，门拉不开。我都这样了，你竟然还想着跑？角角，难道你想我死吗？轻缓的脚步声一点点靠近，直到他贴在他后背，他扳着他肩膀，将他转过来。角角，你舍得我暴血而亡吗？虽然不舍，可你这种方式我不能接受。不想救你弟弟了，我们交换，只要你现在救了我，我就算舍去半条命也愿意救苏全。他是你弟弟，这也是我的弟弟。我说了，你这种相救方式我宁可不去救。角角啊，你不是商人吗？这笔买卖你一点都不亏的。哼，我这个商人从不做情感的交易。那你和宋池呢？你能从了他，为何不能应了我？我那是迫不得已，但凡有一丝退路我都不会这样。怎么，你想像宋池一样欺负我？林清源低头去补他的唇，苏角角下意识地偏过脸躲避，他亲在了他的耳旁。这也要躲？角角，别让我伤心了好吗？苏角角用力推开他一些。林清源，你这样逼迫我，和宋池又有何分别？我欣赏的小林大夫一直是个正人君子，从来不会强人所难。可那样正人君子的小林大夫什么都得不到啊！突然他将他一把打横抱起，惊得苏角角低叫一声，用力推他。他置若罔闻，一步步走向里面的卧房。林清源，你清醒一点，你这样
对我会恨你的。娇娇，就当可怜一个快死的人，救我好吗？苏角角的眼泪啪嗒啪嗒滚落下来，委屈的抽噎着。林清源，你别这样，你这样我害怕。不哭不哭，我会温柔一些的。我用我的生命发誓，此生定不负你，只爱你一人。从今往后，我们俩做一对神仙眷侣，相伴终生，好不好？苏角角好像一副被劝动的样子。你保证能温柔一些？我保证。可你那什么合欢谷会不会左右你，让你变成野兽啊？不会。他如何能左右我？就不能吃解药吗？我怕你会失控，伤了我。解药哪有你好？你是最好的解药啊！我的角角，我盼这一刻盼了好久好久。放心，我有分寸，不会伤你的，会伤你的。苏角角终于放心的样子，对着男人羞涩又含情的一笑。清源，其实我心里也有你。男人眼睛瞬间被点亮。我嗓子疼，有点口渴，你先给我倒2杯水喝好不好？他不想离开他，似乎又想到什么，起身去倒水。刚走了2步，苏角角抱着玉枕重重地砸在了他的后脑勺上。林清源软软地倒在地上，没有了声息。门突然打开了，林夏荷含着脸进来，看着地上躺着的林清源。苏角角，你也太狠心了，我哥都这样了，你竟然能丢下他？夏荷，你哥今天所做的事情完全不理智，他这样不对。我哥对你用情至深，为了你他都舍弃了，他都服用了合欢谷，你就这样走了，难道让他等死？他会暴血而亡的。说这么危言耸听骗谁呢？依着我对林清源医术的了解，凡是他弄出来的毒都会有解药。刚才我已经知道了，这个什么合欢谷你们有解药？林夏荷微微一愣，苏角角没放过他这转瞬即逝的表情，对于合欢谷解药的猜测越发肯定。这哪里是政务，这分明就是家事。你的心就那么硬，连你大嫂这边都不顾了？三爷，我知道浩儿那孩子打了你外甥的弟弟，你恼了这件事。可三爷，我们才是正经亲戚呀，浩儿再不对，也比那苏家子关系亲近吧？君兰，你大嫂说的可是真的？你竟然为了个外室的弟弟而和徐家不睦？自从昨天，宋池就无数次听到外室这个词，积攒的怒火早就已经压不住了。别跟本王提什么外室不外室，我倒是想让他做我的贵妾，人家不愿意而已。外室怎么了？外室照样是本王心尖上宠着的人，照样地位比劳圣子徐家高。简直是混账话！宋君兰，你莫不是糊涂了？此事休要再提半句，本王自有决断。说完，一甩袍子，拂袖而去。色迷心窍啊，这个逆子！徐氏大大的睁着眼，眼里含着泪珠子，竟然就那么痴呆了。他刚才听到了什么？居然说那个外室是他心尖上宠着的人，一股难言的酸涩涌上了心头。徐氏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谁都以为他是为了他的侄子在哭。夏荷，你哥今天冲动行事，你为什么不劝着他？乱吃什么合欢谷，对他身体能好吗？我哪里能做得了他的主？解药带来了吗？快点给他服下去，免得真伤了他的身子。可是我哥只喜欢你，我想成全他的愿望。你糊涂啊，夏荷！你们身在临安城，一旦对我做出这种事情，你认为宋池能放过你吗？他江南王是什么手段，什么权势，不用我多说吧？林清源头脑发热，你可清醒着呢？你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林清源被宋池严刑拷打、殴打折磨？你给我哥解了合欢谷之后，我们就带着你立刻离开临安城。苏角角心底咯噔一声，想不到林清源还有这番布局，越发对于他的身份持有了怀疑。夏荷，事情没有你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宋池能够坐拥江南，连朝廷都拿他毫无办法，他的实力和能力肯定是不容小觑。林清源如此得罪了宋池，对于今后真的好吗？林夏荷同人一跳，显然这句话说到了他的心坎里。他从怀里掏出来一颗药丸，苏角角暗暗的松口气。你照顾好你哥哥，我先走了。放心，这件事情我会保密，不会让宋池知道。刚走了2步，你不能走。苏角角头皮一麻，转头去看，我这合欢谷只让角角姐。哥，你何必？看在几年的情分上，救我！林夏荷咬咬牙，翻身走到门口，用身体挡住门，阻住了苏角角的出路。林清源，看来一直是我错了。我以为你最起码是喜欢我的，是尊重我的。可是今天看来，你对我所谓的钟情，只不过也是一种占有。最该伤心的是我呀！我在今天突然弄丢了以前的小林大夫。林清源的眸子闪了闪，几抹孤寂伤感划过。苏角角一看还是不能劝动他，猛然跳上打开的窗沿上。既然你们非要逼我，那我就只能跳下去了。角角，不可！我了解你，角角，你最是惜命，你肯定不会真跳下去的。苏角角心里暗骂一声卧槽，可你对我如此排斥，着实伤了我的心呢。这几年来，我疼爱你，
尊重你，纵容你，屈从你，能做的我都为你做了。你说我还要怎么做才能让你接受我？苏角角无言以对，脑子里有点乱，在考虑他要不要真的跳下去。正在彷徨时，解药拿来。林夏荷满眼的震惊，呆了呆，那才走过去，将解药放在林清源手心里。苏角角目光灼灼地盯着他，内心狂吼着赶紧吃下去。林清源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角角，我心里很痛，很难过，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做我的女人。说着，将那颗解药吞进了嘴里。清源，你做了个对的选择，我先走了，再见不用送。跑出门的速度比老鼠都快。高估了自己呢，不被爱还是会很疼的。身子缓缓倒了下去。哥！苏角角逃出聚仙楼，被风一吹，整个人慢慢松懈下来。看样子林清源的背景不一般呢，得亏当初没嫁给他。哎，你们还嫌我拜金，嫌我财迷？瞧见没？事实证明，永远不变的只有真金白银。等他赚足了钱，他才不再受男人的鸟气。他要养一院子的美男子，今天要某站，明天睡某博，后天宠幸某嘉伦。他也要尝试一下武则天的快乐。回到金缕阁，可乐竟然在楼上的雅间里睡着了，摇了好几下才将这丫头摇醒。小姐，遇着什么事了？看着你不开心的样子。我这点微表情一直瞒不过你的眼。苏角角心里担忧着弟弟的腿。走，可乐，咱们去总督府。不去看望小泉子了？看他也不能给他治病啊，不如去找王爷的御医咨询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主仆二人来到总督府，江一走了过来，正要说什么，江一，王爷的那位御医在哪里啊？在西边客房。哦，我去找他。咦，你怎么没在济世堂啊？正要禀告姑娘，王爷派人将苏少爷搬到总督府了，更方便李御医给苏少爷诊治照顾。听到这个消息，苏角角竟然先松了口气。离开济世堂也好，他暂时不知道怎么面对看不透的林清源。来到西客房，御医正在给苏全针灸，无数根银针扎在苏全的身上。苏角角没敢吭声，唯恐打扰了御医下针。直到他忙活完，苏角角才亲自递上去汗巾。御医接过去擦完汗，才注意到他。见过苏姑娘。李御医，我只是个商户女，您这礼太重了，您给我弟弟治病，该是我向您致谢行礼。御医干笑着，心里想，我年纪虽大，但却不是老糊涂，王爷对你是什么态度，我哪敢怠慢呢？李御医，我有件事想请教你。姑娘尽管说。我弟弟的腿是不是筋脉断了，今后不能再站起来了？李御医点点头。那他的腿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治好啊？不是治了吗？谁给治的？老朽刚刚给治完啊。能治好吗？肯定能治好啊。您的意思是我弟弟的腿以后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走路跑跳？那是肯定的喽，老朽从不打诳语。李御医，真的太谢谢您了，您真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呐。李御医，为了表示对您的万分感谢，我这就给您包一个大大的红包，白银1000两。那倒不必了，刚刚王爷已经赏赐了老朽1000两黄金。苏角角心道，行吧，宋君兰你有钱，你出手阔绰。李御医，你医术如此非凡，那徐作广为啥没请你去给他的儿子治腿呢？没有再造完，华佗在世也治不了他的腿啊。可我弟弟的腿不是……哦，你还不知道呢，你弟弟的腿是王爷给了再造完，我才用针给他通好的筋脉。苏角角目瞪口呆，有一种瞬间被雷劈傻了的感觉，半晌才找到自己的声音。王爷的再造完给苏全用了？不然呢？你以为筋脉断了轻易就能治好？那颗再造丸仅此一颗，真乃世间神药啊！走出西客房，苏角角好久仍没缓过来，心里涌动着复杂的情绪。苏角角来到了议政殿，宋池正伏案写着什么，听到动静，他抬眼，怎么来了？有事？苏角角想说谢谢，又觉得这2个字太过单薄，张嘴就变成了午饭吃什么？一起吃吗？你和你父母一起用饭吧，我马上就要去南虎军营巡查了。苏角角突然发现里面立着什么，好奇地翻过来一看，那什么闲着没事写着玩的。我正想去调查一下，为啥我的2块牌匾都无辜坏了。宋池表情一僵，现在不用查了，反正有王爷写的更好。喜欢，心之所求。那就赏你了。多谢王爷。宋池努力绷着的唇角还是勾起一丝弧度。宋池似乎有紧急军务，接着就带着江回、舒云川赶去了军营。
苏角角闲着难受，就带着可乐去了娱乐城。刚进后院，就见木槿和牛芳菲一起慌张地跑了过来。完了，我的冤狱要失去清白了！有个武功高强的男人要破冤狱的身。苏角角没说话。我去，怎么破？能给看不？谁这么大胆子，敢强上民女？哦不，民男。苏角角直接冲去了后院客房，一脚踹开了房门。只见冤狱正被一身红衣的男子摁趴在桌面上。靠，这身材真绝了！如果脸长得也不错，冤狱跟了他也不亏啊。我的冤狱呀，为什么他被压着？为什么他在下面呀？那个红衣服的，你放开我们冤狱，有本事就冲我来！我们冤狱细皮嫩肉的，被你压坏了。都是一群什么人呢？再扯淡下去，那个什么玉就被咔嚓完了。这位公子，请你放开冤狱，这种事情不能够强买强卖。我们娱乐城俊俏的公子哥还有许许多多，什么风格的都有，只要你不缺钱，舍得砸银子，你想要天上的仙君，我都能给你弄来。红衣男子微微侧转身子，露出一张妖孽艳丽的脸。妖兽啊，这是男狐狸精变的吧？这要是我男人，我天天不下床。桃花眼，他是绑架我的那个坏蛋江三江四，速速将他拿下！江三江四立刻齐齐上前，那人已经瞬间就落在了苏角角跟前。这厮轻功这么好啊！苏姑娘，危险！这两人刚要过去，就瞧见红衣男子伸手掐住了苏角角的脖子。要不要试试？是你们快，还是我的手快呀？美公子，你还是慢点吧，男人快了不好。你刚才说我是谁啊？公子莫不是听错了？我与公子第一次见面，并不认识。依着公子如此惊为天人的容貌，这世间也难以找到长相相近的人了。你这人还真有意思呀，长得这么美，让我好想弄死你呀！江三江四的剑齐刷刷的抵在红衣男子的后背上。若论美，我没你长得美，我甘拜下风。哦，是吗？这话我爱听，这么知趣儿，就且让你多活几天吧。下一秒，江三江四同时出现。慢着，我是你们江南王的贵客，我是东方若真。江三江四同时愣在那里，管他什么东方西方，他是雾影阁阁主，快过去抓住他！这位二姑娘，你认错人了，我是东方若真，如假包换。谁是二姑娘？你呀，你刚才说我比你美，我是天下第一美，你不就是第二？二姑娘，没错呀。二你个毛线球，你全家多少？江三看了看东方若真亮出来的少主牌，客气的向他行了礼。哈，你们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别听他瞎说，我认不错，他就是雾影阁阁主。苏姑娘，您弄错了，东方少主是曹帮少帮主，王爷确实接到讯息，少主这几日要来临安。苏角角愣了，反复打量着臭美的男人，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认错。行了，都不是外人，都散了吧，别打扰本公子快活。说着就要往冤狱的屋里走。慢着，东方少主，你要干嘛去？去里面。去里面做什么？寻快活呀。难道你想3个人一起？里面是冤狱的屋子，冤狱卖艺不卖身，我是娱乐城的老板，我有保护员工权益的责任，我不许你骚扰冤狱。这么护着他呀？怎么，他是你的相好？你大爷的！我大爷早死了。不气不气，不和疯子气，赚他银子才解气呢。东方公子啊，我们娱乐城呢还有很多英俊的小哥哥，你不如过过眼其他人。哎，早知道你来阻拦，我动作快点就好了。行吧，你把其他人都叫来，我选个最俊俏的。难怪我嫁不出去。怎么了？美男子都被男人抢走了，我漏都捡不着。苏角角扭了扭芳菲一下，给他使眼色。牛经理，快带着东方公子去挑人，这小子贼有钱，可劲儿的宰他，服务费要他这些200两，2000两。你够狠！牛芳菲带着东方若真去了大厅里。江三，你没认错人吧？他真的是那个什么曹帮少主？错不了，曹帮少帮主东方若真，今年18岁，喜好龙阳。靠，他才18岁就这么会玩了？冤狱走了出来。苏老板，刚才多谢你忽悠。你是我旗下的员工嘛，保护你是我的责任。刚才是不是吓坏了？死的心都有了。哎呀，不至于，就算真那什么了，那也不用刚烈的去死，那叫蠢，就当做被狗咬了一口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好了，别多想了，今后你在这种混乱的场所里，肯定还会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客人，心理承受能力要增强一点。待会儿给你送点安神香，免得晚上做噩梦。谢谢苏老板。冤狱如水的眸子深深地看了一眼苏角角，可乐像是风一般的女子一路飞奔，扯了牛芳菲跑去
去房间里偷看隔壁的情况。牛芳菲没有可乐力气大，被挤到一边。隔壁传来男子的惨叫声，可乐看得一惊一乍的，一张脸都激动得发紫了。你也让我看看呀，我也没见过这阵势呢，太那啥了。你看了，晚上会做春梦？屁，我没那么没出息。牛芳菲凑过去看，才看了几眼，就开始夸张的抽泣。娘！两人后来连着好几个晚上都做了噩梦。小姐，小姐，我终于知道男人们怎么耍了。你不会是去偷看了吧？不光我看了，牛芳菲跟着一起看了呢，她比我看的还来劲儿呢。你俩可真是，以后不能再这样了，知道吗？我们娱乐城首先要保护客人的隐私权，这样他们才能够在这里安心的享乐花钱。想不到东方公子那么壮实的一个人，身材那么辣，竟然偏爱男人可惜了。那叫什么来着？小姐，你说过的资源浪费。对，太他妈浪费了，给我们女人尝点鲜儿也好嘛。哦，对了，这个东方公子不仅浪费自己身材，还浪费咱们的水。什么意思啊？他完事之后连着叫了3桶热水，连着泡了3回澡，也不怕泡秃噜皮。还挺爱干净啊。对了，牛芳菲还从屋里捡到一个暗器。奇人怪事啊，做这事儿还有暗器？可乐掏出来个手帕，层层打开。苏角角好奇地看过去，愣了几秒。小姐，你笑什么呀？扔了，马上扔了，脏死了。这到底是什么暗器呀？不是暗器，是长衣。啥玩意儿？苏角角觉得没法跟可乐解释清楚了，让你扔你就扔了，以后不许乱捡东西啊。可乐一头雾水的出去扔暗器去了。这个东方小红确实是个有意思的人呐。傍晚，临安城郊一处不起眼的院子外，一抹红衣轻松地越过阵法，跃上墙头，临风而立。怎么才来？晚吗？接到讯息立刻就来了。东方若真轻盈地跳下墙头。你有3个月没有联络我了。主子毒又发了。难怪会联络我，还是为了他。你又喝酒了？男人寻了快活之后，通常都会喝酒解乏呀。去速速醒酒，立刻来给主子解毒。每次都这么费劲做什么？多此一举，你直接给他解毒不是更好？少废话，你快去醒酒。林夏荷，不觉得你很可笑吗？你那么爱他，一直想要用你自己给他解毒，你就去做呀，装得这么无欲无求，有意义吗？东方若真，你少说几句。你也就对我这么凶，你对你那位主子卑微的我都可怜你。我醉了，一时半会儿醒不了酒。你告诉他，要么你给他解毒，要么他就等死吧。林夏荷，我能帮你的就到这儿了。说完，他往客房走去，刚才还满不在乎的笑容一点点消散。林夏荷独自站在院子里怔了好久，终于他深吸口气，走进了正屋。林清源脸色苍白，泡在浴桶里。他来了吗？但他醉得厉害，没法给主子解毒了。那怎么办呀？主子这里耗不起了。潘春，这次就让我来给主子解毒吧。可是主子一直不同意啊。主子现在危险至此，命悬一线，由我给主子解毒是最佳的途径。你若真能给主子成功解毒，对主子也是件好事。班春走了出去，关闭了房门。林夏荷痴痴的看着闭着眼的清美男人。主子，他不要你，我要你，你就放下他吧。说着，轻轻解开衣带，衣衫轻轻地滑落在地。晚膳加上可乐，4口人一起吃了顿丰盛的8菜1汤。在总督府住了2天，我发现王爷也不像原来那么可怕了。那是你没见过宋池发怒发威的时候，估计见了他爹又要吓得哭哭啼啼，屁滚尿流。江回回来送信，说王爷今晚宿在军营里不回来了。想到再造完，苏角角觉得也要表示一下感谢，将孔雀毛的大氅交给了江回。晚上军营里夜风冷，把这个给王爷捎过去，免得着凉。江回看鬼一样的看了看百年不遇贤惠一次的苏角角，珍重托抱着大氅向外走。苏角角洗完澡，换上刚做好的薄纱吊带睡裙。今晚宋池不回来，他穿少点正好凉快。小姐，你这画的什么呀？武器。画这做什么呀？投桃报李。可乐没听懂。如果你是徐作广，你此刻最想干什么呀？最想弄死苏家人。其次呢？还恨谁啊？恨王爷，太偏心了。对，所以啊，王爷送我再造完，我要知恩图报，也要给他送份大礼。江回将大氅带回到军营里，宋池眼睛一亮，接着就批上了。哎呦，君兰啊，
你刚才还擦汗呢，他送个大肠你就穿，是不是送个棉袄你也穿啊？没眼看。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以为谁都像你啊？鄙人胸中有丘壑，你是胸中有美人。知道他送这个什么意思吗？舒云川懒得说话，他只是想我回去了。你体会的真感人。回去了，军营有什么住头？要知道你当天打来回，我都不跟你来这儿。你是光棍，可以留下。宋君兰，你真是，人家偏要跟你走。膈应的宋池和江回齐齐一个趔趄，舒云川这才解恨的笑了。苏角角在灯下正画着画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趋近。你怎么回来了？男人怔怔地看着他，呼吸似乎都消失了，一双阴眸容颜狂起，穿着布片的女人像个吸人魂魄的小妖精，顿时邪火燎原。这副情态他如何能够扛得住啊？心里热浪滔天。可宋池脸上仍旧看上去是平静淡然，镇定偏冷的俊脸和他平时差不多的样子，喜怒不形于色，只不过一双瞳仁较之平常要暗沉一些。军中的事务已然处理完了，就赶回来了。冷着脸，竭力表现得正常一些，缓缓向散发着迷人清香的女子走过去。在忙什么？悄悄咽了口口水，绝不能让他发现自己的迫切。他堂堂一个江南王，总不能像个没出息的毛头小子，省得总是被他拿捏。你快来看看，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礼物？本想看看他画的是什么，结果一低头，首先看到低领口那里的一抹凝白，那道山谷几乎是烫着他的眼，轰的一下，脑子里头充血了。即便在夜里品尝过无数次，可这么隔着一层纱，模模糊糊的看着，竟然看得更加让人热浪翻涌。看到了吗？看到了。知道这是什么吗？知道。能不知道吗？味道绝佳，软糯香辛。你知道这是什么啊？却对上男人深不可测的眼眸，他似乎并没有看他的画，跟你说话呢，你看什么呢？一身灰尘，我先去洗洗，回来再好好欣赏你的画。男人步履不稳的快速躲进了浴房。什么人嘛，人家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想显摆一下，宋狗子还心不在焉呢，也没多想，正好把细节再描画完整一些。宋池泡在浴桶里长舒着气，可一想到刚才看到的情景，他全身所有的血脉都在亢奋。宋君兰能有点出息吗？运功运气，深呼吸，自我暗示了一会儿，水都要泡凉了。低头一看，那啥毫无萎靡之势嘛。以往他引以为傲的自控力，在苏角角跟前完全塌房嘛。算了，他栽在自己女人身上也没人知道。走出门，他还是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江南王。哗啦啦的从水桶里头出来，有些急切的往卧房里去。一走进卧房，看到灯下美人，宋池觉得屋里温度骤然就升高了。若无其事的挨着苏角角坐下。角角画的什么？你看看，这是弓弩之类的。聪明，我给它起名狙击弩，是现有弓弩射程的好几倍，而且准确性更高，杀伤力更强。你怎么能想到这个？就胡乱想的，觉得你军营里应该是用得上。他总不能告诉他是跟着表弟玩游戏时买过的游戏武器吧？我家角角果然聪慧异常，连这么厉害的兵器都能想得出来。我跟你仔细讲一讲啊，这个狙击弩怎么使用，怎么拼装吧。好，我洗耳恭听，角角给我好好讲讲。说着话，很自然地将女孩抱在了自己的腿上坐着。哎呀，别抱着，热。我刚冲了凉，有点冷，给我暖暖。咦，这是什么？果然引开了苏角角的注意力，他马上指着画给他认真讲解。讲着讲着，苏角角才发觉两人变了味道。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手探进了他的睡裙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在听呢，你接着说，别乱动。你认真点，我正说到关键点呢。哪儿关键呢？给我看看。宋池，乖，叫夫君。正说正事儿呢，你行不行啊？看来对我有点不满呀，行不行？待会儿要你好看。宋池抱着苏角角径直走去里面。苏君兰，狙击弩那么重要，你能不能听完啊？他铺天盖地的吻下来。好，角角，你说，我听着呢。苏角角心道，哎，算了，
精健的美男子正卖力地服侍他，他跟享乐较什么劲儿啊？浮浮沉沉间，不由得感慨：宋狗子燎火技术长进，此夜注定又是那么的漫长。可乐给将酒送饭回来，听到屋里传出来的动静，王爷不愧是人中龙凤，这腰力是真好。你怎么知道腰力好？没戴耳朵呀，聋了，听小姐的声音就知道好不好。我腰力和王爷应该不相上下。可乐看天，置若罔闻。将酒伤过腰，腰没劲儿，不行。你试过了？你什么都不懂。切，现在没有我不懂的，白天我都看过了。江回气得掐着腰，决定不跟这女人讲话了，会气死。此夜对于其他人来说，也注定是个不眠夜。东方若真屈膝靠墙，坐在蒲团上。鬼吧！黑暗中闪出来一个年轻男子。少主，给我弄几坛酒。是。鬼豹接着消失。现在你是不是正给他解毒？终于如你所愿了吧？你这下开心了吧？师姐，若真长大了，可你眼中还是看不到我呀。鬼豹很快就回来了，也不多说什么，放下就走。东方若真打开一坛酒，猛地灌下去一大口。一醉方休，来世再不做人。桶里的林清源缓缓睁开眼睛。你在做什么？林夏荷和他一同泡在浴桶里，两两相对。主子，今天17，你又毒发了，这次毒发来势汹汹。我问你，你在做什么？主子，为了你的身子，这次由我来给您解毒。出去。主子，这次不一样，你都昏迷多半天了。东方若真喝醉了，没法给你运功解毒。我再不给你解毒，你会有性命危险。就算死，我也不许你碰我。出去，立刻。何必呢？你为了他守身如玉，可他根本不珍惜你，他不要你，你默默承受这么多年的痛苦，有什么意义？闭嘴！我不想再听一个字，你马上离开。我不走。我今天就要给你解毒，我不要任何身份，我可以永远做你妹妹，我帮你瞒着苏姑娘，这样行不行？我只每个月给你解毒，我什么都不要。敢碰我一下，我就让你死。让我死？我陪你10年，当你妹妹10年了，你就对我这么狠心？你妄图沾染我分毫，若不是这10年，你刚才已经死了。班春，班春恭敬地进来。主子，将他扯出去，再有下次僭越，直接绞杀。属下遵命。主子，你的心太硬了，我10年相护，为什么你就不能给我一点机会？苏家教不能给你的，我都能给。林清源闭上眼睛，班春不敢迟疑，将他提溜着弄出去了。娇娇，我只能是你一个人的，只是你的。班春将醉醺醺的东方若真叫了出来，拜托他立刻去给主子解毒。东方若真有些意外，好看的桃花眼闪过一抹惊喜，运了内力逼出来酒气。经过院子时，看到树下低声哭泣的林夏荷，走过去。别难过了，你很好，是他没有眼光。林夏荷压抑的屈辱和难过瞬间爆发，狠狠地扇了东方若真一巴掌。让你多管闲事，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我再不看也不会要你这个脏东西。说完跑去了他的房间。班春尴尬的不行，勉强低声说：东方少主，我们主子那边快要撑不住了，你看你能不能尽快？东方若真闭上眼睛，在睁开时已然恢复了放浪不羁的样子。走，去给你主子解毒。东方若真闭目运功，将烈火功法推送到林清源的后背上。林清源身子一晃，瞬间大颗大颗的冷汗从额头上冒出来。班春看得心疼不已，不忍再看下去，躲去屋外守护在门口。天光大亮，苏皎皎睁开眼时，宋池已经走了。他伸了个懒腰，可乐送上来丰盛的早膳。小姐，王爷说等您睡醒了就去议政殿找他，好好讲解一下您画的兵器。这家伙果然是个好政客，娱乐政事两不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可乐没说话，心底却道：小姐说的是他想的那么污吗？议政殿里，宋君兰，你够了！你女人送你的礼物，你干趁让我看，让你见识一下我女人的智慧，简直是我的福星。少来！一个妇道人家，她再聪明，也就做买卖，赚点小钱，能有啥大出息？还福星？2个铁矿山都因为她没了。待会儿别乱说，管好自己的嘴。说着，人已经飘洒地走向门外。果然，苏皎皎袅袅挪挪地走到门外，和迎出来的宋池正打了个照面。睡饱了？还是困，腿软腰酸，嗓子还有点不得劲儿。男人心头一热，瞬间回想到昨天晚上迷艳勾魂的画面，声音又低了些，似笑非笑，有点歉意，又有几分自豪。我的错，累着皎皎了，今晚我收着点。
哼，还什么今晚这么生猛的夜夜不落，您老也不怕肾虚啊？话我带来了，这次我讲解不许捣乱。昨晚也没捣乱呀，听得可认真了。说着，牵着女孩的手，带着她一起走进大殿。舒云川眼角抽抽的，几乎要痉挛。造孽呀！真心想不到，有生之年他竟然能看到宋君兰和女人缠缠绵绵的画面，怄死他得了。听说苏姑娘送给王爷个礼物，不知道是绣了个荷包呢，还是画了幅画。瞥到苏角角抱着的画纸，立刻了然的讥讽一笑。哦，果然是画，借画抒情吗？让我猜猜，不是鸳鸯戏水，就是相思红豆。苏角角懒得搭理这家伙，这个兵器被我称为狙击弩，与现有弓弩相比，它的优点有。舒云川渐渐地坐直了身子，听得越来越认真。苏角角一口气说完，行了，具体怎么制造，你们自己去费心吧。这是我送给王爷的礼物，感谢他将再造丸给我弟弟服用。一直面带自豪微笑的宋池，听到最后这句话，脸色瞬间就冷了下来。再造丸给你弟弟用，这是理所应当的，我并没有想过你回报什么。苏角角愣了一下，暗暗纳闷，宋池这家伙怎么阴晴不定的？我又不是知恩不报的白眼狼，你帮我弟弟的恩德，我铭记于心，回报你我才能够安心。这个礼物满意吗？宋池没吭声，满脸的阴沉。满意，太满意了，苏姑娘，你简直是王爷的福星啊！苏角角瞥了一眼莫名其妙闹别扭的宋池，你们忙吧，我去看看娱乐城。苏角角离开后，哎呀，这简直是神器啊！有了它，我们何惧徐作广的大刀军啊？你这个小妾还是有点用处的。宋池拉着俊脸，心里有点烦乱。他何曾想过要他回报什么？他想要的不过是他的心。男人暗暗地叹了口气，不知道何时开始，他有了这份奢望。始终他占有他，只想满足自己的私欲，而现在心境已然与最初背道而驰。说起来，你那个小妾啊，漂亮、聪明、会赚钱，除了不爱你，其他都挺完美的。不会说话就闭嘴吧你。徐府的书房里，徐作广、左氏以及徐氏凑在一起，悄悄地商议着，这苏家人绝不能放过，我儿的腿不能够白断。徐作广沉着脸，拧着眉头，没吭声。苏角角那个女人绝不能留着，这次如果不是她，浩儿的腿不会断，王爷也不会把再造丸给了苏家，苏角角必须除掉。妹妹，你是否有了什么计划？只要哥哥出手相助，我就能将那个贱人绑走。今晚王爷要在花船上宴请曹帮少帮主，到时候我要让他亲眼看着苏角角被几个男人轮上，我要刮花他的脸，看他还怎么魅惑男人。好，就按照妹妹的计划来，先料理了苏角角，剩下的一个一个来。徐氏从书房里出来，我得不到的，你凭什么霸占着，还占着他的心？他以为自己是他心底的不一样，可不曾想，突然冒出来的苏角角骤然夺走了独属于他的一切，这让他如何不恨？林清源经过一夜的功法去毒，才算是缓了过来。半春，从今天起，世间就再无林清源这个人了。主子，您终于要恢复身份了。不足够强大，又如何能夺回我所爱的？苏角角在娱乐城检查着脱衣舞，这时金缕阁的一位小厮跑来汇报，苏老板，金缕阁的仓房起火了。走，马上去金缕阁。娱乐城和金缕阁离得本来就不太远，苏角角带着可乐直接快速走着往金缕阁赶。小姐，当初建造货仓时，我记得你专门弄的什么防火墙啊，怎么还会着火呀？要么是从里面先放火烧了布料，要么是从外面撒了油故意放火，要么还有别的可能，要么虚张声势，根本没烧着。没烧着，那费这劲干啥呀？不论是哪种可能，总归都是来者不善。快要到金缕阁的时候，街上突然涌过来一堆杂耍班子的戏子。啊，小姐！可乐就多看了几眼，再找竟然就找不到苏角角的身影了。小姐，人呢？江三江四跳出来，我往前面找，你去另外一边。江三，怎么回事啊？难不成小姐丢了？你自己去个安全的地方，若走丢了，可没人去找你。可乐心道，行吧，她是个没人关心、没人爱的小破丫鬟。起初，所有人都误以为苏角角是因为街上太混乱，暂时和大家走散了。直到找遍了他能去的所有地方都没有找到，江三江四才意识到苏角角是被人给绑了。又被绑了，咱俩的脑袋快要不保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为啥总有人惦记苏姑娘呀？我去禀告王爷，你继续带
带人寻找。苏角角被绑着手脚，还好嘴里没有被塞东西。姑娘，我这头上戴的步摇挺值钱的，最起码能卖2000两。你帮我解开绳子，让我的手松快松快，步摇送你了，行不行？我又跑不了，就是想要手腕舒服一点嘛。丫鬟置若罔闻，就跟聋了一样，径直走了出去。没一会儿，一个围着面巾的女人走了进来，果然长了一副狐狸精的相貌。苏角角脑子飞速地转悠着，相貌，一个女人首先注意另一个女人的相貌，还充满了敌意，8成是情敌相见呢。这女人应该是喜欢宋君兰，夫人的眼睛也很漂亮，很迷人。夫人如果懂得高超的化妆术，打扮妥了，会比我还要好看呢。我再好看又如何？还不是被你这个手段俗媚的贱人抢了先。果然是宋池的烂桃花，心底又给宋狗子记了一笔账。唉，夫人是有所不知啊，我是被王爷强行留下的呀。王爷他固然有权有势，可我心里并没有他。我有个青梅竹马一直在等着我，我和他两情相悦，私定终身。我时时刻刻都想着要逃离江南王，和自己真爱的男人浪迹天涯。夫人，你帮帮我吧，把我送出临安城，我和我爱的男人都会对你感恩戴德的。围着面巾的徐氏惊住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苏角角竟然心里没有宋池，那么好的一个男人，自己日思夜想的是挖心挠肝的，都没接近过，他却一点也不懂得珍惜。你所说的都是实话，千真万确，比珍珠都真，我可以发誓。对了，我之前就逃跑过，王爷还派战船来抓过我，这个世人皆知。他身在内宅，只听说前些日子王爷突然封锁了码头，乘了战船出去出任务，却不知道那般轰轰烈烈的动作竟然就是为了抓他。君兰心里竟然如此看重这个贱人。你好在哪儿了？肯定是用下作的手段在床上迷惑了男人。我哪里都没有夫人好啊，只能说男人迷糊起来就跟眼瞎一样吗？夫人，只要我离开了临安城，就犹如鱼儿入了大海，王爷别想再找到我。男人嘛，时间一长，再喜欢的女人也就淡忘了。再说了，我一消失，王爷心情低落时，夫人恰好能够对他嘘寒问暖，这不正是走进男人内心的好机会吗？徐氏顺着苏角角的话，陷入了美好的畅想中。到时候君兰愁闷喝酒，他就在旁劝慰照顾。面对自己的温柔小意，君兰大为感动，很自然的就和自己宽衣解带，颠鸾倒凤啊，想想都热了。不得不说，苏角角语言的蛊惑力还是很强的。那我将你送到北边关外，你可愿意？愿意，只要离开临安城，哪里我都乐意。林妈妈坐不住了，知道徐氏耳朵软，她赶紧凑过去。夫人千万不能听信这个小贱蹄子的话呀，他的话未必都是真的。再说了，斩草不除根，后患无穷啊。徐氏还真想将苏角角送走，他好趁机安抚宋池。可是王爷那种人才，那种地位，哪有女人想要离开的？他分明就是在骗您的。退一步说，就算他真的想走，你能保证真的能够送走他吗？王爷正是迷恋他的时候，肯定会千方百计的要将他找回来。等到了那时候，他在王爷心目中的地位更加不可动摇了。犹如一盆凉水淋头，将徐氏浇醒过来。按原计划毁了他，才能够永绝后患。徐氏眯起眼睛，下定了决心，缓缓点头。哼，你这个奸诈的女人，差点上了你这个贱蹄子的当了。什么时辰了？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王爷很快就到了。先划烂他的脸。林妈妈掏出来匕首，一步步逼近苏角角。划烂脸这么惨烈的景象，如果让王爷亲眼看到，他会大受震动，以后见了我都会觉得万分恶心。夫人，不如等到王爷来了，当着他的面再划烂我的脸，那样效果更佳。徐氏眼前一亮，觉得这是个非常妙的主意。君兰亲眼看着这个放浪的女人当众和几个男人苟合，然后再划花她的脸，相信君兰今后定将这女子视为粪土。嬷嬷，且慢。夫人，这贱人太滑头了，先划坏了她的脸更保险一些。不，我要让君兰亲眼看到这个女人最丑陋下贱的一幕。安排下去，等会儿让和她行欢的男人划坏她的脸。苏角角暗暗皱眉，后面还有和男人行欢？时辰差不多了，给她服下春药，再给她换上舞女的裙子。已经有女眷到了，夫人你也该去迎客了。走吧，这里交给你了。徐氏呢？林妈妈盯着丫鬟们给苏角角服下去春药，又给她换了暴露的红色舞裙。看着她吃下了春药，没有了威胁，林妈妈和几个丫鬟就那么守着苏角角。
这药效也该发作了呀。他话音刚落，苏角角就开始了扭摆身子，又酥又媚的低吟了起来。林妈妈心道自己比预言家都准呢。一个丫鬟进来低声汇报，王爷和宾客们都到了。时机刚刚好，你们俩守着他，待会儿会有人来将他直接送去表演。与此同时，徐作广悄悄来到了不起眼的院子外。徐作广等了一下，直到班春迎出来，才带着亲卫跟着班春走进这座院子。徐大人，请。徐作广仗着自己武艺高强，毫不畏惧的径直走了进去。徐大人，请坐。阁下是哪位啊？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帮到徐大人。阁下的话，徐某不太明白，我哪里需要别人帮助啊？徐大人3个月前和朝廷接上头，收了皇家10000两黄金，暗中投靠朝廷，承诺一旦开战将里应外合，对付江南王。这些密谋，眼前这个清雅无害的男人是如何得知的，且知道的如此详细。为了让徐大人对朝廷死心塌地，皇后还悄悄给了你一道懿旨，钦定徐大人的大女儿10年后为皇后。徐作广一惊，连这也知道。你到底是谁？这些秘密江南王也都知晓。什么？若不是你背叛宋池在先，他又会如何偏袒苏家，且将再造丸给了苏权而没给你？徐作广攥紧的铁拳微微颤抖。宋池那个人文韬武略，世间罕有，他能5年前轻松平息江南叛乱，手段如何狠辣锋利，你跟着他南征北战，应该比我更清楚。你虽然手握10数万重兵，又有自造兵器，可你觉得你能敌得过宋君兰吗？你到底想说什么？你背叛了宋君兰，投靠了朝廷，你认为下一步宋君兰会如何待你？徐作广几乎坐不住了，他正在暗中布局，准备将你连根拔起，一举消灭。危言耸听，挑拨离间。有没有危言耸听，你心里有数。我说了，我可以帮你。江南王真要灭掉我，连朝廷都帮不到我，你又是谁啊？朝廷那个6岁的小皇帝鞭长莫及，能顾好他自己就不错了。至于我吗？林清源从怀里掏出来一块玉佩，徐作广拿起玉佩只看了一眼，瞬间神色大变。这不可能！再次辨认玉佩的色泽和纹路，声音都发颤了。不是早就死了吗？徐大人，明人不说暗话，福建路、广南东路都是我的人，现在能够帮上你的人只有我。给你1天时间考虑，要不要和我联手。班春送客。从院落里出来，徐作广犹如在做梦一般，很久都没有缓过来。这天下是要乱了吗？院子里，班春和林夏荷相顾无言。主子不该和江南王对立，这没有一点好处。连你都明白的道理，主子那么睿智，会不懂啊？最擅长韬光养晦的他，竟为了个女人。今晚在最大的画舫上，江南王宴请曹帮少主。江南王一到，就引起了轰动。江南王这么年轻英俊啊，个头这么高，身材还好，一看就是腰有劲儿的。哪个女人能伺候他呀？也太有口福了吧！那谁，你家妹子不还没男人吗？让她呀，待会儿给王爷敬杯酒，兴许能被王爷瞧上呢。在旁边陪着众位家眷的徐氏，痴痴地望着不远处的男人，这是他的三爷。宋池淡淡地扫了东方若真一眼。听说雾影阁阁主也爱穿红衣，且和东方少主长得相似，怕不是一个人吧？王爷这是听谁说的？一个刀口舔血的小组织也配和本少主相提并论，不是最好？怎么，王爷对雾影阁有意见？惹了我女人不开心，准备抽空灭了她。王爷的女人，王爷您不是这方面很冷淡吗？听说对女人没兴趣啊，只是挑剔而已，不似东方少主荤素不忌。本少主对王爷的女人很好奇啊。你已经见过了，娱乐城是他开的。王爷放心，兄弟明白了，今后绝不去娱乐城找茬儿。那女人准备好了吗？夫人放心，弹琵琶的完了，就是那个女人上场。正好我上去给东方少主敬个酒，顺便还能看上一场好戏。真想知道，当宋池看到被人轮上的那个女人，正是他夜夜抱着的爱宠，会不会恶心坏了？划脸的人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妥了，已经告诉他，让他最少在脸上划5刀。徐氏一想到苏角角那张绝色容颜将被划成烂乎乎的丑八怪，就难掩心头的喜悦。哎，大夫人，您在笑什么呢？想到一桩
好玩的事情。满满热气萦绕的大仓房里，只有宋池和东方若真这里干干净净。要不要给你弄几个小官来啊？昨天刚玩过，有点累了，还是陪王爷说说话吧。我待不久，再喝一杯就要回去了。回哪儿啊？回家去陪你的小娘子啊。宋池没回答，冷着俊脸。宋池越来越烦躁，拍拍手站起来。你们尽情玩，本王还有事，先走一步。徐氏突然走了过来。君兰，这位就是东方少主吧？我代表王府给少主敬杯酒。宋池只能坐下，给东方若真介绍了一下。原来大夫人是徐节度使的胞妹，难怪气质高雅，容貌绝佳呀。徐氏抿唇微笑，偷偷地瞄了一眼宋池，人家东方少主都夸她漂亮了。君兰可听到了。这时候舞台上垂下来一层薄薄的轻纱，影影绰绰能看到一个红衣女子正斜卧在里面，发出撩人心怀的那种米艳之声。呀，你们这里的节目好有趣呀！王爷，你今天给安排的节目大手笔呀，竟然玩得这么野，我喜欢。几个男人对他上下其手，徐氏兴奋的手都微微发颤，就等着薄纱拉上去的那一刻。操，城里人真会玩，可以啊，这表演很可以。他们都想用眼睛烧烂那层纱。宋池再次站了起来。你们玩吧，本王先撤了。徐氏顿时慌了，薄纱还没拉上去，里面女人的庐山真面目还没露出来。宋池这时候如果走了，这场戏不是白演了。三爷，你看那女子是不是有些眼熟呀？宋池没什么大反应。哦，眼熟？不会是王爷认识的那个红粉知己吧？徐氏偷瞄了一眼宋池。我看着像是谁啊？像是金旅阁的女老板，三爷的那个外室。宋池锋利地瞪了徐氏一眼，徐氏被那一眼吓得浑身一抖。将那薄纱拉上去，隔靴搔痒有什么意思呀？小爷要看清楚明白的。宋池眯起眸子看向薄纱，薄纱一点点拉上去，女人的发丝凌乱地盖住了脸。哎呀，她怎么可以这样啊？太不要脸了！既然伺候了王爷，就该自珍自爱，怎么敢背着王爷做这种淫乱的事呢？哎呀，太无耻，太下贱了！王爷，她真是你的那个小妾？宋池拧着眉头，面无表情，只是手指一根根攥紧。将回去露出这女人的脸。我不去，那么恶心人，糟，碰了她，小爷就不干净了。王爷的亲卫，这是什么脾性呀？东方若真摆了下手。鬼豹，你去。为毛倒霉的却是我呀？鬼豹一声没吭，径直走过去，将碍事的男人一把给扯起来，丢到一边去，又掐着女人的脖子，让她面朝王爷这边。女人不老实的乱动。这春药效力够猛的呀，哪儿搞的？回头分享一下呗。徐氏将早就已经想好的台词说出来。三爷，您别伤心了，这种淫贱的女人不值得您爱重，她不配。徐氏，你看清楚那人是谁啊？徐氏愣了一下，脑子里竟然先想到的是君兰没叫我大嫂，竟然叫我徐氏，她要叫我归名，该多好啊！夫人，您快看呐！当徐氏辨认出那个一丝不挂的女人是谁时，整个人犹如雷击一般，当场惊住。怎么是小茶？小茶是徐氏身边的一个丫鬟。之前你为何一直认定她是苏角角啊？我看着像是苏姑娘，我看错了。夫人，小茶自轻自贱，有损王府的名声，请将她严惩。对，严惩小茶，拉下去杖毙。几个嬷嬷冲上来，将点了穴的小茶给拖了下去。大嫂眼睛不好，回头让御医给你看看。多谢三爷。还有，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徐氏都不敢直视宋池了，惊慌的点点头，连忙逃了出去。他要尽快找到苏角角那个贱人，绝对不能够让他跑到宋池的跟前告状。林妈妈，怎么回事？苏角角怎么能跑了？夫人，现在要尽快派人找到他，然后做了个咔嚓的手势，抓到他，直接弄死。如果王爷知道我做的这些事，我就完了。经过刚才的插曲，本来准备离开的宋池反而不急着走了。刚才徐氏那么笃定薄纱后的女人就是苏角角，肯定不会空穴来风啊。江一，江二冒出来，主子，你忘了江一跟着舒先生在炼造坊呢。你速速回城里看看苏角角是否安全。是。
时间倒推到上午，舒云川去茅厕的路上被苏角角堵住了。舒先生，我有事和你说。苏姑娘不是去你的娱乐城了吗？苏某和苏姑娘没什么可说的，你离我远点，免得某人吃醋殃及舒某。我想请舒先生帮我一个忙。要帮忙去找你家男人，找不着我。能，这是提高炼铁硬度的方法。经过这样处理，刀剑会更加锋利，盾牌铠甲会更加坚硬。舒先生，现在能帮我了吗？苏姑娘客气了，咱们都不是外人，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这事儿要瞒着王爷。君兰的小心眼儿，这有点要命啊。苏角角晃了晃话，诱惑道：按图打造出来的刀剑，看那徐作广大刀军的兵器，削铁如泥。豁出去了，你说帮什么？乌影阁绑架我那次，我猜着应该是爱慕宋池的女人所为，上次没得逞，我觉着他会再次出手。所以呢？我要引蛇出洞，请舒先生协助我抓住这个女人，省得她一直在幕后瞎蹦跶。绝对不行！你现在在君兰的心里，算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宋君兰能弄死我还想活，这事儿没得商量，你就老老实实的吧。哎呀，不会有事的，我最是惜命了，肯定不会拿自己的安全当儿戏嘛。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如何协助你？你可以编个借口啊，悄悄地调离江一，让他暗中保护我。一炷香之后，舒云川一本正经地交代江一：我跟王爷说，让你保护我，炼制狙击弩。实际上呢，你悄悄跟随苏姑娘，别让其他暗卫发现。你武功最高，最机智聪明，一定要时刻护在苏姑娘身边。江一默然点头，此事要瞒着王爷。舒先生，请放心，卑职不敢，请另请他人。出了事我担着。江一想了一下，微微点头。舒云川刚刚松口气，就看到江一拿出来一张纸。那请舒先生将方才的话都写下来，签字画押，以此为证。你小子够算计啊！舒云川抖着手写下了屈辱文书，容易吗他？小茶用脚踢了踢苏角角，仗着长得好看就勾搭我们王爷，死贱人！难不成你也暗恋你们王爷？我才没有，我是夫人的中仆，我是替我们夫人恨你。哼，知不知道待会儿你会很惨，让男人轮你，划烂你的脸，都是我给夫人出的好主意。你这种狐妹子就该落个这样凄惨的下场。苏角角顿时气得也不装了，江一，给我解开绳子。两个丫鬟还在纳闷，这女人是不是被吓糊涂了，乱叫什么呢？眼前就一闪，凭空冒出来个英挺的男人。江一手里长剑随意的那么一挥，江一，你把那个黑脸鼻塌的丫头打晕，这个马脸猪嘴的我来对付。江一瞬间闪过去，一掌劈晕了那个丫鬟。小茶刚要大叫，苏角角一个抱摔，将小茶撂翻在地。苏姑娘练的这是什么功啊？干脆利索，看上去挺疼的。老娘打不过会武功的，还打不过普通人吗？苏角角从他身上搜出来春药，喂了2颗在他嘴里，又将自己身上的武衣穿在了小茶的身上。苏姑娘，现在可以离开了吧？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还没有揭穿坏人的真面目，游戏尚未结束。行了，你赶紧的消失，别影响我的行动。被深深嫌弃的江一默默消失了，红衣女子和3个男人的表演被迫中断。客舱里的汉子们就觉得厌厌的，还好接着就来了个新节目，顿时所有糙汉子们又狂热了起来。最后一个出来的女子背对着所有人，宋池的眸子立刻危险的眯起来，一眼不错的盯着这个女人。葱绿裙子的女孩渐渐转过身来，脸上蒙着面巾，舞动起来时一颤一颤的。王爷今晚的宴请，小弟特别满意。那个绿衣服的本少主要了。说着话，马上站了起来。宋池一把扯住了东方若真的袖子。东方少主且慢，王爷有何吩咐？少主偏爱龙阳，女子不适合你。王爷多虑了，本少主男女通吃，这个女人身材好，看着就有兴趣。今晚就她陪本少主了。那劳烦少主换个人吧，这个女子本王看中了。王爷在逗我呢吧？今天我是客，你这主家得先紧着客人来啊。这样下回兄弟定当让给王爷。哈哈一笑，摇晃着身子向舞女们走去。宋池想也没想，瞬时出手，直接运用了内力，单掌击向东方若真。那小子武功也不弱，一个闪身避到旁边。王爷，您这是还兴突然对贵客下杀手的？趁着他愣怔的空隙，宋池已经快速上前，扯了葱绿裙子的手腕，将她搂进自己怀里，带着她回到自己座位。江回，大氅。江回纳闷地递过去大氅，就看到王爷毫不迟疑，直接将大氅盖在了葱绿的身上。宋池搂着小女人在怀里，动作极具有占有性，先闭了闭眼，深吸2口气。苏角角，你竟敢穿成这副样子给人看！苏角角愣了下，妈呀，这么快就被认出来了。宋池这眼力
力也太强了吧？你怎么认出来的？你哪里我没见过、没摸过、没亲过，化成灰也能一眼认出。立刻回家。盖着大肠，苏角角手指挠了挠，待会儿再走吧，陪我演出戏，好不好？不行。待会儿再走嘛。好王爷，好哥哥，就帮我一次呗。老实点。苏角角淘气的对着他眨眨眼，做了个撅唇亲吻的动作。男人快速扫了周围一眼，低头亲了一下他的唇。得到消息的徐氏带着众位嬷嬷闯了进来。三爷，这舞女里藏着逃犯，我要将他们统一带走审问。宋池那么聪明，已经想明白徐氏扮演的角色，顿时满脸厌恶。正要说话，身边的苏角角突然爆发了演技，他从宋池的怀里挣出来。王爷，求你不要把我送给东方少主啊！我虽然是南流国派来杀您的奸细，可我一直没出手啊。东方少主他喜欢虐待少女，我若是跟了他，肯定会被折磨致死的。王爷，你好狠心呐！宋池和虐待少女的东方若真都是一愣，徐氏瞬间瞪大眼睛，激动到不能呼吸。苏角角竟然是南流国派来的奸细，难怪王爷突然要将他送人，这是厌弃了他呀。哼，你一个南流国的奸细，我没将你凌迟处死，已经算是对你宽待。死到临头了，王爷能不能跟我说实话？当初买通雾影阁绑架我，是不是您出钱做的？不是我，但本王要感谢这位有识之士。江一蒙着脸进来，大叫道：我是雾影阁光明左沈阳霄，之前没有完成杀掉苏角角的任务，特地赔偿5万两黄金。大夫人，这是金票，请收下。东方若真一惊，徐氏愣了。宋池眼眸紧了紧，瞬间就明白了苏角角的意思，看向徐氏。大嫂，这件好事是你做的，还是你关心本王？本王定当重谢你。徐氏脑子嗡嗡响，还在发愣。大夫人再好，再关心你，我也没伤害您啊！求求您饶了我吧，我不想死啊！徐氏这才反应过来，深情地看着宋池，都是一家人，那么客气做什么？我不相信，让雾影阁绑架我那件事真是你做的，吹牛吧你！你哪有那么多钱啊？我徐家高门大户，不缺那点钱。苏角角也不装了，勾唇一笑，哼。王爷、东方少主，还有诸位江湖大侠们，你们都听到了，请给我当个见证人。这大夫人徐氏花钱买凶，意欲要我性命，这还不止。刚才他又绑我来，想给我喂下春药，当众和3个男人野合，还准备划烂我的脸，如此恶毒，如此无耻，何以为人？徐氏察觉到了不对劲，尤其对上宋池厌恶至极的冷酷眼神，他才慢慢的意识到自己刚才是不是上当了。江一也不当杨逍了，将小茶扭送了进来，小茶差点被大夫人灭了口，立刻反水。我证明这都是大夫人设计陷害苏姑娘的，她爱慕王爷，嫉妒苏姑娘，一心想要除掉苏姑娘，取而代之。我操，取而代之，真敢想呀！我竟不知徐氏你还有这等龌龊心思呀！你长得丑，身材烂，就不知你哪来的自信？王爷心里有我，对不对？我知道你一直联系我，否则当初不会护着我，给我管家权，支持我坐稳大夫人的位置。那样不过是给徐作广几分薄面，你就是个联姻的棋子，换谁都一样。徐氏不敢置信的一个踉跄，整个人都像被掏空了一般。你恶迹斑斑，本王会将你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即刻起，你被宋家休掉了，将回，立刻回王府，让大哥写一封休书送去徐家。不要这样对我，休我回家，我哪还有脸活着呀？菊兰，我求你了。宋池早已没了耐心，将苏角角团团抱起，阔步走了出去。到了岸上，宋池抱着苏角角上了王府的马车。苏角角穿成这样，看本王如何惩罚你。刚才他就窝了一肚子邪火，低头再看他身上这衣裳，哪里还能压制得住？干脆就地正法。在马车上还真没试过什么滋味。往那里一想，宋池就心头一热，脸上还装作很嫌弃，扯了扯他的舞裙。你瞧瞧，你这都穿的是些什么呀？我也是没办法呀，那徐氏满船的搜捕我，我只能假扮舞女了。徐氏将你绑来的，江3江4保护不力，该受罚了。
不怪他们，只怪徐氏的手段太刁钻，多亏我机灵，要不然被3个男人轮的可就是我了。不许胡说。宋池稍微一想到那个画面，就心有余悸。那万一是我呢？我会途径船上所有人，连我也杀了。瞎说，我会和你连战3天3夜，用自己给你洗干净。好污啊！本该本王一个人能看的，你给那么多男人看，你说该怎么罚你？哎呀，就是露了点肚皮嘛，不算什么的。曲线都给他们看到了。苏角角眼睛眨了眨，想着今晚的事情，毕竟瞒着宋池做的有点过火，为了捋顺这家伙的毛，还是要稍微哄哄，稳住了他的喉结。宋池瞬间失去呼吸，目光都有点涣散，凶狠地吻了过去。他稍稍一回应，他更加狂乱，几乎要将他吞吃入腹一般。在这里有了你，看你以后乖不乖？你继续吹吧，就你江南王那么死要面子，那么重规矩，你有胆子在马车上胡来？外面跟随着一群你的侍卫，你那薄脸皮敢在车里那啥，我苏子倒着写。小样儿的还拿这来吓唬他，他可不是被吓大的。好呀，人家还没有试过在马车上呢，王爷来嘛！宋池十分震惊，他平时不聊他都把持不住，更何况他相邀呢。这一刻，即便他是要他死，他都毫不迟疑剖出来心给他。这是你说的，待会儿别后悔。唉，就是这马车呀，隔音太不好了，外面还有那么多的侍卫，爱惜王爷羽毛，顾及王爷形象的他，肯定不好意思做太过造次的事情，难受死他。角角都发话了，我定当满足你。外面有人，好多侍卫呢。那又如何？本王怜爱自己的女人，天经地义。大哥，你醒醒，这不是你该有的打开方式啊！侍卫们听到了，那多丢人啊！你不顾你江南王的名声和形象了？若本王不能恣意妄为，这江南王当的也没甚意义。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不是你刚才要的，我反悔了。悔不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错了啊，王爷，你忍忍吧，回了家我再精心伺候你。小骗子，哪回都是我伺候你，不如试试。是你个大头鬼，宋池，你身为王爷的脸面呢？王爷，冷静，冲动是魔鬼。你怕了？对，怕了。你怕了，可本王不怕呀。宋君兰，这么急啊？我真诚的恳求王爷，咱乖乖的回家再说，好不好嘛？不好。接着，宋池扬声吩咐道：“所有人退后10丈，让马车随意走。”外面的江回嘴角抽了抽，一扬手，所有侍卫无声退后10丈，远远的跟随保护。宋君兰，你为了这点事儿，你可真是……嘘，专心点儿。夜色弥漫，街上空静，唯独这辆豪华马车在街上不急不缓地随意走着。江回拖拖沓沓地走着路，禁不住就开始走神，脑子里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想到了可乐那里。身为苏角角的丫鬟，可乐那丫头就没学到她主子的一丁点儿的温婉可爱，那么朴实，嗓门还高。可乐那铜锣嗓，估计这种时候也不会多动听。要是将来她和可乐房子，那还不得找个隔音好的，最好周围没有邻居的。他记得东河边的西死街有一套宅子很不错，前后左右都没有邻居，很是僻静。等有空了，他要过去看看，不行就买下来，以备不时之需。江一冒出来，怎么突然不走了？想什么呢？没事。被蚊子咬了，耳朵怎么红了？滚！该消失的时候别出来。好心当成驴肝肺。总算回到了明月院，几天没回来了，看了看周围的环境，有点疑惑。咦，怎么回明月院了？男人抱着他径直去了浴房。这里洗澡方便，还安静。安静是个什么鬼啊？宋君兰，你不会还没……起的火有点旺，还没惊醒。你够了，这么个胡闹法，你也不怕肾虚？角角多虑了，我练的绝世武功都是白练的，能强筋健体，恒久不衰。哼，您老是金刚不坏之体，我可是普通的小娇花呀！我不管，我累了，我要睡觉，我受不住了。好，不闹，听角角的，洗完就睡，好不好？还算他孺子可教。几分钟之后，宋狗子可叫个屁！浴房里几乎是水漫金山。天色微亮时，一切
才恢复平静。累了一夜的苏角角暗暗自省，今后他绝不主动聊这个狗东西了。可乐摸了摸肚子，看样子里面早着呢，你们都在这儿候着吧，机灵点，叫水就送进去，我先去吃个饭。走了几步，发现身后跟着一个人影。谁呀？江回从黑暗里闪出来。没吃晚饭啊？怎么啦？江回递过去一个食盒，多出来一份酱肘子，没人吃，给你吧。画舫上的菜吧，我不吃酒桌上剩的，有味儿。哪能是剩的？我专门从后厨截了一份，好着呢。烦躁的将食盒塞给可乐，转身就走了。走的那个姿势，一看就是生气了。味道不错，肯定很好吃。也没多想，现在啊，他就一门心思要将大肘子全都干掉。郊外院落里，红袍男子轻盈地落在院子里。东方少主可算回来了，我们主子一直等着你呢，请进吧。东方若真点点头，跟着走进了正屋。主子，东方少主回来了。你自己回来的，没机会下手。以你的身手，都没将人从徐氏手里抢过来。江南王认出来他了，我想浑水摸鱼带走他，被宋池阻拦了。唉，总是和他差一步呢。徐氏出手特别狠辣，竟然想让3个男人轮了苏角角，多亏那姑娘机智，躲过一劫。哼，徐作广这个妹妹真是不想活了，安排人好好折磨她，别让她死得那么痛快。我们何必出手？现在不是要和徐作广表面合作吗？再多此一举作甚？宋池绝不会袖手旁观，以他对苏角角的看重，回头一定会报复徐氏。他做他的，我做我的，我要替角角报仇，和宋池何关？林夏荷满眼的纠结和痛苦。殿下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以免和徐作广的计划出现纰漏，那就因小失大了。你们一个个的总是因小失大，用大局来阻拦我。我就是因为这些破缘故而痛失了我爱的女人。船只都准备好了，殿下尽快动身吧。今晚不走了。主子，您的身份随时会泄露，若真都准备好了船只，还是尽快走吧，以免夜长梦多。我不甘心，我要带着角角走，明天再试一次。主子，您何必为了一个女人，屡屡让自己身处危险呢？师姐说的对，等到殿下根基稳固，再谋划苏角角不迟。现在说句不好听的，我们都远远低估了宋君兰对苏角角的重视程度。现在他看他很紧，我们能动手的几率很低很低。不用再说了，我心意已决，都不要打扰我，我要好好布局一下明天的计划。主子，出去。东方若真拉着他一起走了出去。楚子太受那女人影响了，之前楚子恨不得为了和苏角角长相厮守，打算一辈子不恢复身份。那就让他明天再试一次，失败了他也就甘心离开了。林夏荷满脸凄苦，低着头回了自己的房间。东方若真的目光一直痴痴地跟随着他，直到他消失很久。人生啊，为何偏要有这么多无奈和爱而不得？活着真他娘的累。苏角角由着可乐给他穿衣打扮，一边半闭着眼睛，一边打哈欠。今早听说徐作广的妹妹被王府休了，满大街都在传说徐氏心狠手辣的事情。哦，还听说今早徐氏上吊自尽，没死成，被救下来了。小姐，得亏你英明，早先没继续吃他送来的避子汤，还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手脚呢。我就是很奇怪，他明明有自己的男人，为什么还会吃想宋池啊？听说宋家大爷特别厌恶他，常年累月的空着他这是小男人想得疯了呗。他也是的，寂寞了不会用浴室，非男人不可呀。哎呦，我家可乐知道的可真多。那是，也不看看我是谁的丫鬟。我谢你全家，我可没交给你这些乱七八糟的。总督府里，舒云川、江一、江三、江四站成一排，全都像是没交作业的小学生，正被背着手的宋君兰挨个的教训。旁边不远处，苏东阳一边吃着点心，一边饶有兴趣的看热闹。哎呀呀，只要不凶他，王爷凶别人的时候咋这么有趣呢？江三江四保护人都能保护丢了，滚去训练3天。江三江四领命离开。江一，你跟着苏角角，此事竟敢隐瞒本王。江一以为要听到惩罚，接下来却听到怎么着？你偷偷喜欢苏角角啊？我没有也不准。就算是你暗中惦记本王的女人，我也容不下。主子明鉴，属下根本没有喜欢苏姑娘，属下此番都是被舒先生胁迫。舒云川一惊，这小子竟然毫不讲情分，直接出卖了他。我没有胁迫，只能算是商量。属下有文书为证。舒云川又是一惊啊，行吧，到了这受伤的还是他呀。舒云川将炼铁技术的事情讲给了宋池，以为他总算是能够理解他，结果炼铁技术和宋角角哪个重要？当然炼铁技术了。滚去跑步2个时辰，想不明白继续跑。我不要跑步，我讨厌跑步，我腿软跑不动。江一江
江二驾着姓舒的跑，跑不够不准停。宋君兰，你这个有异性没人性的家伙，还不让人说个实话了。江一，你说到底是炼铁技术重要，还是苏角角重要？当然是苏姑娘重要。你们这群没原则的鼠辈。宋池转脸看向江回，苏姑娘重要。谁问这了？江八、江九身子恢复的怎么样了？已经大致痊愈。大致？就那江九伤口都愈合了，突然不举了。一个暗卫又没有女人，举不举的重要吗？也是，那就立刻让他们俩复职，继续保护苏姑娘。去安排吧。想到某人不举了，江回暗暗的偷乐，然后飞一般的跑了出去。娱乐城的后院里，苏角角正带着木槿和牛芳菲进行最后的检查，为开业做准备。江回找到可乐，用胳膊碰了碰他。干嘛？有个事跟你说。啥事儿啊？江九不举了。好想笑，但是江回努力的忍住了。他不举找大夫，跟我说有毛用啊？他那啥都不顶用了。你晚上还给他送饭吗？送啊，为什么不送？怎么你也想给他送？江回一口气噎在胸腔里，差点气绝过去，转身走了。江九刚刚复职过来，走过去说：江回啊，你是不是和可乐关系还成了？能不能劝劝他，别再给我送饭了，天天来也不嫌烦啊？江回冷冷地瞪了他一眼，走得更快了。江九一头雾水，什么时候这么小气了，带句话都不肯了。一个下人告诉苏角角，苏老板，渊玉说有话跟您单独说，在他房间等着你。苏角角有点纳闷，渊玉难不成经过东方若真吓唬那一次，他想开了，想要接客了？你们继续检查，我去渊玉那里看看。可乐一路跟着苏角角。如果渊玉准备接客，他的手艺让我来行不行啊？听话，咱不闹，乖着点，将来还要嫁人的，这些就留给那些没有丈夫的富婆吧。可乐敲了敲门，推门而入。苏角角走进去，还没看清屋里的情况，可乐就被击晕在地，林夏河堵在门后，渊玉被绑成了大麻花。苏角角心头一寒，夏河，几天没见了，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娱乐城了？我哥要见你。苏角角暗暗的掉冷汗。经过上一次，他们以为他还会上当，真不巧啊！我这边事情挺多的，实在没有空。不如这样，你回去转告你哥，就说有空再约。我哥正在等着你，就现在。林夏河掀起渊玉的床铺，赫然露出一个地洞。苏角角很抽口冷气，什么时候他们挖了个地道？来人！苏角角刚要大叫，就被林夏河点了哑穴。苏角角反腿绞着林夏河的腿，将他绊倒在地，不敢迟疑，赶紧拉开门向外跑。林夏河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一把扯住了苏角角的头发，疼得苏角角几乎晕过去，硬扯着他回到屋里，跳进地道，走了不算远，地道就到头了。眼前一亮，出现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林清源温柔笑着牵住苏角角的手，角角别怕，我没有恶意。林夏河点开了他的哑穴，苏角角刚要说话，我只不过是想带着你一起离开。我不走，家人全在临安，我怎么能走？至于你的家人，到了船上我们再细细商量，先跟我走。对不住了。接着一块手帕捂在了苏角角的鼻子上。林清源抱着女孩，这个药性强，你偷偷吃的解毒丸没用的。哥，走吧，船只都等着了。江八江九刚刚交接班，你那里没事吧？我都让大夫闭紧嘴巴了，你咋知道的？江回询问大夫时，几个暗卫都听到了，然后就全都知道了。江九没说话。你得这毛病是不是病中用枪过度啊？我肚子活开了个大口子，我跟谁去用啊？我大家都说什么了？苏姑娘的那个丫鬟，就那个可乐，天天晚上给你送饭。那怎么了？和他这怪病能有什么关系啊？大家都说他喂饱了你，你在喂他。这是谁胡说八道呀？老子撕烂他的嘴！他送饭就仅仅是送饭，啥都没干。江八一副你编，我假装信了的小表情。江九更加无语，怄得他想要抓狂。我这病来得奇怪，既没有过度使用，也没有空的生锈。算了，说不清楚了，反正很奇怪。确实很奇怪啊。下一秒，江八猛然瞪大眼睛：你家可乐？他娘的，你家可乐？对完了，察觉不对劲，转脸过去，江九脚下一个趔趄，可乐晕倒在了渊玉的房门口。渊玉被绑成了个肉粽子，神志不清。他们需要保护的那位主子消失了。完了，刚当值就要停止。江九，
这里有个很大的老鼠洞。老鼠洞个屁呀！人被从地道里带走了。循着地道找到邻近的一所院落，门口车辙印被人故意模糊掉了。宋池看着车辙印，一张俊脸阴沉的可怕。君兰立刻封锁陆路关卡，码头也封了。宋池眯着眼睛沉默着，一直在快速的思索着，会不会是徐作广做的？他昨天晚上已经离开临安城，往鄂州赶赴。这次离开，他将妻儿家小全都带走了。宋池仍旧是一语不发。你倒是说句话呀！要不要封陆路，封码头？只怕是必然迟了。你是说走了水路，进了钱塘江，离了临安码头？江一凭空落地。主子，林清源消失了，记事堂所有经营钱款全都没了。当初就不该放他一命。那个小大夫竟然有这番能耐，挖地道啊，还是连夜挖出来的，是不是弄错了？只怕他不单纯是个普通的小大夫。宋池一边快速上马，一边下令：准备战船，速速调集南虎军，码头集合。舒云川焦急的左右看看，哎，江回呢？江回不在，谁带着他骑马呀？江八道。江回送可乐去看大夫了，要不舒先生，我带你骑马吧。舒云川嫌弃的看了看江八那张不算好看的脸，无奈的爬上江八的后背。绷紧了，不许放屁啊！江八瞬间想把这个秀气的谋士丢下去。船上的客房里布置得干净奢华，床上躺着昏睡的苏角角，林清源坐在床边，深情地注视着女孩。有人敲门，林夏河走了进来。主子，雪绒茶冲好了，您请用。男人并没有看他，他一直不错眼珠地看着昏睡中的女人。林夏河看得心头一疼，他陪在他身边10年了，假扮他的妹妹，和他一起从10岁幼儿长到20岁，这10年他极少看他，更不用说用这种甜蜜的目光。主子，放那儿吧。男人缓缓起身，来到桌前，倒了一杯茶，小口的品。船已经成功入了东海，只要过了台州，福建路转运使将派人接应，让地鼠年在海上拦截宋池了。只是江南王的战船天下无敌，地鼠年只怕这一趟是以卵击石，难以活命。他挖地道已然暴露身份，依着宋池那么精明，肯定能猜到地鼠年是福建路转运使裴耀祖的手下。既然暴露了，留着也没什么意义，不如有点用处，能拦多久拦多久吧。男人眼里的冰冷令林夏河心头一抖，上位者所拥有的冷酷无情依然在他身上渐渐展露。角角，既然醒了，就起来吃点东西吧。装睡的苏角角暗暗叹了口气，装不下去了，睁开了眼睛，缓缓坐起来，头还有点晕。林清源已经快速走过来，将一瓶清凉膏放在他的鼻下，闻了这个，头就不疼了。苏角角闭着眼，吸了几口气，脑袋的眩晕感果然消散而去。再睁眼，正对上林清源那双深情灼热的眼睛，苏角角被看得心头一慌。饿了吧？来，吃点东西。林夏河看着那个身份高贵的男人，万分卑微的讨好着苏角角，心里五味杂陈。林清源牵着女孩的手来到桌前，角角，都是你爱吃的果子。这才想到屋里还有个林夏河。夏河，传膳吧。林夏河点头，无声走了出去。丰盛的饭菜很快摆了上来，苏角角打量了一下，都是他平时爱吃的。林清源给他布着菜，姜片挑出来，虾给剥了皮，鱼剔了刺，照顾的无微不至。苏角角吃得饱饱的。角角，要不要出去走走，看看风景？这船已经到了东海了，过了台州就能一路畅通无阻了。都到这种时候了，就别瞒着我了，说吧，你到底是谁？角角，不管我是谁，我都是最爱你的那个人，我保证今生只有你一个。很多事情不是个人意志能够左右的，尤其当你出生就带着光环，同样也摆脱不掉出生就有的责任。说吧，你的真实身份。我不叫林清源，我本名袁清林，字成业。从不关心朝政的苏角角一脸蒙圈。姓袁，当今圣上是不是也姓袁啊？他是我皇帝。我是先皇的大皇子，前皇后的嫡子，传言已亡的前太子。我靠，太子，前太子，你讲真的？妈的，他竟然一个不小心差点捅了皇家的窝。我母后生下我之后没多久，就发现她中了气毒，接着噩耗接踵而至，我也中了气毒。我母后将唯一一颗百灵丸给我服下，减轻了我的毒。为了保全我，她弥留之际将我托付给神医林九雷。从此你就跟随着林神医长大，学了医术，用了林清源这个身份隐居在临安城。谁能想到，曾经几乎问鼎皇位的太子殿下，竟然就在他身边，还成天被他欺负，被他挑逗。他俩还差点就入了洞房。苏角角暗暗的掉冷汗，得
得亏没成啊，得亏没一步到位和他圆房。假如他睡了前太子，这后续麻烦可就太大了。和你相识是我今生最大的意外，也是最美好的奇遇。我知道你想过平凡的日子，我都放弃恢复身份了，准备和你长相厮守。就像你说的，你做买卖，我行医，我们岁岁年年一直到老。可谁曾料到，宋君兰横插一脚，毫无预警地夺走了你，完全令我措手不及。我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志向，我想要的从始至终不过就你一个，我就这么一个愿望，这命运都不让我如愿。